长生陈家，我们3人前来退婚。陈清河，我楚灵儿身为太行宫圣女，天赋不弱于人。今日这婚约我毁定了。陈公子，你身份尊崇，天资无双，但我已心有所属。那婚约是族中长辈一时决定，我无履行义务。我自穿越以来，常年闭关修炼，从未出世。除了陈家3位长老外，没人知道我已成了世上唯一一位至尊境圆满强者。否则，哪有人敢来至尊面前悔婚的？陈清河，我已与大炎王朝弟子结为道侣，2国已盟誓，我不会再惧怕陈家的威势。这婚约，今日必毁！放肆！胆敢在我陈家如此无礼，断不可饶恕！怎么，堂堂长生仙族，竟然也会对我等女子出手吗？陈清河，我凤嫣然已获得族中上古传承，自此迈向更高之境。莫说你长生陈家，放眼整个4大域与中州，与我相配者寥寥无几。更何况万寿国金翅大鹏小冥王已向我族提出联姻，待结盟之后，东玄妖族皆归我方掌控。届时，陈家又算得了什么？狂妄！今日便将尔等尽数镇压！当年婚约缔结时，你们4人还在襁褓之中，但我陈家已开始扶持你们家族。楚家从不入流的小族，到一跃制霸西荒，原因只有一个：陈家供给了你们所有资源，丹药、武技、灵草强者，而你们只是接收者。还有你凤嫣然，你们凤族也是如此。凤族曾被龙族压制，逃至剑幕后又遭群妖欺凌，几经灭族。真正让凤族翻盘的，也是我陈家的暗中扶持。让你们家族成为妖族3大巨头之一。如今你们是圣女、神女，傲立东玄，追求者数之不尽。若无陈家，你们当初连活下来都困难。如今你们却反过来向我退婚。既然你们4个既已决意悔婚，我陈清河毫无异议。大长老，老夫在，少主尽管吩咐。楚灵儿、蓝雪莹、苏子熙、凤嫣然4人与我陈清河的婚约作罢。将此事昭告4大域与中神州，另外召回所有暗中扶植的强者，向东玄域发布我陈家的诏告。自今日起，谁若敢与这4女背后的家族、宗门、势力、族群有任何接触，我陈家地兵即刻赶到。你不要以为这样我就会屈服。你们陈家也休想让我另眼相看。我楚灵儿就算无依无靠，成了孤家寡人，也绝不会屈服在你的威压之下，绝对不会。我原以为陈公子是仁德君子，观人有志，没想到我还是看错了你。你逼我恨我，又能如何？我蓝雪莹可不是任人摆布的花瓶。陈清河，你会后悔的。哼，准备承受凤族的怒火吧，陈清河。淮南兄，我们也不想怪你，可你知道你女儿都干了啥吗？混账楚淮南，你想死别拉上我们一起垫背！我张家屹立600年可不是闹着玩的。你那逆女脑子抽了，敢去长生仙族悔婚？你楚家是真有种！从今日起，我张家与你楚家划清界限，互不往来。楚淮南，你个混账！什么西荒第一名门？你楚家怕是疯了，连陈家的婚约都敢毁！千万别误会。诸位都是西荒顶尖世家，我楚淮南岂敢轻慢？婚约虽毁，但与诸位的交情毫无干系。更何况陈家可并未指名道姓，诸位兄长又何必如此慌乱？再说了，长生陈家必是300年之久，各位难道猜不出原因？300年未出，确实古怪。东玄域100年来混乱不断，刀兵四起。然而陈家从未出现，可能出事了。各位，我楚家崛起，自先祖起至我楚淮南立足巅峰，靠的是什么？
是百世根基，是天佑之德，是我楚家世代积累的厚积薄发。从无人问津的小家族，到今日西荒巨擘，100年打拼，无数血与汗，我楚家能有今日，靠的不是长生陈家的背景。哼，靠女儿就靠女儿，还说得这么冠冕堂皇。小女天资聪颖，如今已是太行宫圣女，我楚家与太行宫互为依仗，而我小子有幸进入长生林家，成为林家的黑渊护卫。各位兄长，换你们的来看，这婚约退不退？长生林家，先祖林家东玄玉真正的天柱般的存在，威名横压几百年，无人敢犯。黑渊护卫，那可是林家最锋利的刀。可是陈家的昭告已下，西荒人人自危。淮南兄，只凭你3言2语，要我等拿脑袋陪你赌，未免。诸位前辈，小女子在此担保，有此凭证，诸位尽管放心。长生陈家陈清河，不过是我腾达路上的一块踏脚石。修炼真是枯燥，简直无聊透顶。接下来还能干点什么？那几个女人，差点把她们忘了。半月无消息，极不正常。莫名，那4个女人的事如何了？启禀少主，大长老已经吩咐属下操办，只是属下发现执行任务时遇到了阻力，悔婚一事，暗藏蹊跷。 4个女人看似鲁莽，实则心机不浅。看来陈家避世太久，东玄玉已经忘了我，到了该让我陈家动一动的时候了。若连4女都处理不了，以后如何掌控众生？去传大长老重开足山，开辟先路。我陈家入世。少主，太清宫圣女白灵素求见。太清宫圣女白灵素，她来做什么？不会又是退婚吧？她要是敢一开口就退婚，当场撕了她！太清宫圣女奉师尊龙血遥命，前来长生陈家自卷求婚。联姻求婚。大殿之内，陈清河整理衣袍，坐在上首，白灵素坐在下首，俏脸微红。他说出了自己此番前来的目的：作为太清宫圣女，谨遵师尊龙雪薇之命，前来长生陈家自荐求婚。半月之前，长生陈家昭告天下，解除少主与4位神女的婚约之后，天下各大势力蠢蠢欲动。有些传承千年万载的古老宗门和圣地，可不是如楚家那般鼠目寸光的，他们是真真切切见识和领教过长生仙族的恐怖底蕴的。莫说是巅峰时期的长生陈家，就算是如今陈家真如传言那般没落凋敝，也不是他们能够轻易碰瓷的。最先抓住先机的，当属4宫之一的太清宫。公主龙雪薇力排众议，命令自己的爱徒白灵素亲自前往陈家，请求联姻。作为太清宫圣女，白灵素的身份和地位比之楚灵儿丝毫不差。关键是，白灵素可不是如楚灵儿那般靠着关系上位的。白衣血剑杀人素的名号，在东玄一众天骄之中，可谓是威名赫赫。有身份，有实力，加之姿容无双，这样的老婆，你陈清河要不要？神色怪异地盯着下方女子，陈清河一时间有些头大。这种情况他是完全没有料到的，被一个女人堵在家门口求婚，就很奇特。白灵素俏脸微红，万年寒冰的容颜此时略有拘谨，坐在大殿之中，总感觉浑身上下都难受。让他提剑杀人，他白灵素可丝毫不怂，就是大圣强者也敢上去砍上一剑。但让他对于一个素未谋面的男人求婚，实在是让他有些手足无措。偷偷瞟了一眼上手俊朗的男人，见对方眉头紧皱，似在思考着什么。白灵素心中越发紧张，只觉得小心脏砰砰跳个不停，比之自己当初斩杀涅槃大妖时还要剧烈。那个，陈公子可想好了？白灵素轻启红唇，美眸之中有些惬意。他自然晓得长生陈家的实力，在这位仙族少主的面前，这位4宫杀伐第一、威震东玄的天之娇女，此刻却不敢有丝毫的骄纵。灵素自知身不配位，资不配主，不敢强求。就算做妾，灵素也无怨无悔。在白灵素看来，就算做妾也不是什么耻辱。能够坐上长生陈家少主的妾室，对于他以及身后所代表的太清宫都是莫大的荣耀。陈清河一手托腮，翘着2郎腿，表情越发怪异。淡漠的眸子中闪过一抹诧异。白灵素的资料他曾经倒是见过，白衣血剑杀人素的名号，在东玄年轻一辈的天骄之中可是杀神一般。这女人别看现在一副娇柔委屈的软弱模样，可杀起人来却毫不手软。3年前，
太清宫讨伐域下的一座魔修宗门。身为公主大弟子的白灵素率队出征，一人一剑，杀得对面几位涅槃境的魔修大佬们抱头鼠窜。太清宫域下的魔门修士简直是怕他怕到了极点。不止太清宫域下，东玄域境内，这女人也是一路横扫，有不少同辈天骄都曾折减在她的剑下。就连楚灵儿，当初在四宫论道的盛典之中，都败在了她的手下。据说那件人当初差点就被白灵素一剑劈了，还是有位大人物出面才保了下来。陈清河默默盘算，真要联姻，其实白灵素倒是不差，只是他身后所代表的太清宫倒是有些不够看了。对比楚灵儿所代表的太行宫，同为四宫之一的太清宫实则是垫底的存在。虽说出了白灵素这么一位杀神天骄，但却依旧无法阻止颓势。太清宫如今的地位已经是岌岌可危，很有可能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不然，作为公主的龙雪薇也不会急不可耐地将自己的爱徒以及宫门未来的希望就这么拱手相送，还是以一种极度卑微的态度。长生陈家这样的庞然大物，联姻可不是随便说说的，最起码对方的底蕴和势力是要能够达到一定的影响的。显然，如今的太清宫已经不具备这一点了。至少目前，太清宫的衰落已是昭然若揭。公子，我师尊来时叮嘱，只要公子愿意收下我，从今往后，我太清宫为陈家马首是瞻。白灵素有些急了，他此番身负重任，太清宫的诸位长老师伯们都对他寄予厚望，宫门日后的出路就指望他了。他不是楚灵儿那般无脑的白痴，对于宫门的失势、师尊的担忧以及宫门弟子们的未来都看在眼里，他有必要站出来，这是他白灵素的责任。唉，陈清河叹了口气，看着白灵素一脸的哀求，心下不由得一软，那柔弱的容颜着实触动人心。不过这事还是不能急，他要看看太清宫有没有扳倒太行宫的实力。楚灵儿无非仗着自己家族和太行宫的势力，以及那位大人物在背后撑腰。既然如此，陈清河便要将这一切都毁掉，让那个贱人付出代价的同时，还要让他见识一下陈家真正的怒火。我记得四宫莲花大会倒是快要举行了。陈清河露出一丝微笑，带着和煦的目光轻声问道。白灵素一愣，不知对方为何提起这件事，但还是老实说道：是，距离四宫莲花大会还有1月的时间，来得及。不知灵素可愿为我引荐，我倒是对这盛会有些兴趣。白灵素虽然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但陈清河这番话还是让他感到欣喜。陈公子虽未明确，想必是要去太清宫视察。既然如此，我就还有希望，我绝对不会让公子失望，这也是我唯一的机会，加油！白灵素暗暗对自己打气，一方面是自己肩负的重任绝对不能放弃，另一方面他也有些小心思。骄傲如他，不知见过多少绝世天骄，一颗芳心却始终万年寒冰，不曾触动。他知道自己美貌，也知道自己的天赋，连楚灵儿那种蠢猪都能够与陈家联姻，他就不信自己会比他差了。笑话，我白灵素一生不弱于人，就算是抢男人也绝不会失败。师尊也曾说过，要抢就抢最好的，要睡就睡最棒的。我白灵素当然是要睡最棒的男人。哦，看着女人白袖之中的一双小手暗暗紧握，咬牙切齿的激动模样，陈清河隐隐有些不安。直觉告诉他，这个女人不一般。莲花大会3年一届，由东玄域4大宫门举办，盛会之浩大，规模之鼎盛，比之四宫论道大会还要高出数倍。这是4大宫门向南域各方势力展示实力、炫耀肌肉的时刻，同时也是获得资源的和挑选各方优质子弟的交易大会。往往大会举行都是万潮涌动，各方大佬齐出，已经是东玄南域最为盛大的一场盛会。今年的举办地正好轮到了太清宫，主场地坐落在祁域下的青莲神山。太清、太玄、太初、太行4大宫门长老弟子已经全部抵达。快看，是太行宫的楚师姐，真的是她，楚师姐好美啊！于府，楚师姐不但人美，还是一位大女子主义者呢。几位女修在布置场地，突然瞧见了一身绿衣的楚灵儿，顿时激动的小声议论：楚师姐真是我辈女子的翘楚，连长生仙族的婚约都敢毁，好崇拜她哦。楚师姐真不愧是我太行宫的圣女，这番表率可是为我太行宫的诸位女修做了个好的表率。就是，咱们女啊就得这样，让那帮男人也要见识见识咱们得厉害。谁说女子就不能独立的？我们女修可一点都不差的，我们不靠男修照样活得很好。哼，我前段时间就把那个未婚夫给休了，什么狗屁萧家，一个个小小的东荒家族，可配不上本小姐。一位娇俏的女修很是自豪地说道，一时间身旁的几位女修都崇拜地望着她。宋师姐好样的，我早就说过，那个萧火火废物一个，根本就配不上你。对，师姐日后可是要正道大地的无上天骄，寻常男子连给你提鞋都不配。娇俏女修颇为受用，神色骄傲地说道，我也是受到了楚师姐的启发，咱们女修就得敢爱敢恨。我那个未婚夫狗屁不是，家族更是不入流，
我才不要嫁给他，要嫁也是灵儿公子那般的人物才行。娇俏女修有些激动，提及那位灵儿公子时，更是眼露惊心。身旁的几位女修此刻也是一同的模样。灵儿公子身份尊崇，实力、天资都是万中无一，这等男子才能配得上我等。我以后要找道侣，就是以灵儿公子为标准，无他那般身份天资背景的，一律不考虑。那些垃圾废物难修，连给我们提鞋都不配。几位女修越说越是激动，一个个不禁幻想起来。楚灵儿一路走来，听到了不少议论她的非议，有赞扬，有崇拜，这让她嘴角的笑容越发放肆。楚灵儿对自己悔婚的决定感觉越加正确。太行宫驻地，师尊，此次莲花大典，灵儿公子也会亲至，到时候弟子可就不能陪您左右接待各方来宾了。楚灵儿向着上方的师尊说道，俏脸之上已是红霞一片。无碍，这是好事，你只需要陪在灵儿公子身边就好，其他的事你无需操心。墨染霜微微一笑，对着下方的爱徒招招手。楚灵儿美眸眨动，身姿飘媚而起，来到师尊的面前。墨染霜拉着这位爱徒的双手，脸上满是笑容，很是亲昵的说道，灵儿，你既然已经与陈家的婚约作罢，日后于灵儿公子那边可要好好表现，这是你今后的幸福，也是我太行宫的依仗，你可要好好把握。楚灵儿微笑着点点头，似是有些羞涩。还有，你们楚家那边也无需担忧，有我太行宫护卫依仗，这西荒还翻不了天。墨染霜冷笑一声，安慰道，陈家早就不是当初的模样了，咱们无需惧怕。太行宫是你的家，你的决定我们是全力支持的。待你与灵儿公子正式喜结联姻的那天，这公主的位置也就是你的了。楚灵儿连忙跪下，恭敬地说道，徒儿不敢，公主之位，徒儿不敢有丝毫越界之心。墨染秋扶起爱徒，笑容更盛，笑道，灵儿真是师尊的好徒儿。翌日，莲花大典正式开启。青莲神山占地数万里之遥，盛会主场莲花广池更是辉煌耀眼。一朵朵洁白耀眼的雪莲，一道道风景优美、气象万千的瑶池，一排排靓丽清爽的娇俏女修，当真是美不胜收。虚空之上，一道道飞舟林立，神光几乎遍布周天，整个南域有头有脸的各大势力基本有一半都已到场。尤其是南域年轻一辈的顶尖天骄们，在此刻更是聚集了不少。太清宫大长老苏飞烟主持大局，其余3宫的公主此刻也全部露面，在莲花广池接待着各方来客。一时间，这片天地热闹非凡。哎，苏长老，为何今日没有见到龙公主呢？盛会大典上，各方宾客落座，高声谈笑间，墨染霜向坐在身侧的苏飞烟问道。这等大事，作为主办方的太清宫，堂堂公主却没有出现，实在是有些不敬了。如今南域各方势力汇聚，龙雪薇此举不免有些怠慢。龙公主可是遇到了什么难事？哼，你们太清宫真是越来越胡闹了，这等盛会，公主都不愿出来接待。太初、太玄2位公主此刻冷冷地问道，这等落井下石的好机会，他们可不会放过。苏飞烟一身紫衣宫裙，美妇姿容绝世，笑容熟媚，与3位公主坐在一起，丝毫不落下风。面对3女的刁难，只是微微一笑，淡然道，公主有重要的来宾需要单独接待，所以此刻无暇他顾。呵呵，重要的来宾有多重要？难道在场南域诸雄与之相比也黯然失色？面对墨染霜的质问，苏飞烟轻笑一声，心下暗想，就凭在场众人也配和那位相比。不过苏飞烟却没有反驳，只是微微一笑，懒得理会眼前的贱女人。墨染霜却是不依不挠，甚至有些骄傲地说道，龙雪薇不肯出现，要是惹恼了那位公子，你太清宫可承受不起。苏飞烟眼眸闪烁，有些不理解对方的话。不过下一秒，场中气氛陡然一变，诸位大佬在同一时间同时起身。见过灵儿公子，所有人都被眼前的青年惊了，没想到长生林家的灵儿公子竟然会出现在这里。那位就是灵儿公子，我看也不怎么样嘛。闭嘴，你这孽徒不可胡说。坐在后方的一位小辈有些不忿地说道，却被自己的长辈狠狠训斥了一顿。楚圣女貌似和灵儿公子的关系很亲密啊，郎才女貌，天造地设的一对啊，想不到太行宫竟然攀上了长生林家这棵大树。苏飞烟更是震惊，那位灵儿公子的身边愕然便是楚灵儿。楚灵儿此刻一脸骄傲，陪同在灵儿公子的身边，给他一种莫大的荣耀。凌晨对着众人微微一笑，目光所及皆是一道道尊崇火热的目光。诸位前辈见笑，在下也只是来凑个热闹而已。说完，与身旁的楚灵儿却是直接坐在了最前方的首座。灵儿公子的出现，太清宫这边自然要有人前去问好的。苏飞烟也是不敢怠慢，离开座位，来到凌晨的身边，特地端了2杯仙酿。今日灵儿公子能够亲临大会，我太清宫不胜荣幸，在下代表太清宫感谢灵儿公子大驾光临。苏飞烟端起一杯仙酿，一饮而尽，顿时引来在场一众大佬的欢呼。凌晨盯着眼前的美妇，看着对方丰腴娇躯，那熟媚的风情和柔艳的容颜让他不觉得眼前一亮，眸子之中闪过一抹异色。
不过他却没有当着众人的面端起面前的酒杯。今日莲花大会是你太清宫举办，为何不见白龙真君呢？此话一出，苏飞烟容颜一滞，笑容渐渐收敛。在场众人此刻也是微微变色，这位灵儿公子说的倒是有些道理。这等盛会，作为主办方的太清宫公主却迟迟没有出现，不免让人生疑。在场的哪个不是在南域呼风唤雨的存在？即使是年轻一辈，也是个个人中龙凤。龙雪薇此番不出现，难道是看不起我等？苏飞烟抿着嘴唇，实则内心已经有些慌乱。在接触到凌晨那侵略性十足的凌厉目光时，一时间有些语塞。是啊，不知龙公主在何处，为何不愿赏脸一见？如今三宫公主俱在，独缺少了龙公主，不知太清宫此番何举？难道是觉得我等还不足以白龙真君亲自接待吗？一道道质疑的话语自人群之中传出，广池之上的气氛顿时有些凝重。凌晨嘴角上扬，瞥了眼身旁的楚灵儿，少女冲着眼前的男子满意一笑，眼中闪过一抹冷意。莫染霜更是笑意盈盈，等着苏飞烟出丑。其余两位公主此刻也是事不关己的模样。太清宫示威，他们巴不得太清宫倒下，好瓜分了这庞大的资源。嗡！广池中央，一道虚空扭曲，从裂缝之中，一道雪白银丝从中缓缓飘出，紧接着三道身影走出。怎么，龙公主只是陪我谈些话，诸位就这么急不可耐吗？陈清河一眼便见到了坐在首位的灵儿公子和楚灵儿那个贱人，冷笑一声。在场的大佬们悚然起身，目光惊疑不定。是陈公子，长生陈家的陈公子。陈公子出事了！一时间，所有人都聚拢向陈清河的周围，一个个十分恭敬地上前躬身问好。陈清河的出现，直接让场内气氛达到了高潮，人群蜂拥而至，只为一睹这位长生陈家的少主风华。凌晨嘴角笑容凝固，那双阴翳的眸子隐隐有着寒光闪烁。原本是他的主场，此刻却已然一行了。诸位，抱歉了，龙公主与我有要事商议，所以才耽搁了一会儿，希望各位前辈不要见谅。陈清河淡然开口，目光扫视全场，那双剑眉风姿凌厉，自有一股不怒而威的威慑力。一身黑金蚕丝大袍，气质尊荣华贵，俊朗的面容宛如刀削一般，举手投足之间，王者风范让人折服。在场众人将之与那位灵儿公子暗作比较，心下已经了然。陈公子能够赏脸莅临，乃是我等的福分，也让这盛会无上光荣啊！陈清河耳边尽是夸赞之声。相反，另一边的灵儿公子与楚灵儿却已经无人问津。楚灵儿秀眉皱起，望着人群簇拥的陈清河，容颜之上神色冷淡。再看到对方身边还有着白灵素的陪伴，心中越加气愤。哼，我悔婚不过1个月的时间，这白灵素便急不可耐地贴了上去，当真是臭不要脸。得亏我还将她视作劲敌，现在看来，这白灵素早已不配与我相提并论，只会对男人摇尾乞怜，简直就是个不知羞耻的贱人。越想越气，看着那对人群之中异常闪耀的狗男女，楚灵儿简直睚眦欲裂，那本是他与灵儿公子的待遇啊！他猛地站起，向前走去。陈清河，你来这里做什么？这是我四宫的莲花大会，与你陈家有何关系？我们四宫可没有邀请过你们陈家。楚灵儿怒目圆睁，指着陈清河大声呵斥。全场肃静，空气都在此刻有些凝固。在场之人一个个目瞪口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诸位大佬一个个眼神怪异，看着楚灵儿那趾高气昂的模样，感觉这女人简直是失心疯了。这女人是傻吧？敢对陈公子这般说话，老子们一个个急得讨好，你在这玩反差？要不是碍于楚灵儿的身份，不然诸位大佬已经忍不住要出手了。哼，我收到太清宫的邀请，为什么不能来？陈清河看着眼前的楚灵儿，冷笑一声，这贱人真是太不知死活了，这种场面下还敢对自己这般撒泼，就这么急着投胎吗？哼，这里可是南域，不是你们陈家，你最好给我安分点。楚灵儿依旧不依不挠，甚至还带着丝威胁的意味。在他的认知里，南域是4大宫门的地盘，陈家在这里还插不上话。叮！一道血红犹如龙蛇舞臂，激射而出，速度之快，斩破一片虚空。剑鸣近在咫尺，在场之人只觉得耳膜欲裂，随后便感知到了一股极为恐怖的剑意。单单是剑意，还不足以让在场一众圣人境界的大佬们惊讶。关键在于那剑意之中独有的杀气，可谓是锋芒毕露。众人心中一惊，侧眼望去，果然如心中所料。楚灵儿只觉得眼前一花，猛地感到一股危机感袭来，娇躯不由一颤。下一刻，一道蓝光法器猛地在他身前绽放。砰！剑气纵横，法器流转，二者一击皆散。楚灵儿死里逃生，还未从惊吓中缓过来，美眸却又猛地一滞，翘首之上，一缕发丝在他眼前飘然坠落。白灵素，你！楚灵儿俏脸之上怒气勃发，红唇紧咬，一双眸子死死盯着陈清河身旁的白衣女子。白衣血溅杀人素，名不虚传。
这种场合都敢拔剑，真不知道他是心大还是无畏。陈清河对于白灵素又有了新的认知。陈公子是我请来的，你要是再敢对公子不敬，蹭！血溅血指，剑身颤鸣。这一举动吓得一众大佬纷纷后退，生怕殃及池鱼。这女人是真的敢动手啊！好大的威慑！凌晨冷笑一声，收起法器，来到了楚灵儿的身旁。白圣女果真如传闻那般，在下佩服。不过，你似乎有些高看自己了。凌晨向前一踏，周身元气暴涨，一道道光辉神纹自他身后悬浮。乾坤镜，灵儿公子竟然踏入了乾坤镜，他这年纪堪称妖孽啊！不愧是长生仙族，这般天赋实在逆天啊！20出头，已入乾坤，他日大地正道，必然有望。林家麒麟子当着非凡。在一众金玉骇绝的目光中，凌晨一手搂上楚灵儿的纤腰，一手托起一道金光璀璨的金顶小楼。乾坤威压铺天盖地，犹如潮水一般扑向了白灵素与陈清河二人。陈清河，这里是南域，还轮不到你陈家在此撒野。凌晨话音刚落，虚空之中突然出来一阵爆响，砰！天穹撕裂，一道道恐怖的气息从裂缝之中席卷而出。是黑渊护卫，这是大圣的气息。3位大圣，6位小圣，最低都是涅槃境界。这黑渊护卫不愧为林家内侍啊！这等阵容，即使放眼南域，也是无人可敌啊！虚空之中，数十道气息强悍的身影矗立天穹。他们身穿黑纹神甲，手握玄金神枪，胸前有着林家标志的烫金大字，正是黑渊护卫。这数十人乃是凌晨的贴身护卫，实力相当恐怖。龙雪薇猩红的眸子打量着天穹之上最前方的那道身影，那位大圣的气息最是强悍，绝对是大圣9重巅峰无疑。他秀眉皱起，看着爱徒白灵素以及一旁的陈清河，心中渐渐有些退却。若是拥护陈公子，从而得罪了林家，那也不是他们太清宫能够承受得住的。白灵素红唇紧抿，面色有些苍白，握剑的右手微不可察的有些颤抖。凌晨那乾坤镜的威压实在太过强悍，以他涅槃境的实力，实在有些承受不住。但他却独自硬抗，没有发出一丝声音，冷淡的眸子中满是倔强。忽的，白灵素突然感觉左手一软，一团精纯的元气渡入体内，身上的威压也在一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龙雪薇侧眸望去，脸上闪过一抹笑意，他知道自己是该做出决断了。龙雪薇正要上前，却又猛地停下脚步，只因为陈清河出手了。灵儿，你就拿这些人吓唬我？陈清河牵着白灵素的小手，笑呵呵地说道，瞟了眼天穹之上虎视眈眈的黑渊护卫，完全没有将其放在心上。怎么说也是仙族出身，在别人面前装装也就算了，在我陈清河面前也敢这般，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活到今天的。凌晨一愣，他想不到在这种境况下，眼前的家伙竟然还敢如此大言不惭。他凭什么？就凭他是陈家少主。可我凌晨也不差，你陈家都避世300余年了，既然都躲了这么长时间，又何必再跑出来丢人现眼呢？陈清河，今时不同往日，你当真以为我不敢杀你？楚灵儿此刻有变回了昔日的骄傲模样，昂起俏脸，娇躯微不可察地向着凌晨的怀里靠了靠，美眸死死盯着陈清河与白灵素牵着的双手。好一对狗男女，公子何必与他废话，杀了岂不省事？楚灵儿吹起了耳旁风，那张俏脸之上闪过一抹狠辣。灵儿，你不过是仗着人多势众而已。不过我出来时倒也带了一些人。陈清河话音刚落，虚空之中一阵扭曲，砰砰砰，天穹之上一道道炸裂的气息横亘苍穹，恐怖的威压犹如浪潮一般呼啦啦的倾泻而下，直接将这整片天地都震得摇摇欲坠。哗！金光大道铺撒而开，一道道蕴含道光的身躯矗立虚空。大圣，9位大圣，这不可能，9位大圣啊！这便是长生陈家的底蕴吗？全场呆若木鸡，惊愕的眼神呆呆地望向天穹。9道身披黑袍的身影矗立在天地之间，那恐怖的大圣威压让在场之人一阵心惊胆颤。足9位大圣，这等强悍的阵容足以横扫南域。凌晨面色煞白，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景象。这个家伙竟然出动了9位大圣，他怎么可能？这种顶尖战力怎么可能一下子出动这么多？以他的身份，3位大圣强者已经是顶天了，就这还是他在父亲面前苦苦哀求才得以实现的。要知道，大圣强者已经是这片天地的顶尖战力了，除了无上至尊，大圣几乎便是当世大能。对了，这一定是陈家全部的大圣底蕴了。陈清河之所以这么大的手笔，不过是想要一举振威。对，一定是这样，这9位大圣肯定是他陈家的全部。莫名还愣着干什么？全杀了！是。陈清河平淡的一句话，却让在场之人只觉得喉咙干涩，
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真的要动手啊？两大长生仙族就这么开战了？还是下死手啊？莫名不敢有丝毫的犹豫，当即一马当先，带领一众大圣强者直接扑向了林家的黑渊护卫。双方直接在虚空之中混战在了一起。砰！虚空碎裂，双方人马不约而同的破碎虚空，遁入了天外天。若是在这界内交战，这片天地根本无法承受他们双方之间的战斗，只能在天外天展开厮杀。陈清河，你当真有种？这可是你陈家率先开战的。林晨咬牙切齿，心已经在滴血了。面对9位大圣，以他的那对黑渊护卫是完全没有胜算的。陈清河望着眼前的跳梁小丑，这对狗男人还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啊！妈的，两个傻！都这时候了，还放这种无用屁，有用吗？操！林晨见对方态度冷淡，心中已经怒火中烧。想他林二公子从出生到现在，何时受过这种奇耻大辱？今日简直是把脸都丢尽了。要是再找不回场子，林家的名声就算是毁在他的身上了。他猛地向前一踏，右手之中的金顶小塔飞窜而出，直接朝着陈清河镇压而去。这道法器威力十分强大，圣人之下根本无人能够抵挡。公子，白灵素血剑提起就要动手，却忽然感觉手心一软，陈清河冲他微微一笑。砰！金顶小塔在接近陈清河周身3丈时，只见他猛地大手一挥，那小塔直接爆裂开来，瞬间粉碎一地。林晨瞪大了眼睛，简直不可置信，这家伙怎么可能？圣人之下根本不可能抵挡啊！然而不及他多想，下一刻，一道虚幻的掌印猛地出现在了他的面前，恐怖的气势瞬间爆发而出。啪！清脆的响声在周天回荡，所有人噤若寒蝉，目瞪口呆。林晨的身子直接被一巴掌扇得飞了出去，滚落在一旁。这一巴掌力道实在恐怖，直接将他整个人扇飞了出去，撞在一棵石柱之上，方才止住。当他狼狈着挣扎爬起时，众人只看到那种的高长的侧脸上赫然有着一道清晰的巴掌印。林晨嘴角鲜血直流，牙齿碎了一嘴。披头散发的他缓缓抬头，眼中满是愤怒和惧意。陈清河打完了一巴掌，随意挥了挥手，看着趴在地上的林晨，笑着道：“装逼！都这个时候了，还敢在我面前装逼？老子让你飞起来！”林晨牙刺欲裂，一脸愤恨，大怒道：“陈清河，你不要太过分了，你知道后果？”啪！虚空掌印浮现，林晨的身躯在众目睽睽之下又飞了起来，还转了2圈。这一巴掌直接打得他眼冒金星，痛不欲生，身体几乎散架了一般，眼看着有气出没气进。啪！虚空掌印再次浮现，砰！不过这一次却被一道扭曲的空间阻拦了下来。轰！轰！轰！虚空崩裂，天地巨颤，在场所有人猛地感觉呼吸一滞，一股庞大的遮天蔽地的无上威压席卷而下。修为弱的霎时间直接喷血，强如南域诸位圣人也是面色苍白，几乎站立不稳。陈清河目光一凝，抬手一挥，在他身旁浮现一圈光幕。身旁的白灵素、龙雪薇以及大长老苏飞烟顿时感觉浑身清爽，那股恐怖的威压立马消散。咔嚓，空间碎裂，一道白衣老者的身影从中踏出。至尊，死！白衣老者鹤发神颜，举手投足之间道韵生生不息，大袖一挥，虚空之中空间碎裂。咔！黑渊护卫和莫名两方势力同时从天外天冲出。黑渊护卫2位大圣已经身死道消，如今只剩下1位身受重伤的大圣和几位涅槃蝼蚁。至尊大佬强行干预之下，莫名几人只能停手，不敢造次。陈少主，你我两家何必闹到如此地步？我家公子多有冒犯，还请您多多包涵。老人目光如炬，盯着眼前的陈清河，语气淡漠。不过他内心却是不敢小觑，刚才特意释放威压，在场的大圣强者一个个如临大敌，根本难以抵抗。反而是这位陈家少主，只是简单的一个挥手就抵消了自己大半的威势，这让他心生疑虑。此刻心神特意查探，却发现自己根本无法看透眼前青年的实力，简直匪夷所思。至尊出场，全场寂静，只有浓重的呼吸声在广池悠悠传荡。龙雪薇猩红的瞳孔在刹那间猛然凝滞，他隐隐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是至尊，至尊的气息。身为太清宫公主，大圣9重巅峰，龙雪薇的实力在南域之中可谓是顶尖。白龙真君的威名早在100年前就已经在东玄域响彻，比起自己的爱徒白灵素，他当年手上的鲜血可一点都不少。实打实的疯女人。可此刻龙雪薇头一次感觉到自己的内心在这一瞬间出现了慌乱，猜疑、惊惧，难以置信，因为那丝微弱的至尊气息来源竟然是陈清河，近在咫尺。
他绝对不会察觉错。可反观一旁的大长老苏飞烟以及爱徒白灵素，二人似乎毫无察觉。难道是他太过紧张，察觉错了？陈清河面色镇定，对方至尊下场，对于他来说毫无意义。他早已料到，凌晨身为凌家二公子，身边怎么可能没有护道者呢？徐老，这家伙简直欺人太甚，快动手，将他灭杀在此地！凌晨被身旁的楚灵儿扶起，立马大声嚷嚷道，面目狰狞，看着陈清河的目光满是怨毒之色。我陈家早已宣告，任何势力不得与西荒楚家有任何纠葛。显然，林二公子并没有将此事放在心上。这件事，前辈总要有个交代。陈清河的目标很明确，那就是楚灵儿以及西荒楚家。这4个女人一个也逃不掉，自以为攀上长生林家就可以高枕无忧，痴人说梦。徐老眼神游移，面对这位陈家少主，即使身为至尊，他也不敢有丝毫的大意。他可不是凌晨这种无脑的混账，同为长生仙族，陈家的实力和底蕴可一点都不比林家差。面对这种庞然大物，至尊也得掂量掂量。今日之事，乃是我家公子之错，老夫代为道歉。徐老声音苍老，语气诚恳，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对着陈清河躬身一拜。死！所有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可是至尊啊！随后，南域朱雄看待陈清河的目光已经发生了改变，他们要重新考虑该如何面对长生陈家了。这怎么可能？楚灵儿美眸瞪大，小嘴微张，被眼前的一幕彻底震惊。强如至尊，也要在陈清河面前低头吗？这就是陈家少主的威势吗？可是明明陈家已经……楚灵儿感觉脑袋之中仿佛遭受了一记重击，娇躯缓缓后退，有些不可置信。咔！徐老身后虚空扭曲，一道通道浮现。老人目光扫了眼凌晨，随后大袖一挥，裹挟着对方和仅剩的黑渊护卫遁入通道之中。西荒之事，我林家绝不会介入。今日之事，还望陈少主千万不要放在心上。随着徐老的话音消散，他们的身影已经彻底消散在了这片天地。这就走了，在场众人心中的石头终于落地。至尊大佬的出现，着实让众人捏了一把汗。再看那位陈家少主，依旧是一副云淡风轻的模样，心里不禁敬佩。这林公子他，不会的。楚灵儿此刻却是孤家寡人了。那位林家至尊显然并没有将他看在眼里。此刻的他孤零零的独自一人站在场中。至于他的师尊，楚灵儿内心又燃起一股希望，目光不断搜寻，但他猛然发现师尊的身影早已消失不见了。场内太行宫的势力不知何时早已消失。不可能，师尊不会放弃自己的。前不久他还说要支持自己的决定。楚家和太行宫可是互为依仗啊。楚灵儿内心难以置信，即使他再怎么安慰自己，可眼前的事实让他无法逃避。就连自己的师尊和宫门都已经放弃了自己吗？为什么？就因为眼前的陈清河？他凭什么？陈家真的那么可怕吗？楚灵儿目光呆滞，他已经成了笑话，孤零零的独自一人，面对众人讥讽嘲笑的目光。昔日得天之娇女，此刻宛如一个跳梁小丑，身份的转换就在一瞬间。你们都是骗子！噌！楚灵儿内心崩溃，状若疯癫的仰天大笑，随后猛地拔剑冲向陈清河，剑势如虹，扭曲的俏脸之上已经带着一丝疯癫。叮！血剑长虹贯日，剑意剑势，比之楚灵儿可谓强出数倍。后发先至，白灵素一剑挥出，直接将楚灵儿击退。身形不减，白灵素气势如虹，美眸之中杀意涌动，提剑冲着楚灵儿杀了上去，一剑挑飞了对方手中的灵剑。随后长腿一踹，将楚灵儿狼狈的轰飞数米，最后一脚踏在对方的娇躯之上，提剑就要朝着楚灵儿的额头插下。这疯女人，下手这么狠！陈清河瞪大了眼睛，仅仅是电光火石之间，白灵素已经拿下了楚灵儿。慢着！就在白灵素即将一剑捅破楚灵儿的脑袋，却被陈清河阻拦了下来。女人回头，带着不解的目光。公子舍不得。白灵素语气冷淡，美眸之中的杀意没有丝毫退散。这女人，陈清河觉得龙雪薇能够教出白灵素这么一位徒弟，还是很有实力的。首先，说话和做事方面就很有水平。他已是丧家之犬，杀他已经没有意义了。林家已经宣布退出西荒，那一切就已经尽在掌握。楚家覆灭已是必然。至于楚灵儿，陈清河并没有杀他的想法，太便宜他了。要让他好好看看惹怒长生陈家的后果是多么恐怖。轰隆隆，西荒天穹，黑云滚滚，天雷响彻，雷鸣轰鸣，恐怖的威压宛如潮水一般铺天盖席卷而下，整片天地摇摇欲坠。怎么回事？好恐怖的气势！快看，那是什么？好多的大圣啊！快禀告家主！
西荒各方家族势力见到那天穹之上的一道道身影时，已经肝胆俱裂，一个个已是惊弓之鸟。妈的，押错了宝！楚淮南那个混蛋，完了，全完了！召集全族强者，立马打开传送大阵。苍穹之上，一支身穿黑金神甲的队伍横亘诸天，他们气势骇人，一个个周身元气如有实质，恐怖的威压使得天穹都有些承受不住了。大哥，西荒这7大家族的后路已经被陈蛮他们封锁，可以动手了。黑金神甲队伍的最前列是此次带队的首脑，2名年轻人手中各执一柄金光璀璨的神枪，胯下骑着一只上古大凶，9面金狮。陈红目光如炬，剑眉星目，身旁的弟弟陈琼手握玉剪向他禀告道：从陈清河出事之后，陈家已经召集了族内强者前往西荒，此次带队的便是陈家4杰，乃是陈家当今最强的4位天骄。陈红扫视着下方的楚家，心中冷笑一声，看了眼玉简上的信息，开口道：少主说来，格杀勿论，告诉陈蛮，让他放开了手脚，如若让一个人跑掉，他就自己去少主那里领罪。是。陈琼领命而去。听好了，给我放开了手，见人就杀，不可遗漏任何一处。是。身后数百名强者齐声应和，气势如虹。这里面境界最低的都是涅槃起步，这等恐怖的实力足以横扫西荒。陈红作为带队的大圣强者，心中早已杀意涌动。区楚家，若不是1000年前曾经与我陈家的有份交情，予以他们一份婚约，又暗中相助，使他们达到了今日的鼎盛，不然以他们的资质，又怎么能攀得上我陈家少主？可笑的是，楚家狂妄自大，欲图攀上林家高枝。楚灵儿那个贱女人更是亲自来我陈家悔婚，让我长生陈家盟受屈辱，简直是辱人至极。今日诸位将士随我踏平西荒，扬我陈家神威！杀！杀！杀！一声声气势如虹的高喊响彻云霄，杀意如潮。咔嚓！一道长枪刺破云霄，撕裂夜空，以无匹之姿冲向楚家族地。轰隆！恐怖的威压人头皮发麻，大圣强者的蛮横一击，直接将楚家护族大阵轰然撕碎。楚家的长老子弟一个个怒目圆睁，惊惧地望向虚空之中那一道道气息强横的身影。怎么回事？何人胆敢冒犯我楚家？大圣强者！好多的大圣强者啊！楚家族地内大批涅槃强者冲天而起，朝着苍穹之上杀去。他们原本一个个怒目相视，准备出手镇压，可当看到陈红这位大圣强者以及身后的众多强者，顿时头皮发麻，面色苍白。陈红冷笑一声，恐怖的大圣威严瞬间弥漫而出。你是何人？一位楚家长老颤声问道。下一刻，砰！已经化作了一片血雾。砰！砰！砰！没有丝毫的犹豫，仅只是一个眼神，这些楚家的涅槃强者已经全部爆成了血雾。怎么回事？大圣强者好恐怖啊！长老们只是一个照面就死了。逃！快逃啊！陈红目光杀意涌动，冷笑一声：少主有令，一个不留。记住，不可放过任何一人，即使是怀中父子，也得赶尽杀绝。蚯蚓都得竖着切。数百道身影从天穹之上扑杀而下，恐怖的气势让得楚家子弟惊恐不已，犹如虎入羊群，肆意屠戮。楚淮南面色苍白，他此刻正在家族后山准备请出那位大圣老祖。老祖明鉴，陈家竟然不顾昔日情谊，对我楚家赶尽杀绝，还请老祖出山救家族于危难啊！10洞之内毫无消息。楚淮南此刻已是心急如焚，唯一的希望只有寄于这位家族老祖了。砰！石门炸裂，一道苍狼的身影猛然出现，冲天而起，带着无上威压，直接杀向了虚空之中督战的陈红。老不死，还敢反抗！陈红大喝一声，手持金枪，丝毫不惧，大圣威压爆发而出，周身元气暴涌，直接狂冲而去。作为陈家4杰之一，陈红的实力毋庸置疑，大圣9重巅峰修为，放眼长生仙族也是极为恐怖。2位大圣强者悍战在一起，恐怖的余威震的苍穹巨颤，天地崩碎。我楚家可不是随意任人拿捏的。楚家老祖愤恨出声怒吼，可陈红却懒得理会对方，下手越来越狠，手中金枪元气如潮，打得对方狼狈不已。楚家族地内已经杀声一片，无数楚家子弟哭嚎一片，陷入绝望之中，可任他们如何求饶，面对的只有无情的屠杀。这一幕在西荒各地不断上演，之前与楚家没有断绝来往的几大世家，均在此刻遭遇了陈家的攻势。无数大圣强者碎裂虚空，整个西荒天际不断杀声震天，鲜红的血水在天际飘散，西荒在今夜彻底陷入了陈家的阴影之中。噗！一道血水爆裂而出，染红天际。陈红提起楚家老祖的头颅，来到了楚淮南的面前。后者面色煞白，
如今颤颤巍巍地跪在地面。老狗，你自以为暗中勾结林家就可高枕无忧？哼，触怒我陈家威严，你楚家只有死路一条。楚淮南胆战心惊，看着那可老祖的头颅，如今已是面如死灰，但他心中还有一丝希望。不，你不能杀我！我女儿还在太行宫，还有我儿子，他可是林家的黑渊护卫。你不能杀！噗！陈红一拳轰出，楚淮南脑浆碎裂，瞬间惨死。他妈的，什么狗屁玩意！愣着干什么？将这楚家族的给我直接毁了！夜色如墨，圆月高悬，洁白的月光洒下，迷雾之中的仙山垂挂9天。蜿蜒曲折的山路之上，一道狼狈的身影踽踽独行。他发丝凌乱，衣衫不整，大片的雪白肌肤裸露在外，却毫无察觉。昔日那双坚毅灵气的眸子，此时满是落寞和悲伤。红唇边血水不断流淌而出，他却反复没有丝毫的察觉。楚灵儿道心毁了。面对今日的打击，一切都让他难以接受。看着陈清河那副高高在上的嘴脸，以及白灵素当时仗势欺人的蛮横姿态，一切是那么可笑。更让他悲伤的是灵儿公子等人的离开，以及师尊和宫门众人对于自己的抛弃。难道自己真的做错了吗？那婚约就不该毁吗？陈清河，他凭什么？他不过是仗着长生陈家的势力，在那里狐假虎威。与他相比，我楚灵儿差在了哪里？他凭什么？凭什么？还有白灵素那个贱人，仗势欺人的贱女人，早晚有一天，他一定会将今日的屈辱加倍还回去。即使遭遇着沉重的打击，但骄傲的楚灵儿内心深处还是觉得这一切都不是他的问题。悔婚又如何？长生仙族的婚约就不能毁吗？没有这个规矩，我出来绝不会后悔，绝对不会。夜色如墨，秋风渐起，少女向着太行宫的大殿走去。太行宫大殿，悠悠的蓝水晶散发着湛蓝的光泽，空荡荡的大殿之内只有一道道沉寂的低泣声。长生陈家已经出事，西荒那边收到消息，楚家和几大世家已经被灭了。凌晨吊儿郎当的躺在大殿之中的座椅上，双手轻抚着怀中的娇软身躯。若是旁人在此，一定会被眼前的一幕吓得目瞪口呆。怕什么？我就不信陈清河敢对你们这太行宫出手。凌晨冷笑一声，大手却没有停歇。此刻的他与平日里略有不同，妖异的眸子之中满是煞气，周身还有这一道道浓厚的黑雾飘散。哎，可怜我那好徒儿成了你的手中矛，不但没有落到好处，反而家破人亡。凌晨眉头一挑，听着怀中女子的哀叹，眼神怪异，随后轻笑一声，大手更加肆意。你这贱人平日里高高在上，一副清冷之姿，谁曾想暗地里竟会如此下贱。躺在男人怀中的莫染霜脸颊绯红，妩媚的白了对方一眼，打掉男人作怪的大手，恨恨道：去你的！那小妮子如今既然已是废棋一个，你打算怎么处置？凌晨心中早有安排，随意说道：那小贱人也算是立了大功，我也没打算他们楚家能够有什么作为，只是想试探一下陈家的底线和实力。他身具神木之躯，杀了可惜，可以为我双修之用。莫染霜闻言，脸色微僵，心里对于凌晨的做法有些不满。那小贱人有什么好的？你就这么想留在身边？虽然身为楚灵儿的师尊，平日对这位徒弟也是疼爱有加，但是这些都不过是表象而已，他可没有将楚灵儿放在心上。小贱人不过是他与凌晨的手中棋子而已，用完随手就扔的那种。那你说怎么办？凌晨抱紧怀中的丰满娇躯，贴在女人的耳畔轻声耳语，询问对方的意见。自然是杀了，以绝后患。莫染霜冷冷地说道，眼中闪过一抹杀意。让他活着只会碍眼，还不如直接杀了，省事。反正楚家已经没了，他孤家寡人一个，又没人在乎他，死了便死了。好，依你所言便是。凌晨虽然嘴上答应，内心不这么想。那楚灵儿怎么说都是个娇滴滴的大美人，就这么杀了，显然实在是有些可惜。倒不如到时候瞒着莫染霜玩够了再说。大殿外，绿衣女子娇躯颤抖，眸子中水雾氤氲，红唇紧咬着，面色惨白。不可能，不可能！灵儿公子和师尊不会害我，绝对不会的。怎么会这样？为什么会变成这样？都是骗人的，骗人的！殿外，楚灵儿已经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她今天受到的打击实在太大，简直难以想象。一向内心敬爱的师尊，居然会和自己心爱的男人苟且在一起，两人居然还密谋杀了自己。原来种种的一切都是他们计划好的，让自己退婚，惹怒陈家，逼迫陈家出手。种种的一切都是他们在幕后布局，而自己呢，不过是他们眼中可有可无的棋子。一瞬间，楚灵儿心碎了。可怕的事实让他难以接受，我好傻，竟然听信了他们的蛊惑。楚灵儿大脑一片空白，眼神空洞，宛如行尸走肉。谁？殿内的狗男女有所察觉，一瞬间冲了出来。看到楚灵儿失魂落魄的模样，
莫染霜美眸闪烁。灵儿，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快让师尊看看你有没有受伤。莫染霜微微一笑，就要上前搀扶。滚，滚开，别碰我！楚灵儿慌乱地向后退去，眼中满手惊恐。他不断后退，然而转身狂奔而去。贱人，哪里走？莫染霜冷笑一声，也懒得再装下去，恐怖的威严瞬间弥漫而出。大圣气息瞬间锁定了楚灵儿的身影，身躯刹那间便来到了楚灵儿的面前。一掌拍出，滔天的杀意在此刻爆发而出。面对自己这位爱徒，莫染霜没有丝毫的犹豫，直接想要一击必杀。既然你已经知道，那就只有死了。虚无掌印从天而降，滔天威势已经将楚灵儿笼罩在其中，死亡的气息近在咫尺。轰！大圣强者的全力一击简直难以想象，那恐怖的气势就足以让人惊惧万分。楚灵儿不过初入涅槃境，本就不敌，如今又身受重伤，面对这一掌，只有死路一条。他绝望地闭上了眼睛，脑海之中只有一个念头：死吧，死了就没事了。他恨，他悔，他恨自己的无知，被人玩弄在股掌之间。他后悔自己为什么愚蠢到毁掉与陈家的婚约。如果自己没有听信他们的蛊惑，如果自己没有毁掉与陈清河的婚约，一切会不会不一样？脑海之中宛如走马灯一般，陈清河在莲花大会之上万众追捧的傲视仙姿，那种自上而下的仙族气势，怎能不让人动心呢？再想想白灵素那种无脑的蠢女人都会贴上去，自己却将其拱手相送。呵呵，楚灵儿，你真是个傻瓜。死吧，死吧！绝望的双眼缓缓紧闭，悔恨的泪水在一瞬间夺眶而出。他后悔了，真的后悔了。砰！虚无掌印席卷而来，恐怖的威压在瞬间抵达，死亡的气息近在咫尺。轰！下一刻，耳边响起剧烈的爆炸声，楚灵儿的身躯一瞬间飞了出去。苏飞烟，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莫染霜大惊失色，美眸惊疑地看着眼前突然杀出来的女人。太清宫的大长老怎么会出现在这里？苏飞烟一手持剑，白袍飘飘，风姿傲世，丰腴的娇躯诱人至极，那熟媚冷艳的容颜上露出了一丝冷笑。想不到堂堂太清宫公主竟然会狠心对自己的爱徒下死手，啧，若不是我偶然经过，你的好徒儿就要生死道消了。苏飞烟秀眉皱起，她的确是偶然出现在这里的。莲花大会结束，她身为太清宫代表，自然是要在四宫之间游走，做好善后工作。谁曾想到，她刚刚抵达太行宫，就感应到了大圣出手的气息，只是万万没有想到，见到的会是这么一幕可怕的场景。堂堂太行宫公主竟然会对自己的爱徒圣女狠下杀手，这是我太清宫自己的家事，与你无关。莫染霜眼神忌惮，心中暗自盘算，看来今日绝对不能让苏飞烟离开了。他若是救走楚灵儿，那他与凌晨所作所为以及二人的幕后策划，定然便会公之于众。既然是家事，那我便先告辞了。瞄了眼一旁奄奄一息的楚灵儿，苏飞烟娇笑一声，娇躯瞬间消失在了原地。下一刻，他猛地出现在楚灵儿的面前，提起对方飞逃而去。可恶，你敢戏耍本宫！莫染霜心中焦急，看来今天无论如何都不能让这二人离去了。轰！周围天地之间元气猛然一震，恐怖的气势在这一刻到达了巅峰。莫染霜不敢有丝毫的留手，直接杀向了苏飞烟。苏飞烟不敢在此的停留，因为他发现了站在远处观望的林家二公子。再说此地可是太行宫，一旦自己与莫染霜交手，势必会惊动太行宫内的高手，到时候有嘴也说不清了。只好拉着楚灵儿不断飞掠躲避。可惜两人都是大圣强者，境界差距只在毫厘之间。有了楚灵儿的拖累，苏飞烟的速度根本无法与莫染霜相比。咔！一瞬间后背一阵发凉，苏飞烟下意识拔剑出手。叮！剑气纵横无匹，一剑劈出，数百道剑气纵横交错，瞬间搅碎了袭来的虚无掌印。莫染霜冷笑一声，双手交叠，手中变化繁杂无比。想走？没门！今日谁也救不了你。对于苏飞烟，莫染霜本就心存怨恨。四大宫门暗中争夺，早已是维系了千百年，恩怨由来已久。对于太清宫门人，莫染霜从来不给好脸色看。示意出手就是杀招，直接狠狠镇压而下。满天掌印一瞬间携带无匹的威势爆发而出的元气波动，足以碎裂虚空。这般可怕的攻击，将苏飞烟四周的退路已经全部封锁了。想留下我，你还不配！苏飞烟冷笑一下，秀眉蹙起，手中长剑发出一声清脆的颤鸣，眸子之中隐隐有着杀意浮现。熟媚的俏脸上满是凝重之色。叮！剑身轻颤，剑气缓缓在天地之间聚集，一道道横亘苍穹的可怕剑意也在此刻爆发而出。砰！二女没有丝毫的犹豫，同时出手攻向对方。同为大圣强者，对彼此都了解颇深，两人都在此刻使出了全力。轰！轰！
轰！可怕的威势席卷天地，剧烈的爆炸声瞬间响起，恐怖的余波波及万里，整个太行宫都是一震。两道身影在一刹那同时飞出，苏菲嫣眼眸寒霜，不见丝毫受伤的痕迹，反而抓起楚灵儿再度飞逃而去。别让他走，你还愣着干什么？莫染霜焦急不已，对着一旁冷眼旁观的凌晨吼道。凌晨一双妖异的眼睛闪过一抹金光，收起手中的一面绿色铜镜，嘴角涌现一抹邪笑。我说乾元镜怎会有所触动？原来苏长老还是天香之体啊，如此甚好，你就留下来成为本公子的炉鼎吧。天香之体，无上仙体之一，自身体内经脉充盈，乃是上号的双修炉鼎。苏菲嫣本就风韵诱人，熟媚冷艳，在莲花大会上就让凌晨眼前一亮，如今得知对方还是天香之体，绝佳的双修炉鼎之一，心中兴奋不已。砰！凌晨出手了，一瞬间周身元气暴涌而出，冲向虚空之中的苏菲嫣。不过他此刻眼角泄红，妖异的眸子之中还带着一丝邪气，周身更是黑雾笼罩，煞气弥漫。按理说以他乾坤镜的修为，面对眼前的大圣境界的苏菲嫣根本无法阻拦，可是他却毫无畏惧，脸上反而是兴奋不已的神色。天煞？你身上怎么会有天煞？苏菲嫣在见到凌晨周身的煞气，终于神色大变，熟媚冷艳的俏脸上带着一丝畏惧。天煞之气，那可是异域才会出现的东西，为何会在凌晨的身上出现？要知道，天煞之气对于他们这些修炼者可是有着天然的压制力，一旦接触到天煞之气，瞬间便会元气暴乱。咻！苏菲嫣不敢迟疑，一方面扔出一道迅剪，一方面飞速逃跑。咔！然而他刚刚扔出迅剪之后，一道擎天巨掌突兀地出现在了他的头顶。至尊出手了！苏菲嫣瞪大美眸，眼看着擎天巨掌向下压来。公子，这样不好吧？没事儿，没事儿。可是林素总觉得怪怪的。陈清河看着站在身前微微撩起衣裙展示修长双腿的白灵素，嘴角不由得扬起一抹邪笑。这是蚕丝所致吗？轻轻抚摸着双腿上的洁白蚕丝，白灵素冷艳的俏脸此时也是爬上了一朵红云。光是蚕丝也就算了，关键是玉足之上还踩着一双黑色红底的水晶高跟，这一套搭配怎么看都觉得有些艳俗了。白灵素虽然有些呆纳，但也知道男人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小癖好，只是没想到平日里正经沉着的陈公子也会这般。灵素，来公子怀里坐坐。陈清河招招手，有些恬不知耻的笑道。白灵素则是点点头。哒哒哒，寂静的大殿内，清冷的月光飘洒而下。白衣仙子身姿高挑，裙摆之下的蚕丝双腿皎洁如月，黑色水晶高跟轻轻敲打着光滑的地面，优雅的身姿缓缓而来。陈清河的目光紧紧盯着眼前的少女，不得不说，白灵素的姿容和这套搭配真的很惊艳。当初第一次见面，他就发现少女的双腿很是修长，这么好的美腿，不穿丝的话，实在是有些浪费了。闲暇时随手炼制了一套蚕丝腿袜，还有很多重，以后慢慢穿。公子，我听说你要去趟太素圣地。躺在陈清河的怀中，白灵素嗅着男人身上的气息，红扑扑的脸蛋微微低垂，那娇羞的模样与之前的肃杀相比，简直反差拉满。玩弄着少女的发丝，陈清河微微沉吟，点点头。太素圣地那边，我还有些事要处理一下。什么事？还要劳烦公子亲自去？白灵素歪着脑袋，呆呆问道。宠溺的刮了刮少女的穷鼻，陈清河没有丝毫的隐瞒，说道：太素圣地那边，雀丹阁向我陈家发出求援。圣丹大会即将开始，可雀丹阁内部却出现了一些问题。雀丹阁乃是我陈家附属，对于他们的问题，还是要着重考虑的。白灵素眸子眨了眨，嘟起红唇，罕见的撒娇道：那公子到时候能否为灵素索要一枚9品凝魂丹？怎么，你要突破乾坤镜了？陈清河倒是有些惊讶，不由探查起了少女体内的气息，没想到对方元气奔腾，丹田之内气海沉浮，显然是到了即将突破的境界。这不由让他对眼前的少女开始重新审视了起来。以白灵素的天资，突破乾坤镜倒是没有丝毫的问题，但关键在于他这突破的速度很快啊！以太清宫的底蕴，在这个年纪培养出一位乾坤镜的天骄，实在是匪夷所思。要知道，凌晨那家伙如今也不过是出入乾坤镜的实力而已，但他可是长生林家的二公子，底蕴和资源乃至仙族资质都不是白灵素所能够相比的。9品凝魂丹，白灵素美眸熠熠，看着陈清和陈莹的目光，小心脏不由得砰砰乱跳。这还是他第一次求男人。他即将突破乾坤镜，基础早已打牢坚固，若是靠自己突破，也是顺理成章的。但是若有一枚9品凝魂丹助力，那效果可就大不一样了。到时候神魂大成，对比同境界的乾坤镜强者，神魂之力可要强上不少。再说9品凝魂丹乃是世间珍品，
即使炼丹圣地雀丹阁想要炼制这么一枚，也是十分艰难的。这种珍贵之物，若是陈清河不愿意或是为难，那也是在情理之中。看着少女期待的神情，陈清河莞尔一笑。这么漂亮的女人，天生就是拿来疼爱的。区区9品凝魂丹怎能配得上灵素呢？到时候我亲自喂药一枚天品凝魂丹。9品为最，9品之上的丹药则是天地孕育，丹道圣灵。大圣强者面对这种诱惑也是难以自持。白灵素得到答应，却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强烈的兴奋，而是点点头，又摇摇头，随后纠结的说道：“灵素要9品的就可以了，天品有些太过珍贵了，不适合。多么好的女孩啊，这就是极品啊！”陈清河表面镇定，内心却乐开了花。这么好的女儿去哪找啊？横向对比，那4个小仙女简直是出生啊！不，陈清河忍不住对着红唇狠狠索取，随后在一段剧烈的喘息之后，才抬起头来。银丝在2人唇间相连，白灵素眨着美眸，大脑一片空白。我的好灵素，只有天品才配得上你。好不要脸！堂堂陈家少主也能说出这么肉麻的话。还有，灵素穿成那样成何体统啊？这2个人就不能回房里去？殿外，龙雪薇矗立云端，神魂探查着大殿之中的情况。看着殿内2人卿卿我我、脉脉含情的样子，内心不断吐槽：这大殿明明是他的地盘，现在倒好，成了2个年轻人调情的好地方了。真无语！看到爱徒腿上那道洁白的蚕丝和诱人的黑色高跟，龙雪薇面色微红，一向不苟言笑、冷若冰霜的她，此刻恨不得立马离开，可又忍不住留在这里偷偷观察。该死，该死！所谓的陈家少主也不过是个色痞。灵素，你应该阻止他啊！他都摸到哪了？你难道就这么任他索取吗？这个笨蛋徒弟，白白让人占了便宜。龙雪薇内心不断吐槽，可他貌似忘了一件事，这明明是陈清河与白灵素这对小年轻两情相悦，跟他有什么关系？咻！虚空之中突然一道玉简飞射而来，玉简速度极快，瞬间冲入大殿。陈清河正品尝着美人香咸，忽然右手凌空一爪，玉简迅速飞入他的手中，是大长老的玉简。白灵素擦了擦嘴角的咸液，红着俏脸说道。陈清河闻言毫不避讳地打开玉简，一幕幕在眼前浮现。墨染霜与苏飞烟的大战，以及最后凌晨出手的瞬间，这是煞气！一道惊呼在门口传来，龙雪微望着虚空浮现的画面，有些难以置信。看到师尊突兀的现身，白灵素吓得连忙从陈清河怀里挣扎着站起，低着脑袋。陈清河倒是脸皮厚，无所谓。的确是天煞之气，想不到这位灵儿公子身上竟然会有天煞之气，看来我得亲自去一趟了。天煞之气源自异域邪魔一族的产物，不但能够侵蚀修行者的元气，而且还会侵蚀天地万物。洪荒时期，数位大帝联手斩断异域空间，封锁天煞。没想到时隔万年，天煞之气又出现在了东玄域，是时候该出手了。陈清河喃喃道，眼中杀意涌现。暗室之内，灯火悠悠，铁链的碰撞声不断响起。苏飞烟努力挣扎着，可任凭他如何使劲，捆绑4肢的锁链却怎么都无法挣脱。苏长老，不用白费力气了，你丹田被我锁封，元气凝滞，如今的你不过是区区凡人之躯，想要挣脱我这锁神链，就是痴人说梦。坐在前方的墨染霜好整以暇地审视着被捆绑的女人，看着对方那白袍之下丰腴的娇躯，即使是身为女人，也不得不暗暗赞叹：天香之体果真熟媚，这样的美人儿当真是世间难有。面对墨染霜的嘲讽，苏飞烟俏脸寒霜，怒目而视。墨染霜，你这贱人，快放开我！你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吗？苏飞烟大声斥责，想要借助太清宫的威势让对方忌惮。可墨染霜却风轻云淡，红唇轻启，淡然道：后果？什么后果？出手拿你的乃是林家至尊，与我有何干系？锁链不断响起，苏飞烟娇躯扭动，却始终无法挣脱。渐渐的，他感觉体内热流涌动，燥热之感不断袭遍全身，熟媚冷艳的容颜之上，也在此刻爬上了一层红云。呼，红唇轻启，微微和气之间，浓厚的香气不断溢出。你对我做了什么？苏飞烟感觉意识开始一点点涣散，他心中惊惧，隐隐感到一丝害怕。呵呵，没什么。暗处，一身青衣的凌晨悄然浮现，他脸上挂着一丝邪笑，毫无顾忌地坐在墨染霜的身旁，拦着对方的腰肢。这一幕让苏飞烟更加震惊。你们？呵呵，苏长老不必震惊。凌晨打量着苏飞烟的娇躯，妖异的眸子之中，兽欲毫不掩饰。等会，你也会加入我们的？是不是感觉浑身燥热，气息萎靡，神志不清？我可是用了合欢宗的清风合欢散，乃是这世间最为淫邪的合欢春药啊！啧啧，
我已经忍不住想要欣赏天香肢体发情的表演了。哈哈！听了凌晨的一番话，苏飞烟面色一滞，心中焦急。可他如今已是待宰羔羊，完全没有逃脱的能力。想不到堂堂02公子竟是这般禽兽不如的混账，我苏飞烟就算是死，也绝不会臣服于你。苏飞烟娇斥道，可体内一阵阵异样让他的神智越发混乱。骂吧，骂吧，等会你就会自己爬过来，祈求我的宠幸。哈哈！凌晨一脸邪笑，状若癫狂，身上的天煞之气抑制不住的涌出。你这煞气实在难闻，就不能控制一下？凌晨摇摇头，对于这天煞之气的控制，他还没有完全把握。这天煞之气虽然威力强横，但却难以掌控，我有时也无法完全控制。苏飞烟眼神涣散，内心煎熬无比。合欢宗的合欢伞可是出了名的，威力十分强悍。若是平常，以他大圣修为，抵抗起来倒也不算难事。但如今修为被封，凡人躯体根本无力抵抗，药效迅猛，已经深入体内。回望四周，一旁的床榻上，身后重伤的楚灵儿还在昏迷之中。难道今日我真的就要失身于此了吗？哼！我虽然身具天香之体，却从未想过会有一天沦为他人炉鼎之物。就算死，也绝不能屈服。苏飞烟暗下决心，要是到时候一旦失智，沦为受欲之配，那他就算以身自爆，也绝不会屈服。身体一点点出现变化，他已经陷入了绝望之中。看来只有以身自爆了。他下定决心，体内丹田一阵剧颤，储存其中的元气开始不断膨胀。砰！突然暗室一阵摇晃，轰！紧接着屋顶直接被掀飞，凉风吹袭，抬头望去，夜色如墨。谁？凌晨满脸错愕，一旁的墨染霜也是震惊不已。直到二人看见了虚空之中矗立的身影，只觉得头皮发麻，寒意侵袭。陈清河，你怎会出现在此？凌晨怒目相视，大声呵斥。虚空之中，陈清河矗立苍穹，黑金衣袍被风吹得猎猎作响，脑后青丝飘荡，俊朗的面容透着一丝寒芒。他一眼便看到了被锁链束缚的苏长老，以及那个躺在床上昏迷不醒的楚灵儿。想不到你们这对狗男女还能玩到一块。凌晨一愣，完全不懂陈清河口中的盖饭是什么意思，不过此刻也懒得计较。陈清河，这里可不是你撒野的地方，我劝你少管闲事，不然。凌晨语气阴森，威胁道。昨日之辱在眼前不断浮现，那种耻辱和羞耻感让他几近疯狂。本事不大，口气不小。凌晨，你也配同我叫板？轰！陈清河懒得再废话。他娘的，老子什么实力啊？当时在莲花大会，老子已经忍你很久了，要不是碍于你凌家的脸面，早就把你废了。你什么实力？什么身份？老子堂堂至尊，跟你在这玩呢？轰隆隆！毫不犹豫，直接一掌拍下。天穹几经崩毁，恐怖的威严让这片天地都有些承受不住了。哼，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能耐。凌晨丝毫不惧，大家同为仙族天骄，你陈清河能强到哪去？老子乾坤境修为，再加上天煞之气的助力，还拿不下你？笑话！莲池大会的吃瘪不过是他隐忍而已，天煞之气不宜暴露。如今只有你我二人，小爷弄死你！乾坤伏魔掌！凌晨怒喝一声，周身元气在一瞬间提升到极致，周身神威流转，璀璨金光照耀天地。一道虚无巨掌从他身后升腾而起，范围之大，几乎遮天蔽日。金光熠熠生辉，但仔细看去，其中还夹杂着丝丝缕缕的天煞之气。找死！陈清河冷笑一声，抬手镇压。咔咔咔，一掌拍出，毫无花巧。虚空之中，空间却瞬间崩毁，片片碎裂，就连虚无的元气也在一瞬间被挤压碾碎。砰砰！紧接着，周围天地瞬间摇晃，大地开始不断颤抖。凌晨瞪大了眼睛，他只看到对方只是随后镇压，自己赖以成名的武学竟然瞬间崩毁。轰！天空之中空无一物，可那种恐怖的气息和死亡的威胁却让人头皮发麻。一旁的墨染霜美眸之中满是震惊，红唇大张，仿佛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至尊，师尊，公子这威势为什么如此恐怖？连空间虚无都能够瞬间碾碎，而且还没有武学的波动，这是怎么回事？云端之上，两道倩影。白灵素一脸震惊，被陈清河的展示出来的实力所震撼。龙雪薇摇摇头，无奈一叹：这就是长生仙族的少主啊！这等天资，这等实力，难怪长生仙族能够屹立万年，称霸一方大域，这就是人家的底气啊！傻孩子，你难道还察觉不出陈公子的气息吗？没有。白灵素摇摇头，眼神清澈。龙雪薇若有所思，说来他刚开始也没有查看出陈清河的实力以及至尊气息，
也是当时碰巧对方泄露了一丝至尊气息，被他正好感应到了。看来陈清河应该是动用了某种手段遮掩自己的真实实力。灵素，师尊当日的决断果然是对的。龙雪薇揉了揉爱徒的脑袋，郑重地说道：“即使你做了陈公子的妾室，也是你的父亲。”白灵素点点头，不明所以。但师尊说的肯定没错。傻孩子。看着爱徒懵懂的眼神，龙雪薇觉得自己当初对他是不是太过严苛了，以至于这孩子心性不全。少根筋，陈公子已经是至尊了。白灵素点点头，随后猛地瞪大美眸。啊，至尊？那公子会不会嫌弃我啊？龙雪薇果然缺根筋。陈公子，你莫要欺人太甚。凌晨身后，一尊发香降临，抬手一挥，将陈清河的攻击化解。想不到陈公子年纪轻轻已经踏入至尊，老朽活了数千年，也未曾见过如陈公子这般的绝世天骄。凌晨呆愣在原地，妖异的眸子之中满是不可置信。至尊，20岁的至尊，我尼玛，玩不起是吧？你墨染双俏脸惨白，盯着虚空之中的身影不住倒退。苏飞烟则是脸色酡红，神志已经不清了，只是对着那道霸气的身影不住傻笑。徐明，你我心知肚明。凌晨体内的天煞之气，你怎么说？陈清河眼中寒光四射，语气冷淡。天煞之气可是4大域的禁忌，任何人都不能容忍。尤其是身为长生仙族，镇压异域，剿灭天煞，那是他们的使命。然而，身为林家神子，却体内蕴养天煞之气，这可是大逆不道、触怒天道的大罪。陈公子这是哪里话？我家公子体内何来天煞？徐明语气淡漠。陈清河蹙起眉头，他隐隐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这老头有古怪。咔！就在这时，在他身后的空间忽然一阵扭曲，一道枯老的手掌猛地朝着他抓来。那阴森骇人的气势瞬间就破碎虚空，直接出现在了陈清河的身后。砰！陈清河早有防备，一拳轰出，天穹破碎，枯老的手掌也随之消融。这一击，陈清河毫无保留。不过他也是冷汗直流。这老头竟然悄无声息地摸到了自己身后，还毫无察觉。老牌至尊果然有些门道。呵呵，偷袭！你这老不死，好不要脸！陈清河冷笑一声，心中的怒火已经积聚到了顶点。杀了你，便没人知道今日之事。徐明发相发出阴森的冷笑，犹如鬼哭狼嚎，让人不寒而栗。你林家已有取死之道。陈清河也终于在此刻察觉到了发相之上的气息，同样是天煞之气。如此看来，林家已经堕入深渊了。大言不惭！徐明瞬间出手，身影直接踏碎虚空，恐怖的威压遮天蔽日，那股阴森的煞气在此刻毫无保留，全部爆发而出。砰！砰！砰！至尊大能的全力出手，简直骇人听闻。仅仅只是一击，天穹都被轰破了一道裂缝。陈清河丝毫不惧，周身燃起璀璨金光，在他身后道纹漂浮而出，眉心处一道神纹印记浮现。区区老狗也配在我面前大言不惭！金光大道直接扑到了徐明的面前，挑衅意味十足。轰！一瞬间，金轮流转，天崩在即。陈清河携带无上威压，爆裂杀来，双目之中寒光四射，杀意尽显。至尊之间，无需废话，手下见真章。徐明双眸凝重，陈家竟然出了一位少年至尊，这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陈清河的出现已经大乱了他们的布局，今日他必死。至尊之间的战斗何等恐怖，风暴肆虐，天穹崩塌，二人在虚空之中不断交战，激烈异常。噗！徐明身形一颤，狼狈飞掠了数万里，口中喷出一道血水，枯老的容颜瞬间苍白，脸上浮现出一丝错愕。抬头望去，陈清河金光璀璨，神威无上，已经杀了过来。在他手中，一道四方神气散发无尽地威，让人头皮发麻。地气，是地气！咔咔咔，空间都被搅得稀碎，这片苍穹快要承受不住二人的强大攻势。地气一出，天道在此刻都有些黯然失色。身为陈家少主，又是至尊强者，陈清河对于地气的使用已经出神入化。无上地气配合他体内的仙族血脉引发的威能，足以摧毁一方下域。至尊，给爷死！地爆天星！陈清河怒吼一声，狂暴的能量在这一刻全部爆发而出，至尊威能横扫天地。手中金光地气直接碾碎了苍穹，碾碎了大道。徐明急忙撕裂虚空，想要遁入天外天，逃离此处。可他刚一踏入，陈清河已经紧随其后。想逃？地气之威，你逃得掉吗？砰！砰！砰！无色神光闪烁，
隐隐有龙凤齐鸣，声声震撼苍穹。想要杀我，你还不配！徐明奋起神威，周身煞气流转，身为至尊，道法万千，自不可能一败涂地。深邃的眸子之中，杀意凛冽，枯老的手中浮现一道紫气神纹，紫气神纹绽放一道刺眼神光，随后飞射向陈清河。给我震！陈清河将这一击完全没有放在眼里，直接祭出地气，强大无匹的能量瞬间碾碎了那道紫色神纹，连一点点迟疑都没有。怎么可能？徐明大惊失色，那可是他动用本命道纹联合天煞之气所锻造的血魂，即使是强如至尊都难以抵挡。可在这家伙面前，怎么如此不堪一击？即使是手握地气，也不应该啊！呵呵，陈清河冷笑一声，他矗立天外天，长发飞扬，金光璀璨，宛如一尊无敌战神，浓郁的至尊气息几乎要囊括整片天外天。眸子之中杀意尽显，那股强大的自信姿态浑然天成。嗡！天外天一阵剧烈的抖动，空间裂缝之中不断有着混沌气体流出。徐明身躯佝偻，苍老的面容满是忌惮之色。在他周身，诡异的天煞之气不断蔓延，黑乌乌的一片。今日无论如何，老夫都要让你葬身于此。陈家小儿，你以为踏入至尊，手握地气就可与我叫板吗？当真以为老夫这千年至尊乃是泥塑的？徐明冷笑连连，一个初入至尊境界的毛头小子，不过是仗着手中地气之威，才能够勉强压制自己而已。哼，你不入至尊，见我如井底之蛙望明月；你入至尊，见我如一粒皮肤见青天。不知死活的家伙，老夫就让见识一下什么叫至尊！动！徐明突然出手，枯老的手掌之中，一道道诡异的天煞之气不断汇聚。呲啦啦！一道道雷电在天煞之中突然浮现。砰！大手一挥，雷海瞬间凝聚而成，电芒交织，雷蛇舞动。顷刻间已经蔓延天穹，朝着陈清河镇压而来。陈清河眉头蹙起，观那雷蛇舞动、雷霆交织的骇人景象，心中悚然一惊。这老头竟然使出了至尊雷霆！轰！急忙倒退身形，手中地气散发无上地威。既然你不知死活，老子就让你死个明白！斩神图！陈清河大喝一声，一手掷出地气，抵御不断镇压而来的雷霆，一手结印。嗡！双手之间猛地浮现一道金光璀璨的仙图，仙图出世的瞬间，立马旋转飞出，直接朝着徐明斩杀而去。呵！徐明暴喝一声，全力出手，周身天煞之气以一种十分诡异的姿态发疯一般，全部杀向陈清河。动！斩神图金光璀璨，神威近乎无敌。这种神级仙气沐浴大地气息，本身就是光明无上，面对天煞之气，直接就是狠狠镇压。至于那雷蛇交织，更是瞬间便被瓦解。啊！徐明发出一声惨叫，金光地威瞬间将他的一只手臂消融，一息之间，血肉与枯骨融化成了肉泥，随后彻底消散。不好，这小子手中的仙气竟然如此恐怖！徐明心中焦急，当即不再犹豫，撕裂身后虚空，就要逃离这处天外天。想跑，给爷死！陈清河自然不可能让对方在眼皮底下逃跑。嗡！地气发出一阵道鸣，无上之威瞬间爆发而出。啊！无尽威势直接囊括天外天，这等恐怖的攻击瞬间就将徐明震杀。可怜堂堂至尊，直到最后连声惨叫都发不出，就瞬间消弭在了这片天地。怎么回事？徐老还没出来？凌晨面色惨白，他早已没有心思待在这里。面对陈清河这位至尊天骄，唯一的念头就是逃。可他还是有些不死心，毕竟身边还有位至尊强者，以徐老的实力，应该是能够拿下陈清河的。凌晨心中不自觉地暗暗祈祷。咔咔，空间碎裂，一道身影从中踏出，浓烈的至尊气息瞬间让人呼吸一滞。凌晨瞪大了眼睛，死死瞧着那道身影。徐老，一定是徐老，怎么可能？徐老呢？这家伙没死，没死！凌晨内心几近崩溃，结果已经显而易见，可他仍是不愿相信眼前的一切。一位千年至尊没了，陈清河犹如一尊无敌战神，周身金光环绕，手中地气散发无上威严。凌晨，你与徐明身怀天煞，罪不容恕，杀尽诸天煞气，乃是先祖使命，亦是我等在世至尊之责。枉你身为先族后裔，竟然暗自勾结，与天煞同流。今日不杀你，我如何向四大狱交代？陈清河目光杀意十足，纵使凌晨身为先族林家的二公子，他今日也要替天行道。你不能杀我，陈清河，我林家可是先族，你没有那个胆量杀我的，你不能！凌晨面色惊恐，状若疯癫，面对陈清河这位至尊威压，内心已经彻底慌乱。
他想要借助家族威势让陈清河心生忌惮。不过这招并不管用，受死！砰！陈清河已经懒得废话，这种蝼蚁渣子面前没有必要多言，自己身为至尊，直接灭杀了就是。林家，老子可不惧！3位长老加上自己这位新晋至尊，陈家足足有4位至尊啊！这等实力，别说是在东玄域，就是放眼4大域以及中神州，都是横扫一切。可笑的是，这些蝼蚁却不知道他陈家之威，那就让他们好好见识一下陈家的底蕴吧。巨掌拍下，毫无花俏，有的仅仅是那无上威严的至尊之力。咔咔咔，苍穹碎裂，空间崩毁，整座太行宫都是不断颤抖，山门大阵根本无法抵挡，瞬间摧毁。不要！凌晨满脸不甘，内心已经崩溃了。咚！下一刻，天地寂静，凌晨连同身旁的墨染霜顷刻间消散在了这片天地之间。太行宫山门一半被毁，这还是陈清河故意为之，留了一手，不然若是全力出手，这太行宫的山门也要消散于这世间了。哒哒哒！闪开！快闪开！急报！急报！我要面见族长！长生玉，仙族林家。族地之内，一道身影横跨虚空，直接冲入了林家大殿。来人大圣气息却是满脸慌张。冲入大殿之后，面对那位威严十足的男子，这位大圣强者毫不犹豫地跪倒在地。家主，林二公子和徐明长老的长命牌碎了。林从身为林家祖堂的长老，今日却发现矗立祖堂之中的2道长命牌轰然碎裂。仔细一看，竟然是林二公子和徐明长老，这顿时让他惊出一身冷汗。要知道，徐明长老可是至尊大能啊！长命牌碎了，意味着主人本身已经彻底死绝了。一位至尊大能的陨落，对于仙族的打击不可谓不大。林笑然坐在家主之位，听到徐从的汇报之后，目光一滞。身为林家族长，他的身份何等尊崇，可在此刻竟然吓得直接起身。谁？是谁？马上给我查！一定是仙族所为！给我清查4大域和中神州所有仙族！林笑然满脸怒意，面如金纸。对于爱子的身死，他没有流露出一丝悲戚，反而有些惊慌。林晨和徐明的身死，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林家的秘密恐怕要瞒不住了，他必须要在消息扩散前将其扼杀。通知所有林家族人即刻返回族地，全族进入紧急戒备。林家那边已经陷入了慌乱之中，而一切的始作俑者陈清河此刻也陷入了头疼之中。太清宫内，幽冷的大殿之中，只有月光的余晖在微微闪烁。大殿之中，陈清河来回踱步，紧皱眉头，却完全没有头绪。一旁的白灵素呆呆地站在原地，有些不知所措。陈清河有些头疼，大长老苏飞烟已经被他们救了回来，但现在的问题是，对方身上中的乃是合欢宗的清风和欢散，这种闻名世间的淫毒，其毒力实在太过强大，单靠元气逼出体外根本无法做到。可眼下有没有解药，就算去合欢宗讨药，对方也未必愿意交出解药。要知道，这可是合欢宗的不传之秘，真要人家乖乖奉上解药，除非将整个合欢宗打服。很显然，这就有点不切实际了。公子不用着急，师尊一定会有办法的。白灵素呆呆地站在一旁，一双玉手交叠在一起，此刻的他也有点手足无措。大长老身中淫毒，他也无能为力，只能内心暗暗祈祷，希望对方平安度过。陈清河目光游移在一旁的偏殿之中，透过纱帘，里面2道身影若隐若现，可以隐约看出龙雪薇正在施法帮助苏飞烟逼出体内的淫毒。希望苏长老能够渡过难关吧。陈清河叹了口气，只能将希望寄予在龙雪薇的身上。这女人活了几百年，见多识广，又是龙族中人，相比应该是有办法的。叹了口气，陈清河走出大殿，望着夜空之中的圆月，心情有些出奇的差。刚刚经历一番大战，面对凌晨和徐明的身份，他还是有些顾忌的，但有些事却不得不做。只是想必以后林家恐怕不会善罢甘休吧，而且林家绝对隐瞒了某些东西。陈清河的身旁虚空一阵扭动，莫名的身影悄然浮现，他半跪在地，等待着少主的吩咐。陈清河右手一招，一道金光闪过，手中多了一道卷轴。一切事由他老人家定夺。陈清河觉得还是得由大长老出面来解决此事。他目前出世不久，对仙族以及大域之中的很多事和人还不太熟悉。再说，这种牵扯到长生仙族的大事，必须要由几大长老来商议。莫名双手托起卷轴，随后悄悄退入虚空之中。公子是在担忧林家为此事动怒吗？都怪我们不好，惊动了公子。若是林家发怒，就将一切怒火发泄在我太清宫身上吧，千万不要波及到公子的身上。白灵素悄悄出现在陈清河的身后，俏丽的娇躯在月光下犹如仙子凌晨。月色装点之下，
白色的衣裙透着淡淡的荧光，一双修长的大腿若隐若现。黑色的高跟鞋将少女本就高挑的身姿衬得更加纤细，那优雅的娇躯简直是上天的造物。清丽的容颜此刻微微皱眉，红唇嘟起，实在是我见犹怜。陈清河目光打量着眼前的少女，嘴角上扬，走上前拉起少女的一只玉手，细细抹撒。灵素，这些话从你的嘴中说出，是不是有点奇怪啊？白灵素一怔，连忙摇摇脑袋。公子，这都是灵素的话还未说出口，娇艳的红唇就被眼前的男人狠狠堵住。一瞬间，白灵素本就空空的大脑彻底失去了知觉，但好在少女心性还在，她有些慌乱的闭上了眼睛，小心脏砰砰砰的跳个不停。良久，知道少女眼神迷恋，都有些喘不过气了，陈清河才离开那道娇艳的红唇。白灵素娇羞的趴在陈清河的怀中，娇软的耳畔传来一道热气，陈清河的声音在耳边响起：“你师尊还看着呢。”白灵素一愣，慌忙从陈清河的怀中逃了出来，转身看到身后的师尊正死死的盯着自己。霎时间，少女的脸色直接变成了红苹果，慌不择路的逃离了此处。少女头也不回的逃离，心中羞耻到了极致。龙公主，我脸上有花吗？陈清河率先打破了沉默。虽然他脸皮已经够厚了，但还是有些招架不住。陈公子好生潇洒，只怕我那徒儿已经逃不脱你的魔爪了。龙雪薇语气平淡，声音清冷，毫无波澜。就算目睹了爱徒一番香艳的表演，但他似乎毫无波澜。呵呵，龙公主过誉了。陈清河坦然一笑，请随我来。二人一言不发，来到了偏殿之中。一进入偏殿，便感觉温度直线上升，炽热的灼烧感在偏殿之中浓郁不散。空气之中还有一股淡淡香气。苏长老体内的毒如何了？看着纱帘之后躺在床榻上的背影，陈清河眉头皱起。隐约间，他感觉对方体内的淫毒并没有解除，纵使是我，如今也是无能为力。龙雪薇摇摇头，语气有些颤抖，白嫩的容颜忽然闪过一道红霞。我？陈清河一愣，怎么还得靠自己啊？当初刚救回来，他就已经出手试过了，可惜淫毒入体太深，这种毒他又没有研习过，即使身为至尊，也束手无策。今日飞烟体内之毒，只能靠陈公子你来解了。看着躺在床榻上神色痛苦的苏飞烟，龙雪薇将对方视为自己多年的姐妹，自然眼睁睁不能看着对方苦受煎熬。最终毒素发作，香消玉殒。咬咬牙，龙雪薇猛地探出玉手，身躯滚落在了床榻之上。等等，龙公主，苏长身上的毒我也不会解啊。陈清河刚要开口解释，下一刻一道火热的娇躯已经贴了上来，将他紧紧缠绕。这是……陈清河正要挣扎，却感觉浑身一阵酥软，大脑也在此刻有些浑浊。更可怕的是，他的体内一阵燥热，热血直冲头顶。你竟敢对我下药！砰！周身元气暴涨，即使身上的衣衫已经被趴在身后的女人撕毁，但陈清河那股霸道之气还是让人不寒而栗。青丝飞舞，面容冷峻，陈清河瞬移到了龙雪薇的面前，直接一手掐住了这女人的脖子。公子，公子！身后苏飞烟的娇躯趴在后背，双手胡乱的抓挠着，显然已经陷入了疯狂。陈清河也不好受，浑身不断的传来燥热之感，大脑之中也开始出现了一道道不忍直视的画面。这是唯一救飞烟的办法，只能由陈公子你来帮他了。纵使被男人掐住脖子，狂暴的顶撞在柱子上，龙雪薇的脸上却还是十分镇定，甚至毫无波澜。冷酷的容颜之上，秀眉皱起，艰难的说道。陈清河眼神游移，目光之中的杀意渐渐收敛。这个疯女人竟然将苏飞烟体内提取而出的一丝淫毒，在一瞬间洒在了自己的身上。这女人真是个疯子，她就不怕自己震怒之下杀了她吗？看着女人毫无波澜，甚至有些冷酷的绝美容颜，陈清河只能悻悻收手。啪！龙雪薇丰满的娇躯跌落在地上，脸色苍白，不断喘息着。不过那双白瞳之中却闪过一丝狠厉。300年来，还从未有人敢像陈清河这般对她动手动脚。这个仇，他龙雪薇记下了。呵呵，看来如今想要解毒，也只有阴阳双合了。不得不说，龙公主还真是大度。陈清河冷笑一声，自己现在可是白灵素名义上的夫君了。龙雪薇倒好，还把自己亲手往别的女人身上推，这样的师尊，这世上还真是少见。龙雪薇默然不语，她知道这样做可能对不起爱徒白灵素，但当她目光接触到苏飞烟那痛苦的神情，只能狠下心来。陈清河看着趴在地上表情复杂默然不语的龙雪薇，当即不再理会这女人，他以后还得提防着点，免得在阴沟里翻船。反手将身后的苏飞烟抱入怀中，火热的娇躯立马迫不及待地缠了上来。苏飞烟俏脸绯红，神志不清，熟媚的绝美容颜早已没有了昔日高傲冷艳的姿态，
取而代之的是魅惑入骨的销魂祈求。火热的红唇不断的落在陈清河的脸上。好吧，也不算亏。陈清河想着，抱着怀中的女人回到了床榻上。你是要看现场直播吗？他猛地转头，只见龙雪薇还站在殿中，白色瞳孔紧紧盯着自己。龙雪薇一愣，后知后觉，狠狠剜了对方一眼，红唇一撇，飞速逃离了大殿。什么陈家少主，不过是一个没长大的毛头小子而已，也敢在本座面前摆谱。翌日一大早，白灵素便来到偏殿探望苏长老，心中一直担忧大长老的淫毒，白灵素早早就赶来探望。来到偏殿的门口，直接飘然而入。公子，映入眼帘的情景让他有些发懵。白灵素眨眨美眸，表情疑惑地掀开纱帘。原本躺在此处的苏长老已经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反而是陈公子。公子怎么在这里躺着？苏长老呢？白灵素靠近床榻，看着整个身体都抱在被子之中，只探出一个脑袋的陈清河疑惑地问道：苏长老昨夜已经恢复好了，现在多半是在他的洞府之中吧？我只是感觉有些疲惫，便在这里躺了一会儿。陈清河脸色尴尬，但还是强作镇定，笑着道。不过仔细看去，他的神色一直都在紧绷着。哦，那我去看望一下大长老。白灵素若有所思的点点头，眼神游移的落在陈清河身上盖着的被子那里，高高鼓起一处。灵素快去看看吧，苏长老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陈清河微笑着说道。白灵素点点头，最终移开目光，转身离去。唰！白灵素飞出殿外之后，陈清河身上的被子猛地飞起。都怪你，大白天还不老实。一道雪白的娇躯瞬间飞出，抓起扔在床榻后的衣裙披在了身上。苏飞烟面色绯红，伸手擦了擦嘴角，熟媚的容颜闪过一丝娇羞，最后狠狠瞪了陈清河一眼，连忙逃离了大殿。陈清河则是悠哉悠哉地披上了衣衫，踱步来到大殿外。初升的朝阳紫气氤氲，清爽的空气让人恍然一新。大殿矗立在太清宫最高的清峰之上，站在殿门前，一眼望去，这座太清宫仿佛都匍匐在了他的脚下。一览众山小，龙公主总是喜欢悄悄摸摸的出现吗？陈清河转头，不知何时，龙雪薇的身影出现在了身旁。本座还不需要向陈公子汇报吧？龙雪薇表情淡漠，语气冷淡，目光遥望着远处的仙山洞府。呵，陈清河轻笑一声，感觉这女人应该是到了更年期了吧，神经兮兮的，懒得跟她计较。怎么样，考虑清楚了吗？话锋一转，陈清河聊起了正事。龙雪薇身份特殊，她这条线陈清河还是极为重视的，这也是他赖在这里不走的原因。龙雪薇波澜不惊，容颜冷淡，白色的眸子瞥了眼身旁的男子，语气冷淡道：本座不愿也不想参与你们长生仙族的破事之中。听到龙雪薇的回答，陈清河倒是不意外，这女人的心思谁都猜不透，可却又很好猜。作为东海龙族一脉的公主，却在外游历，一直不肯回去，即便已经做到了太清宫公主的位子，也依旧不愿到东海一关，可见她的决心倒是有些棘手。只要你点头，我便可助你重登宝座。陈清河转身看着女人的容颜，轻笑道。他给的诚意很足，就看对方到底动不动心了。龙族500年前发生巨变，内部残杀，混乱不堪，最终导致龙族彻底衰落。不过那都是陈年往事了。如今为了应对凤族的崛起以及打压风嫣然那个贱人，扶植龙族崛起无疑是最好的办法。而眼下龙雪薇是最合适的，作为白龙一族的公主，她的身份、地位乃至实力都是最佳的人选。哼，说的冠冕堂皇，你们这些长生仙族自诩高高在上，俯瞰世间，好似这4大域、中神州都是你们手中之物。且不闻万世天骄层出不穷，百族争鸣，世事迁移。陈清河，不要将你那所谓的身份压在本座的身上，你还不配。入世300年，昔日叱咤东海的白龙真君，又岂是须臾尾蛇低头腐主之人？威名赫赫威震东玄域，白龙真君的名号可不是浪得虚名的。死在龙雪薇手中的大佬，100年来不知凡几，身份尊崇，作为4大公之一的太清宫公主，她可不是能够轻易拿捏的。听到龙雪薇的霸气冷语，陈清河倒是没有发怒。果然，什么样师尊便能教出什么样的徒弟。白灵素能有那性子，龙雪薇功不可没。这女人也是有点意思，有家不回，非要在东玄域闯荡，还真让她做到了太清宫公主的位置。想必其中应该是有些隐情的，只是看她这样子，貌似对于东海龙族很是排斥啊，有点棘手啊。陈清河还是觉得应该好好劝劝她，毕竟也只有她才能成事，也好控制一些。龙公主何必这么说呢？你贵为龙族公主，如今龙族衰落，凤族鼎盛在即，如今凤族与万兽国强联合，锋芒毕露，一时间大有一统东玄妖族之势。要是真让他们得逞了，你们龙族以后处境恐怕会更加艰难了吧？不要忘了，
1000年前凤族的落世，你们龙族可是出了不少力，难道真以为那些老东西忘了吗？陈清河唇舌善诱，言简意赅，剖析着龙族当下和未来的处境。诚如他所言，龙族衰落已经不可挽回。要知道，昔日龙族一统东海，威严妖族，那时建木的凤族已经万兽国都，只能匍匐在龙族的脚下，那等浩日神威，何等耀眼！当初龙族在妖族一脉的威势，无人敢触及锋芒。而现在呢？堂堂东海龙族四分五裂，别说与凤族争锋，就连自己的东海都快要四分五裂了。内部蛟龙一脉崛起，正统龙族都快要被架空了，古龙一族更是死的死，作画的作画，正统一脉也就只剩个白龙一族了。可白龙一族如今也挑不起大梁啊，反倒是4大蛟龙一脉迅速在东海吞并地盘，恐怕再过个100年，正统龙族就要彻底失势，以后的东海则是蛟龙一族统领了。内部四分五裂也就算了，更关键的是，与龙族有着血海深仇的凤族，则是彻底在剑幕崛起，大有重回昔日鼎盛的姿态。风嫣然那女人赶来陈家退婚，一方面仗着凤族锋芒，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已与万兽国结盟。这2大妖族强联合，势必是要一统东玄妖族的。到时候你们龙族怎么办？人家凤族早就已经磨刀霍霍了，巴不得把你们龙族抽筋扒皮。再加上万兽国的鲲鹏一脉和金翅大鹏这2支强族，到时候你龙族可就是人家砧板上的鱼肉啊！若是真要按照这个趋势走下去，不出100年，你龙族可就要从这世上除名了。你急不急？我比你都急啊！陈清河之所以急，也是惧怕风嫣然那边崛起太快，到时候触及到了陈家利益，那他们也不好对付了。所以龙族这边便是他押宝的关键。以陈家现在的实力，想要灭掉凤族与万兽国，那是轻而易举。但这样做势必会遭到百族的唾骂，甚至可能引来其他长生仙族的不满，这样可不行。所以最好是让妖族内部各方掣肘，让他们内斗，不断消耗对方。至于他陈家，就可以在后方安枕无忧的坐收渔翁之利了，岂不美哉？龙雪薇轻蔑一笑，白色的眸子之中没有丝毫神采，白色发丝被清风吹拂，一身莲花白丝衣袍飘摇不定。丰腴的娇躯站在那里，仿佛是一尊冷看世间的无上仙尊。说完了，说完了就可以滚了。冷冷丢下一句，龙雪薇拂袖离去。对于龙族所谓的死活，他才懒得去管，要死就死，这与他何干？灭族了最好，那样他心里反而会有些欣喜。龙雪薇不知道自己会不会高兴，但绝对不会悲伤。谁说作为龙族公主就一定要为龙族付出？我龙雪薇从来不欠龙族的。可笑的是，世人皆知我是白龙真君，却忘了我还是太清宫的公主啊！我坐镇太清宫也有100年，龙族早就和我不相干了，太清宫才是我家。心中莫名有些苦涩，那种苦涩渐渐化为痛苦。傲立云巅的仙子娇躯不由一颤，绝美的冷酷容颜突然秀眉一蹙，有种渲然欲泣的碎裂感。哼，龙族昔日是如何对我的？可有人知道？你们这些家伙口口声声称我为龙族公主，难道不知道我曾经在龙族遭受的种种吗？什么狗屁至尊！陈清河，枉我之前对你还刮目相看，觉得你日后必是人中龙凤，如此看来，你也不过是与那些昏头的老不死一个德行。可恨我还将灵素亲手推入你的怀中，甚至还将飞烟送到你的嘴里，我龙雪薇当真是瞎了眼。龙雪薇不知为何，心中开始不断的埋怨起了那个比自己小得多、小得多，甚至足以当自己小辈的男子。回想起那家伙的轻笑，心里就是一阵难受。男人都是一个德行，谁能想到冷酷无情、杀人如麻的白龙真君竟然会对一个男人心中怨恨啊！陈清河摊了摊手，得，本来想刺激一下激将对方的，没想到刺激过头了。这女人当初的一些事，他从大长老那略有耳闻，只是没想到对方的情绪如此大。不行，我得去哄哄她。一位龙族大圣强者，这种人物是要一定拉拢的。一步踏出，瞬间来到了龙雪薇的云辇之上。龙公主，你听我说，你有什么条件可以尽管提出来，在下一定不会推辞。只要你点头，曾经那些龙族的大佬，我也可以为你杀的。陈清河只能拉下脸，但看到龙雪薇背对着自己，还是不为所动。他害怕这女人刺激太大，到时候一点谈判的机会都不给自己。立马伸出手，想要拉住她。莲花白丝衣袖下，一只玉手冰冰凉凉。滚开！本座不稀罕你的好心。龙雪薇侧过脸，一甩衣袖，脸上露出一丝怒容。这还是她第一次这么激动，平日里无论遇到多严重的事，可都是波澜不惊，面无表情的。一掌拍出，直接将云辇上的陈清河打飞了下去，随后头也不回的向着洞府而去。这个疯女人！要不是看在灵素的面子上，我早就把她揉了揉疼痛的前胸。陈清河狼狈的从地上爬起，只能眼睁睁的目送对方离去。算了，这事儿还等从长计议，不能太心急。凤族和万兽国那边估计短期是没什么风浪的。
这边处理的已经差不多了，西荒楚家是彻底被灭了，楚灵儿这边的事已经解决，下一个就是蓝雪莹了。正好雀丹阁求助在即，圣诞大会就要开启了，正好顺手解决了这个贱人。来到大殿之中坐下，陈清河开始谋划太素圣地的事。说来太素圣地也是宗门林立，道统众多，但里面也就无非是5大丹宗掌权。蓝雪莹便是出身于如今声势最盛的圣丹门。至于附属陈家的雀丹阁，100年来倒是声势低落，虽然仍旧矗立5大丹门之中，但势力却越来越衰落了。这也怪不了雀丹阁，毕竟圣丹门的崛起，几百年前也是陈家几位老祖在暗中助力，雀丹阁也不得不看陈家的脸色让步。结果圣丹门锋芒毕露，直接将雀丹阁的资源吞并了大半，一举在5大丹门之中做到首位。可惜几百年来养了个白眼狼出来，估计雀丹阁对于陈家也是颇有怨言的。陈清河也是纳闷，老祖们当初的眼光还真就是不咋地啊，竟给自己找这种奇葩。雀丹阁这么忠心耿耿的你们不找，非要去找圣丹门搞婚约，现在好了，破事全都拦在自己身上，他们几个老祖倒是一个个闭关去了。哒哒，大殿内突然响起一道声音，陈清河闻声望去，神色玩味。楚灵儿终于从昏迷之中苏醒，身上的伤势也在昨夜被修复了一番，只是他如今的修为已经一落千丈，丹田更是被莫染霜一掌拍碎。不得不赞叹，莫染霜那女人下手是真的狠啊，干得漂亮。楚灵儿刚刚苏醒，还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拖着疲惫的身子在大殿内四处游荡。抬头一看，这才发现了坐在上首的陈清河。他面色惨白，昔日骄傲的容颜上此刻满是疲惫，看到陈清河那冷笑的神色，不禁低下头来。他恨自己的无知，当初就不该去陈家悔婚啊，被人当棋子玩弄，惹怒陈家威严，致使家族被灭，自己也成了丧家之犬。可笑！楚灵儿嗫嚅地张了张唇，想要说些什么，却没有发出一丝声音。他后悔了，可世上没有后悔药。那个在他眼中不过是仗着仙族身份的陈家少主，如今是那么高尚尊贵。至于自己一直心爱的灵儿公子，反而将自己当做一件随意使用的棋子和工具。可笑他当时还幻想着加入林家，双宿双飞。哼！楚灵儿2只手紧紧握拳，指甲已经刺入了血肉，鲜艳的血滴不断滴落，可他仿佛没有丝毫的察觉。还有那个不要脸的师尊，枉我对他尊爱有加，那个女人竟然一直都在利用自己。那双灵动的眸子早已没了神采，里面只是无尽的恨意和悔恨。后悔了，可世上没有后悔药吃啊！你可以走了。陈清河看着少女低头不语的模样，忍不住出声说道：这女人在这里实在有些碍眼，至于报复她什么的，还是算了吧，反正她如今已经是废人一个。楚家被自己灭了，太行宫也已经被毁，她丹田受损，日后也只能苟延残喘了，还有报复的必要吗？没有了，这种女人就任由她自生自灭吧，杀了她就太掉自己的逼格了，以后的路还长，该吃的苦她一个都不会落下。楚灵儿抬头，目光复杂的看了眼高高在上的陈清河，那个他曾经不屑的男人，如今自己却已经高攀不起，没有机会了。原本他可以风风光光的嫁进陈家的，都是他亲手断送了自己的路。楚灵儿知道自己留在这里没有意义，深深看了眼那道身影，低着头说道：谢谢，随后转身离去。他已经心死了，今后只能自生自灭。看着少女离开了大殿，陈清河这才收回了目光，嗤笑一声。这才是第一个，还有4个贱人，不急一个一个来，他们一个都不逃不掉。虚空一阵扭曲，莫名的身影再度出现。咱们该启程了，去太素圣的看看吧。既然这边的事已经解决，那也没有停留在此的必要了，先去太素圣地那边看看雀丹阁的状况。貌似传讯之中，雀丹阁好像出了大问题，这可不能轻视，毕竟是陈家附属，还是要格外关切的。少主，太素圣地那边如今有些混乱，据暗探汇报，雀丹阁内部不稳，几大丹门好像要在圣丹大会上集火发难。莫名低声禀报道：为了什么？陈清河皱眉，问出了事件所在。雀丹阁身为丹门魁首，一直守护神皇鼎，其他几大丹门发难，为的就是神皇鼎的归属。神皇鼎，陈清河对这件法器貌似有点印象。上古时期，一尊伪帝的法器，在大战之中，那位伪帝身死道消，这尊法器倒是遗留了下来，成为了太素圣地的圣物。各方势力当时为此争夺不休，最终5大丹门联手，才将这尊法器保留在了太素圣地。伪帝法器相较于帝兵还有些差距，但其威势却也是足以达到毁天灭地。5大丹门之中推举了当时实力鼎盛的雀丹阁来守护这尊法器。不过时过境迁，雀丹阁如今威严不在，圣丹门崛起在即，几大丹门有意重新获取这尊伪帝法器的执掌权。陈清河略一思索，便明白了其中的厉害。归根结底，还是那尊伪帝法器的诱惑太大。既然雀丹阁如今不行了，就该乖乖一手。不过
这些丹门似乎忘了，却丹阁的背后可是他陈家。昔日陈家避世也就算了，如今陈家出事，这却丹阁和伪帝法器，他们竟然还敢染指，当真是不知死活。让陈红率领人马先去太素圣地那边待命，告诉他别丢了我陈家神威。陈清河眼中寒光四射，既然太素圣地那些丹门一个个都不听话，那就只能狠狠地镇压一番了。轰隆隆，天穹之上乌云滚滚，恐怖的威压在天地之间回荡，一道道气息强横的身影在云端之间若隐若现。太素圣地彻底轰动，各大丹门强者一个个心惊胆战，望着天穹之上的一道道恐怖气息，简直肝胆欲裂。那是长生陈家的护卫，陈家，长生陈家莅临太素圣地了。如今圣丹大会开启在即，长生陈家来此，难道是为了却丹阁？一道道惊疑的声音响起，各大丹门的强者遥望着那对气势恢宏的卫队，心中不由得悚然一惊。若是长生陈家来此是为却丹阁撑腰，那他们的计划可就要落空了。却丹阁仙门大开，众多长老全部出来迎接即将到来的大人物。在众人最前方，一位风姿玉润的美妇排众而出。美妇一身蓝色流水宫裙，胸前饱满如玉，肌肤如雪，青丝盘旋在脑后，有一根金钗插着，清丽的容颜不苟言笑，眼眸低垂，静静等候。轰！天际之上，陈家卫队缓缓落下，陈红一马当先来到了众人面前。我奉少主之命前来却丹阁巡视，还请诸位准备妥当，少主不日便会莅临。陈红语气平淡，看着眼前的美妇说道。慕云舒闻言秀眉蹙起，自己心心念念的陈家少主竟然还没有到来，顿时感觉有些沮丧。但好在那位陈家少主不日就到，倒也不用担心了。仙族大驾光临，我却丹阁不胜荣幸。慕云舒作为阁主，自是有番实力，绝美的容颜上挂起笑容，很是大方的说道。美妇气质绝伦，举手投足之间都有股神女之韵，妖娆丰腴的娇躯宛如熟透的水蜜桃，成熟的气质让人不由刮目相看。陈红只是冷淡的点点头，在众人的迎接之下进入大殿之中。我听文丹阁最近遇到了麻烦，陈红谨记少主的吩咐，只要却丹阁的要求不是太过分，他都会尽力满足。慕云舒闻言，脸上露出一丝苦笑。如今却丹阁外忧内患，很多事都难以轻易解决，倒是有一件事需要陈统领相助。哦，何事？陈红顿时来了兴趣，立马追问道。慕云舒瞥了眼一旁的几位长老，心里冷笑一声。近日经过我丹阁几位长老商议，丹阁准备重新选举阁主。慕云舒此话一出，同行的几位长老顿时变色。这女人竟然在这个时候提这件事，可笑！却丹阁阁主之位乃是推举而出，就算陈家也无权插手。却丹阁近些年来衰落严重，如今已经到了极为危险的地步。再加上圣丹大会快要开启了，可面对圣丹门引领的一众丹门，却丹阁此次恐怕难以有所作为，只怕到时候地气就要拱手让人了。以上种种自然是要有人出面对的。此女并非是却丹阁一脉相承，而是100年前上一任阁主在外界收下的，在丹阁之中没有什么势力，也没有几位亲信，本就看这女人不爽了，这次正好借题发挥。慕云舒自然不会乖乖交权，这些老东西不过是尸位素餐，对丹阁毫无作为，仗着资历挥霍资源，但自己独木难支，根本无法抗衡，所以才求援陈家的帮助。重新选举阁主。陈红一愣，随后面色冰冷，目光阴沉地扫视着5位长老。圣丹大会就要开启，如此时刻临阵换将，还是丹阁阁主？陈红语气严肃，面色严峻，这件事非同小可。一旦却丹阁在此次圣丹大会之中输了比赛，那到时候地气一手，那可就糟了。几位长老面面相觑，脸色煞白。面对陈红那恐怖的气势和威严，几人一时间如坠冰窖。陈统领息怒，正是因为圣丹大会事关重大，自然是需要一位能够稳住大局的强人坐镇。依我等看来，慕云舒显然是没有这个能力。陈红看着眼前的老头，不由嗤笑一声，这老家伙看来是没把自己刚才的话放在眼里。这件事还轮不到你们定夺，更换阁主事关重大，需要少主出面主持，尔等若是想私下解决，可想过后果？陈红语气越发冷峻，在他看来，却丹阁不过是陈家附属，自然任何事都要经过少主的点头。在场几位长老神色变化，不是，我却丹阁内部的事，你陈家都要插手不成？什么时候丹阁私事都要你陈家的首肯了？你们陈家未免有些仗势欺人了吧？陈统领，你要明白，我丹阁的私事，陈家是没有资格插手的。这规矩几百年来，大家都心照不宣，虽是附属，但却丹阁内部自治，你陈家是没有资格插手。怎么？你们是想要毁了双方的规矩吗？放肆！作为附属，尔等是没有资格质疑我陈家的。陈红彻底怒了，真是给这些家伙脸了。你一个附属丹阁，
也敢跟我陈家讨价还价了，还大言不惭的说什么私事，自治！我去你妈的！作为附属就要有附属的觉悟，陈统领是要仗势欺人吗？这规矩自古便有，你陈家是要撕毁约定吗？我阙丹阁虽然是你陈家附属，可也不是什么阿猫阿狗，任你们随意玩弄驱使的。大长老也是冷言相对，他可是丹阁老宿了，自开宗立派便守护丹阁，当年的事还历历在目，陈家老祖的许诺可是有凭有据的。阙丹阁虽为附属，但陈家是不能插手丹阁内部之事的，这可是你们陈家老祖当年的承诺，你们难道不认账了？哼，我看你们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我再说一遍，尔等作为陈家附属，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陈红大手一挥，天穹之上矗立的卫队立马呼啦啦的围拢了过来，将这些年全部包围。什么狗屁承诺，真是给你们脸了！做狗的也敢在主人面前放肆，找死！场面一时间剑拔弩张，一众阙丹阁的强者们面色凝重。陈家卫队这边也是气势汹汹，只要陈红一声令下，他们立马就会出手。陈红胸有成竹，少主当时特地吩咐要自己敲打一下阙丹阁这些老家伙，没想到自己还没发难，这老东西倒是自己起脸了。那还等什么？当然是按照少主的吩咐，狠狠镇压了。尔等这么做，未免把阙丹阁太不放在眼里了。陈红，你是要撕毁陈家与我们当初的约定吗？大长老周身元气暴涨，大圣的实力展露无遗。少废话，我看你们是忘了我陈家神威了。陈红手中神枪一指，战意勃发，双方剑拔弩张，大战一触即发。慕云舒站在一旁，看着紧张的氛围，嘴角却是浮现一抹弧度。正合他心意，斗吧，都得越狠越好，最好那位陈统领能够一举除掉那几个老家伙，这样他日后在丹阁之内就没有阻碍了。砰！周围元气碰撞，双方一时间紧紧盯着彼此，随时准备出手。大长老眼神阴翳，盯着眼前的后辈，猛然出手。咚！恐怖的元气爆发，大圣强者的悍然一击，着实恐怖，空间都在一瞬间出现了扭曲。大长老一拳轰出，金光璀璨无比，恐怖的拳影瞬间笼罩了陈红周身。陈红早就严阵以待，跃跃欲试，眼神隐隐还夹杂着一丝兴奋，手中神枪一抖，直接迎了上去。神枪绽放璀璨金光，恐怖的锋芒瞬间撕裂眼前的虚空，无数枪影爆发而出。就在两位大圣出手，即将碰撞在一起时，二人中间的空间突然碎裂，恐怖的威压瞬间爆发而出，直接将二人的攻击蛮横镇压。双方即将开打的人马，一瞬间全部被那恐怖的威压波及，一个个目瞪口呆的看着那位从空间裂缝走出的男子。陈清河出现了，少主！陈红立马半跪在地，恭敬的迎接眼前的青年。陈家卫队也如出一辙，大长老一方则是目光惊疑，打量着这位突然出现的青年。这个小子实力当真恐怖，竟然能够瞬间化解老夫和陈红的攻击。陈家少主果然不愧是一代天骄，可恶，看来这次的计划要落空了。诸位，事儿可以慢慢谈吗？何必一言不合就开打呢？阙丹阁与我陈家算起来也有几百年的交情了，撕破脸面对双方都不好。陈清河轻笑一声，面色淡然地说道。大长老神色变化，心中警惕。陈清河，慕云舒在一旁仔细地打量着眼前的青年，好年轻啊，不愧是长生仙族的天骄，不知实力如何，竟然连我也看不出深浅。陈清河注意到了一侧的目光，转头看去，却见到了慕云舒那饶有深意的美眸。他只是向着美妇平淡的点点头，没想到陈少主竟然亲自莅临，我等不甚荣幸。大长老神色不善，敷衍道。他早已下定决心，不论陈家这边如何阻拦，慕云舒必须交出阁主之位，而且还要承受责罚。再说了，这陈家少主看上去不过是一个毛头小子，能有什么能耐？哼，我已经知道了诸位的之事。陈清河见对方兴致缺缺，甚至还带着一丝敌意，也懒得再客套了。更换阁主之事，还得从长计议。目前圣丹大会在即，我看尔等还是专心于此为好。他这本是好话，毕竟圣丹大会就要开启，两家撕破脸也不好。更关键的是，这个时候阙丹阁内部出事，影响太大。大长老却不领情，反而沉声道：“陈少主，这是什么话？按照规矩，这是我阙丹阁的私事，即使是你们陈家，也没有资格插手啊。”慕云舒在一旁险些笑出声来，美妇红唇上扬，好整以暇地观望着。这大长老果然是个老顽固，在陈家少主面前也敢如此说话。看你怎么收场。陈清河皱眉，看着眼前的大长老，对方神色孤傲，显然没把他放在眼里。好，好，好，给脸不要脸是吧？在老子面前也敢说这种话？什么狗屁规矩啊！阙丹阁身为我陈家附属，一切大小事务理应由我陈家首肯。陈清河语气冷淡，目光不善。哼，你陈家不要欺人太甚，我阙丹阁不是你陈家的狗。大长老眼神阴翳，
怒声道，不过却只说了一般，便没了声音。大长老，几位长老目光惊恐，看着眼前的景象，根本不敢出手。死！至尊！陈清和周身那恐怖的威压，让在场众人呼吸都是一滞，那股气势实在是太过瘆人。大长老被陈清河掐住脖子，发不出一丝声音，像拎小鸡一样被陈清河单手提起。他的目光之中满是恐惧之色，离得这么近，对方身上的至尊气息都快要让他喘不过气了。什么狗屁规矩！我的规矩才是规矩，这里我说了算。陈清河冷冷地说道，霸气的目光让众人不寒而栗，一个个立马噤若寒蝉。慕云舒在一旁瞪大了美眸，看着青年的姿态，心中一阵激动。你简直欺人太甚！二长老睚眦欲裂，指着陈清河大声呵斥：“堂堂却丹阁长老，何时这么憋屈过？你陈家是大又如何？未免太看不起我等，一个初入至尊的猫头小子也敢摆谱？这世上总有不信邪的。”陈清河心中冷笑。二长老这个老杂毛一手负后，正在聚集元气，瞧那波动，估计世间威力不小的法器。老杂毛自作聪明，可惜却也难逃陈清河的至尊法眼。砰！一手将大长老甩飞了出去，恐怖的威压如潮水一般席卷向二长老。滔天元气滚滚如潮，周身神纹大放，一拳轰出，直接撕裂了身前一片虚空。金光流转，辉煌的神光照耀苍穹，传承自古老的上古梵音悠悠传荡，将这一拳抵御了下来。二长老手持一座青铜小鼎，暴退数百里之遥。至尊一击的恐怖让他瞬间脸色煞白，若不是有着手中神皇鼎这位地气加持，恐怕他已经被一拳轰成了肉泥。催动上古盘杀阵，大不了鱼死网破。大长老怒斥一声，浑浊的双目之中血红一片。管你妈的什么陈家先族，既然你陈清河要动手，老夫拼了这副身子也要耗死你这小崽子。陈清河，你损坏盟约，今日之事必须给个说法。二长老托举神皇鼎瞬间杀来，神鼎周身道法蔓延，一道道符文篆刻，散发诡异的神光。虽是伪地法器，但其威能比起地气也是丝毫不差。至尊又如何？地气面前众生平等。说法。陈清河双目之中寒光散发，嘴角勾起一抹弧度，沉声说道，说法就是你们都得死。真是可笑，一群大圣也敢在至尊面前讨要说法，那不妥妥找死吗？我都是至尊了，还跟你们废什么话啊？狠狠镇压才是真理啊。好好好，那就拼个你死我活吧。大长老险些被眼前的小子气笑了，他娘的，活了几百年了，没见过这么嚣张的。大圣也不是随意拿捏的。结阵！大手一挥，五位长老形成六芒星站位，神皇鼎在二长老元气催动之下，瞬间由巴掌大小变成了高达数丈的青铜巨鼎。黄！古老的梵音悠悠传荡，青铜鼎中一道道青色的神芒不断蔓延而出，周天混沌不断倒旋，整片天地都是一震。地气之威彻底爆发而出，一座高达100丈的青光虚影从天而降，仿佛就如一尊大帝一般，整片天地都是在此刻臣服了下来。陈清河看着几个老家伙的手段，也是不由皱起了眉头，没想到对方竟然借助神皇鼎凝结出了一尊伪地法身。那恐怖的混沌波动，绝对是伪地无疑。好手段啊！伪地法身，这等通天法相都能够凝结，可见神皇鼎强悍之处。这也怪不得太素圣德为了此物不惜大打出手，各大丹门都虎视眈眈。也好，不然就凭这几个老家伙的实力，岂不是太无聊了一些？陈清河终于有了兴趣，看来自己可以和这尊伪地法身好好大战一场了。自己从出世以来还从未全力出手过。小子，大千世界强者如云，虽说至尊之下皆蝼蚁，但你莫要嚣张，对抗至尊之法，世间不是没有。枉你身为陈家少主，心中毫无沟壑，自持身份，自视甚高。今日我等就算是生死道消，也定要你葬身于此。五位长老同时灌注元气于神皇鼎中，轰！那尊矗立苍穹的数百丈伪地法身终于动了。咔咔！横亘苍穹的巨掌朝着陈清河狠狠镇压而来，那恐怖的威势让所有人都是瞪大了眼睛，竟然将虚空瞬间压爆，简直恐怖如斯。陈清河抬头望天，看着那恢宏庞大的法身，神色沉着。他抬起右手，元气流转，如有实质。动！周身神纹流转，至尊紫气弥漫而出，衣袍猎猎，青丝如瀑。苍穹之上的星空一瞬间斗转星移，一道无垠大手横亘在苍穹之上，几乎能够与伪地法身的巨掌相差无几。大神通，摘星手！砰砰砰！伪地对至尊，这种巨大的差距对战，古今未有。强如至尊，也不敢去挑战一尊伪地啊。但陈清河敢出手，即是至尊境界的大神通。五位阵法之中的长老
感受到了陈清河摘星手的威力，一个个神色巨变。他们面色惨白，显然没有想到这一手大神通的威能竟然到达了如此骇人听闻的地步，足以媲美伪地法身。轰！两道巨掌猛然间攻击在一起，刹那间天地都是一片璀璨神光，高达数丈的伪地法身竟然出现了一丝颤抖，金光璀璨的身躯在一瞬间轰然崩塌。咔咔咔！疯了！武大长老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怎么可能？伪地法身竟然被一位至尊一击轰碎了，放眼古今，从未有过啊！青铜鼎身之上的符文不断倒流，青色的神光也在此刻暗淡了不少。不服我，那你们都去死好了！陈清和阴森的声音回荡在天穹之上，伟岸的身躯矗立天地之间，黑袍衣袖无风自动，发丝吹拂，犹如一尊杀神，让人望而生畏。一旁的慕云舒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前，这家伙太强了！那霸道而又伟岸的身躯深深地烙印在了美妇的脑海之中。不，陈少主，我们错了，这是误会，都是误会啊！我们老眼昏花，我们瞎了眼啊！我们答应您的要求，您说怎么办就怎么办。面对这么一尊恐怖的天骄至尊，连伪地法器都不是对手，更别提他们几个区区大圣了。陈清河嘴角冷笑一声：求饶？求饶也得死，给爷死！周身法则盘旋，一拳轰出，金光璀璨，空间直接崩裂，扭曲的虚空将武大长老瞬间笼罩。巨大的虚无拳影从天而降，犹如天神降罚，他们只能瞪大眼睛，等待死亡的到来。砰！一瞬间，天地寂静，尘归尘，土归土。整座雀丹阁的弟子们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一切都是实在太快了，几乎是电光火石之间啊！5位大圣巅峰的长老就这么死了，连根毛都没剩啊！不是说大圣之下皆蝼蚁吗？大圣就这么不堪一击？不是那位陈家少主太强了，好厉害！这位陈家少主竟然是至尊啊！太恐怖了，如此年纪就已经是至尊强者，放眼五大域，无人能出其右。不是，武大长老就这么被杀了，那咱们今后怎么办？其他各大丹门打上门可就完了。怕什么？有陈家少主撑腰，整个太素圣地谁敢不长眼的打上门？无数的议论纷纷，他们躲在宗门大阵内，看着那位横亘苍穹、意气风发的青年天骄，目光之中只有对强者的敬畏和崇拜。陈清河来到了陈红的身前，看着眼前的与自己年纪一般的青年，满意的点点头。少主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您不是还要1天后才会赶到吗？陈红目光希冀，恭敬地问道。太素圣地这边，我觉得还是要快刀斩乱麻，这边的事必须尽早解决，否则会耽误了我今后的布局。陈清河淡然说道，经过他的深思熟虑，总觉得这样下去，之后的布局会更加缓慢，倒不如他亲自出马。太素圣地这边没有什么能够威胁到自己的势力，更别说什么强者了。他要尽快拿下神皇鼎，为之后的龙族一行铺路。只有龙族之事才是最重要的。右手一翻，手中金光璀璨，神皇鼎刚才已经被陈清河收了回来。这尊伪地法器的威力十分庞大，刚才武大长老根本没有发挥出他真正的威能。慕云舒，滚出来！交出神皇鼎，我等可饶你不死！快点交出神皇鼎，否则你却丹阁今日将荡然无存。哈哈，真是天大的好事啊！你却丹阁看来是主动要玩。砰砰砰！周围天地之间数道震耳欲聋的咆哮，不远处的天穹之上，一道道恐怖的气息蔓延而来。你却丹阁自相残杀，可真是时候！慕云舒，你这贱人，还不乖乖束手就擒，交出神皇鼎！数百道身影横亘苍穹，一时间天地之间元气浓郁，恐怖的威压几乎让在场之人一阵心悸。太素圣地各大丹门终于出动了，刚才一番大战惊动了这些家伙，他们远远就察觉到了雀丹阁这边的波动，远在万里之遥就已经感受到了大圣厮杀的气息。雀丹阁阁主慕云舒与武大长老不和这件事，太素圣地人尽皆知，只是大家没想到，圣丹大会如此紧要关头，雀丹阁内部竟然彻底撕破脸了。好事啊，这可是好事啊！杀得好！不管是慕云舒还是武大长老，任何一方胜出都无关紧要，因为他们各大丹门早已死死盯紧了这块肥肉。死一个好事，死2个那不赚翻了。反正死来死去，他们都会坐收渔翁之利。眼下就是最好的时机，各大丹门也懒得再装了。刚才的恐怖波动足以说明有大圣强者陨落了，而且还是5位，毫无疑问，肯定是武大长老。众人虽然疑惑慕云舒这女人何时这般强大，但也无暇深思了。这个时候慢一步，神皇鼎可就要一手了。圣丹大会，谁他娘还管这玩意啊？伪地法器近在眼前，
雀丹阁如今只有慕云舒这一尊大圣，那不是妥妥的肥肉吗？好啊，妙啊！虚空之中，一尊尊大圣矗立，放眼望去，几乎足有数百道。整座太素圣地大大小小的丹门强者，在此刻全部一窝蜂地扑了过来，为的就是那尊伪地法器。这些家伙简直太嚣张了！陈红怒目圆睁，率先带领卫队阻拦在一众大圣面前。雀丹阁乃是我陈家附属，你们竟然胆敢公然打上门，是想要挑战我陈家威严吗？陈红手持神枪，身后陈家卫队直接展开战斗队形。陈红，陈家四杰之一，陈家派人来了。怪不得慕云舒敢对五大长老动手，原来是仗着陈家在背后支持。陈家？那又咋了？你们仙族不要太过分，这里可是太素圣地，我等也不是你陈家附属。他娘的，陈家也是没人了，搞这么一个小娃娃就敢在我等面前嚣张。不过区区一尊大圣，要不是看在你是陈家子弟，老夫单手就可拿捏你。狂妄，实在太狂妄了。他们一直都这么勇的吗？陈红脑海之中闪过这么一个念头，这些家伙实在太嚣张了，简直没把我陈家放在眼里啊！慕云舒有些不知所措，美妇也没见过这等大场面，数百尊大圣出动，这是百年难得一见啊！陈公子，你可为我做主啊！美妇来到陈清河的面前，美眸之中水汽氤氲，看起来楚楚动人。眼下他唯一的依靠就是这位陈家少了，多方那恐怖的实力早已深深烙印在了自己的脑海之中。慕云舒只想臣服在这位天骄至尊的身下。穆阁主不用怕，他们今日一个都走不了。陈清河轻笑一声，望着苍穹之上的一众大圣强者，心中冷笑。好啊，这些混蛋看来真的是忘了我陈家威严了。轰！他一步踏天，直接来到陈红的身旁。诸位是不把我陈家放在眼里了？陈清河的出现都是没有引起骚动。一种大圣强者瞧着眼前出现的青年，目光轻挑，显然没有放在眼里。虽然看不出青年的气息，但根据年纪判断，充其量也就是4杰其一。两位陈家4杰吗？还不是土鸡瓦狗！这么多大圣在场，一人一口唾沫等，能淹死你们！小子，别他娘的放屁了！陈家又怎样？这里可是太素圣地，我等可不看你陈家脸色行事。陈红，你身为陈家4杰之一，我等卖你一个面子，速速离去，否则……好，威胁啊！这是赤裸裸的威胁啊！既然这样，那就一个都别想走了！少拿陈家来压我们，这太素圣地还轮不到你们陈家插手！天火老人气势汹汹的吼道，一身大圣光辉异常耀眼。这老头摆明了就是看不起眼前的两位年轻人。一时间气氛异常凝重，双方都是剑拔弩张。只不过各大丹门显然实力上更加强大，大大小小的丹门大佬如今全部聚集于此，只是那股浓郁的大圣气息就已经让人望而生畏。这等场面可谓是十分壮观，能够让数百尊大圣强者出面抢夺，可见神皇鼎这件法器的诱惑之大。小子速速退去，这是我等与雀丹阁的私事，你们何必掺和？九黎道人手持一件太极神火盘，踏步而出，好言相劝。慕云舒这时候来到了陈清河的面前，美妇神色怪异，看着眼前一众大圣强者，尔等大张旗鼓地杀上我雀丹阁，难道忘了老祖们昔日的盟约？此话一出，众人微微变色，但立马就恢复如常。什么狗屁盟约？这都过了几百年了，谁还放在心上？眼看雀丹阁如今示威，今日又发生内讧，如此大好时机，谁都不想错过。神皇鼎这件伪地法器诱惑实在太大，太素圣地各大丹门早就虎视眈眈了，只是一直没有机会。再说了，你雀丹阁现在就这样子，能守护好神皇鼎吗？大家都是自己人，太素圣地各大丹门往前追溯个几千上万年，那可都是同出一脉的同门啊！你雀丹阁护不住神皇鼎，若是被太素圣地之外的其他势力抢夺，到时候咱们太素圣地哪还有资本处理东玄域啊？你拿出来给大家长长眼，我们替你护着，这不好吗？天火老人冷笑一声，不屑道：慕云舒，你是什么货色，也配在我等面前说这种话？盟约我等还用得着你来提醒？老夫不妨告诉你，这神皇鼎今日我们夺定了。慕云舒胸膛起伏不定，容颜之上浮现一抹怒意。这些家伙身为大圣，却有着如此丑陋的嘴脸，为了一件伪地法器，不惜打上山门，违背老祖们定下的盟约。陈清河盯着那位天火老人，神魂探查之后，发现对方不过是区区大圣7众而已，没想到竟然这么嚣张。老头，你莫不是忘了，雀丹阁可是我陈家附属，你们今日这番作为，是要与我陈家宣战吗？陈清河实在想不明白，难道我陈家现在就这么不堪吗？身为仙族，如今竟然毫无威严，老祖们避世300年，看来真是个大大的错误啊！陈家又如何？老夫一身大圣修为，傲视古今，你陈家有几个大圣啊？什么狗屁仙族啊，
都避世几百年了，竟然还敢跑出来丢人现眼，真把我们太素圣地的各大丹门当软柿子捏啊！天火老人一脸不屑，他在太素圣地纵横100年有余，一身实力绝对能够在各大丹门之中排进前3。如今也才300岁的年华，自认为正是奋勇前冲、霸气无双的时候。长生仙族，老夫日后可是要正道大地的，你一个狗屁仙族算个什么东西？陈清河脸色铁青，差点被这老头气笑了。既然如此，不必废话，咱们手下见真章。好啊，老夫会怕你个毛头小子，把你陈家的强者都拉出来吧，免得日后传出去说老夫欺负后辈。天火老人排众而出，矗立苍穹之巅，一身火红大袍无风自动，吹得咧咧作响。右手一翻，一道赤红的火焰不断跳动。天灵神火，果真是天火老头的本命神火，不愧是炼丹神火啊！单是那股恐怖的余波，就让人感觉浑身燥热。据说这天灵神火足以燃烧大圣强者的神魂，就连肉身也是难以幸免。众多大圣看着天火老人手中的赤红火焰，一个个眼神惊疑，甚至羡慕不已。这神火对于炼丹一途可谓是得天独厚的一宝，有了神火的加持，炼丹成功的几率会大大增加。并且神火本身的威力可是十分可怕，天火老人正是借助这神火之威，才足以在太素圣地威名赫赫。天火老人神色嚣张，不住冷笑，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辈也敢在老夫面前摆谱，几日就拿你们开刀，扬我神威。陈清河感觉有些可笑，这老东西拿出一道神火就敢大言不惭，嚣张至极了。就你那玩意能有用吗？还以为老杂毛能有什么强势的手段，没想到不过是依仗神火之威，这让他略感失望。陈红，将你的神枪给我。陈红立马将手中的金色神枪交给少主，他目光火热，紧紧盯着少主的背影。少主又要出手了，你们这些杂鱼将要迎接我陈家少主的怒火。陈清河掂了掂手中金色神枪，感觉还不错，天级法器，品质不错，够用了。砰！一步踏出，周身元气犹如潮水一般不断涌出，恐怖的气息在这一刻展露无遗。天火老人脸色一变，有些惊愕地看着眼前的青年，这个小子的气息不简单啊！虽然看不出深浅，但观他那周身浓郁到快要实质般的灵气，估计也在大圣境界了。哼哼，想不到长生仙族还真是卧虎藏龙啊！只是不知道这小子动用了什么手段，掩盖了自身修为，即使连他也看不出深浅。不过那又如何？小子实力不错，但你以为就凭你这点实力就是老夫的对手吗？天火老人嗤笑一声，周身金光璀璨，大圣气息彻底弥漫开来，似有道纹流转，神印降临。手中的天灵神火越加沸腾，灼热的火焰炙烤着整片天地，一瞬间就连虚空之中的元气都被瞬间蒸发。不少人都感受到了炽热的灼烧感，即使身为大圣也能够清晰地感受到神火之威。老夫纵横太素圣地，靠的就是一手出神入化的神火之术，就凭你也配做老夫的对手？我手持神火，单手可擒大圣，双手可战至尊。天火老人霸气无比，手持神火的他仿佛可以无敌于世间，这等神威简直让一众大圣强者目瞪口呆。单手擒大圣，双手战至尊，这是谁的部将？竟然如此勇猛！你这是纯纯找死啊！既然如此，那我不得不满足你的要求啊，直接狠狠镇压。陈清河已经懒得废话，这种嚣张的跳梁小丑肯定是要让他尝尝自己的厉害啊！天火老人刚放完狠话，还沉浸在刚才自己霸气的发言之中，得意洋洋地认为从今日后他的威名将会在整个东玄域传荡。长生仙族又如何？还不是要被老夫单手拿捏？正当他心中幻想着自己日后将要威震东玄之时，一道恐怖的气息却让他心头一颤。是至尊！天火老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至尊紫气绝对不会错，怎么可能？这小子如此年轻，竟然达到了至尊境界，这尼玛绝对是假的！震惊的不只是天火老人，还有一众大圣强者。死！众人皆是倒吸一口凉气，这小子竟然是至尊啊！陈家什么时候多了一位天骄至尊？为何从来没听说过？这小子到底是什么来历？他身上怎么会有至尊紫气？大家不要慌，这肯定是某种秘术，不要慌。不是，你嘴上说不要慌，怎么还往后跑了？场面一时间有些骚乱，数百尊大圣强者一个个面色惨白。天火老人不自觉地咽了咽口水，感觉喉咙干燥无比，身形竟然还下意识地后退了2步。他忽然想到自己刚才的狠话是不是放得有些过早了。双手战至尊，天火老人感觉自己人都骂了，我就是吹个牛皮，这也能碰上真的？你是至尊你早说啊，你早点站出来说自己是至尊，老子还敢跟你在这废话吗？小伙子年纪轻轻的，不按套路出牌是吧？想要对我一个老人加下黑手？哼，你刚才不是很嚣张吗？怎么
怕了。陈清河漫不经心地笑道。天火老人感觉喉咙异常干燥，惨白的脸色微微抽搐，手持天灵神火的右手不住颤抖。身后的一众大圣强者立马自觉地与天火老人拉开了身位，齐齐向后退去。这老头刚才自己放的狠话，可与我们无关。暮云舒鲜艳的红唇勾起，美眸熠熠地盯着天骄至尊的背影，心中不知在想着什么，绝美的容颜竟然爬上了一丝红晕。哼，想不到陈家竟然出了位天骄至尊，可那又如何？老夫有着神火加持，双手战至尊不在话下。天火老人想后悔已经来不及了，他堂堂大圣可丢不起这个人，这要是传出去，自己今后可就没脸混迹了。所以只能强作镇定，继续放着狠话。陈清河微微蹙眉，得，见过不怕死的，没见过急着送命的。既然这样，那我就勉为其难的满足你好了。手持神枪，一步踏出，狂暴的元气瞬间朝着天火老人涌去。至尊紫气缭绕在周身，一道道金光神纹璀璨异常，手中金光神枪散发无上神威，神枪挥舞，一道道恐怖利刃瞬间绞碎虚空，朝着天火老人碾压而去。小子，别太嚣张了！天火老人暴喝一声，双手托举赤红的天灵神火，漫天火焰灼烧，几乎囊括了整片苍穹。灼烧的火焰将整片天地都炙烤得燥热无比，无数元气瞬间蒸发，三道庞大的神火出击，与神枪挥出的利刃碰撞在一起。神火之威瞬间爆发而出，数道利刃攻击眨眼便被化解。至尊，可挡得下老夫这天灵神火啊！天火老人看到自己的神火居然能够抵御陈清河的攻击，瞬间喜笑颜开。果然，神火之威，就连至尊也无法抵挡了。哈哈，老夫要双手战至尊了！可笑，区区大圣也敢在我面前嚣张，受死吧！阴森刺骨的话语在耳畔炸开，天火老人一瞬间神色巨变，虚空之中的赤红火焰竟然在接触到陈清河周身的至尊紫气之后，诡异的不断退散，仿佛是惧怕到了极点。怎么可能？天火老人大惊失色，自己依仗的神火竟然伤不到对方丝毫。砰！受死！陈清河懒得在这老家伙身上浪费口舌和精力，摘星手！一声毫无波澜的声音从他口中传出。轰！轰！轰！苍穹之上斗转星移，一只无垠大手几乎囊括了整片天地，无上的威压镇压而下，恐怖的威能一瞬间让人感觉头皮发麻。砰！虚空碎裂，已经承受不住至尊强者的手段了。快逃！好可怕！至尊强者恐怖如斯。这就是至尊之威吗？无数大圣肝胆俱裂，想要立马逃离此地，可那恐怖的威严仿佛将他们锁定了一般。强大的压迫感猛然袭来，让他们根本无法挪动一步。这就是至尊之威，无垠大手镇压而下，几乎足以毁天灭地。至尊级别的大神通，简直恐怖如斯。哼，你口口声声说自己能够双手战至尊，怎么现在我就在你面前，你却连抵抗的能力都没有？大言不惭之辈，受死吧！天火老人神色绝望，他使出浑身解数，却根本无法抵挡那只无垠大手。即使是动用了自己最为强大的天灵神火，也徒劳无功。不，大人，饶了我，饶了我吧！面对死亡的气息，即使堂堂大圣强者，此刻也只能无助的求饶。无尽的悔意涌向脑海，他就不该挑衅眼前的青年，也不该放出刚才的狠话，更不该大骂陈家，挑衅仙族。可以切，已经晚了，后悔没用。大圣强者也得死！无垠大手蛮横镇压，瞬间将一位大圣强者湮灭在了这片天地，彻底的烟消云散了。全场寂静无比，一时间落针可闻。数百位在场的大圣强者们已经不敢发出一丝声音了，他们惊恐地望着那位天骄至尊，那高大挺拔的身影深深地烙印在了他们的脑海之中。忽然，陈清河阴冷目光扫向众人，所有人呼吸一致，现在轮到你们了，现在该轮到你们了。陈清河语气阴冷，双目之中满是杀意，矗立苍穹，手持神枪，一身至尊紫气蔓延，神威浩荡。古今多少豪杰，何时出过这等独领风骚之辈？天骄至尊，恐怖如斯。他是陈家少主。终于有人惊呼一声，认出了陈清河的身份。在他腰间挂着一枚金黄浇铸的陈家灵牌，金光璀璨，根本让人无法忽视。众人闻言看去，全都瞪大了眼睛。陈家少主的灵牌，他是陈清河。陈清河竟然已是至尊，这小子才20出头啊！陈家怎么把消息藏得这般严密？我等竟然没有听到一点风声。该死，失算了！一众大圣强者此刻脸色铁青，场面一时间陷入了僵持。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眼前的青年竟然会是一位至尊强者。关键是对方可是陈家少主啊，他们之前怎么就没有发现呢？
这次是真的踢到铁板上了。原来是陈少主，我等鼠目寸光，竟然没有认出阁下，多有冒犯之处，还请您多多包涵。九离道人踏步而出，一身灰衣太极服，鹤发童颜，仙风道骨。他乃是太素圣地玄丹门的宗主，一身大圣九重巅峰修为，比刚才的天火老人还要强上几分，乃是太素圣地前3甲之列。此时此刻也顾不得自己的身份，连忙出来示好。面对一位天骄至尊，即使是大圣也得认栽。以对方那杀伐果断的性子，一旦开打，自己这边可就全都得完蛋。迫不得已，九离道人也算是此番众人的领头羊，他再不出面也就说不过去了。不过他姿态放得极低，俨然不像之前那般的盛气凌人。他倒也想得通透，也不在乎在一众大圣面前落了面子。此刻保命要紧，面子什么的谁稀罕啊？包含什么？你们刚才一个个口口声声辱骂我陈家，当着我的面挑衅我陈家神威，包含。陈清河面色铁青，不得不佩服这老道的脸皮。刚才还让自己和陈红速速滚蛋，现在笑脸赔罪，2句话就想打发我。今日之事，你们一个都走不了。此话一出，九离道人面色惨白，手中的太极神火盘都险些拿不稳了。一众大圣面面相觑，脸色俱是惊恐之色。这小子疯了！陈家少主难不成想要将我们一网打尽不成？笑话！有人怒喝：堂堂大圣强者，岂能轻易仍人拿捏？陈清河，纵然你是陈家少主，贵为至尊，难道就可以为所欲为吗？对，我等在太素圣地传承数千年，宗门香火一脉传承，就凭你也想将我们全部拿下？跟他拼了！我们这么多大圣，大不了2败俱伤。陈清河，就算你灵气耗尽，也未必杀得完我们。眼看没有相谈的余地，一众强者也懒得再浪费口舌。就你一个至尊，就想拿下我们数百尊大圣？拼灵气都能拼死你！这里是太素圣地，就不信你敢把我们全杀了。你敢动手，东玄域那么多势力，会眼睁睁看着你胡来。一众大圣道也不是无脑之辈，他们的依仗就在于陈清河不敢将众人全部镇杀。数百尊大圣强者，这可都是当世顶尖战力。你虽然已是至尊大能，但这么多大圣说杀就杀，就不怕引起公愤？到时候东玄域其他各大势力会怎么看你？更别说长生仙族了，他们会眼睁睁看着你一个毛头小子随意胡来。太素圣地的众人倒是想得没错，一位至尊贸然出手镇杀数百尊大圣，这可不是小事，足以惊动5大域。仙族那边不会眼睁睁看着陈清河胡来，必要时刻一定会出手。不过他们忽略了一点，那就是陈清河到底敢不敢？砰！陈清河目光阴冷，没有废话，跟一帮大圣扯皮，简直是有辱他至尊的身份。抬手之间，一道青铜大鼎闪烁神光出现在了头顶上空，神纹流转，金光璀璨，伟地法器神皇鼎。数百尊大圣又如何？老子不愿意，全都得死！他们也太小瞧至尊之威了。可笑的是，竟然还寄希望于其他势力插手。别说各大势力了，就算长生仙族出手，老子一样镇杀。古今大势在即，谁都不能阻止我。神皇鼎光威招式，恐怖的地气威压一下子席卷而出。在场之人心中惊惧，这小子来真的！陈清河单手托举神皇鼎，周身紫气蔓延，什么话都没说，却又什么都说了。就在这时，一位身着蓝衣宫裙的美妇站了出来，修长身姿独立于世，雪润香肩，宛如白雪一般。一只右手托举着莲花道台，秀眉微皱，红唇轻启。陈公子，莫要冲动行事，难道你要将我太素圣地血洗一遍吗？陈清河盯着蓝衣美妇，心思流转，终于想起来对方的身份，太素圣地5大丹门之一，圣丹门门主柳秋水。不过这女人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蓝雪莹的师尊。好好，正愁找不到你们呢，结果自己送上门来了。陈清河一手托举着金光璀璨的神皇鼎，瞧着眼前一众大圣强者，朗声说道：血洗又如何？我今日就要将尔等这些不知天高地厚之人全部镇杀。太素圣地，老子重见一个就是。砰！此话一出，一瞬间宛如惊雷一般炸起，苍穹电闪雷鸣，乌云盖顶，风雨欲来。疯了！这个混蛋疯了！所有人心中只有这一个想法。柳秋水美眸惊骇，望着眼前的天骄至尊，忽然有种浓浓的悔意。陈家少主如此强势，还是至尊大能，他们之前就不应该让蓝雪莹去退婚的。现在好了，对方杀上门来，第一个要铲除的无疑就是他们圣丹门。此时此刻，一切都晚了。这家伙疯了，他竟然敢说重建太素圣地！娘的，至尊来不起吗？重建太素圣地，你知道这句话的分量吗？一众大圣强者彻底被陈清河激怒了，纷纷掏出法器，准备殊死一战。
都被人家起脸输出了，这个时候是个人得都拼命。砰！陈清河岂会给他们机会？一手托举神皇鼎，向着数百尊大圣镇压而来。轰！轰！轰！苍穹震颤，大地倾轧。斗转星移之间，神皇鼎骤然神光大放，青铜鼎身高达数丈，无数青色神光不断从其中涌出，宛如一道道锁神之链，化作数百道，朝着一众大圣强者扑杀而去。跟他拼了！紫台神火！有人大叫，祭出炼丹神火抵抗；有人掏出稀世法器抗衡；有人凭借神丹辅助，一口吞下大批神丹，增强肉身，硬抗地气神威。这就是太素圣地的特色。他们先前口中所说，即使你身为至尊，但在灵气枯竭之前，也未必杀得完我们。这句话不是没有道理。一帮整日炼丹的，当然最不缺的就是各种稀世神丹。就算是长生仙族，有时也需要向太素圣地的各大丹门讨要神丹。当然，一般情况下，这些老家伙都会屁颠自己送上门来，但这也说明了他们炼丹之术绝对不弱。眼下大战开启，一个个将神丹不要命的往嘴里塞，什么金光肉身、神魂真炼、灵气凝聚之类的神丹，就跟不要钱一样，一个个满嘴塞的都是。怎么，老子就是嗑药也得嗑死你！大圣气息蔓延天地，无数奇珍异宝、神光宝术瞬间照耀苍穹，整座太素圣地几乎都快要承受不住这可怕的异象了。九离道人手持太极神火盘，神纹交汇，道法齐出，伴随他一声大喝，身前的锁神之链瞬间崩毁。陈清河，你欺人太甚，老夫今日是要与你拼死一战！这老头不愧是巅峰大圣，手段不弱，祭出手中的太极神火盘，向着陈清河率先杀来。呵呵，垂死挣扎，就先从你开始！陈清河怒喝一声，周身紫气蔓延，脑后青丝狂舞，沉着的双目之中尽是杀气弥漫。此时的他一改平日里温润公子的形象，一手托举伟地法器，一手持着黄金神枪，宛如一尊无敌战神，霸气之姿，傲立苍穹。叮！左手一翻，黄金神枪发出一声刺耳颤鸣，瞬间朝着九离道人飞射而出。虽然只是一柄天级法器，但在他手中使出，威力却是惊天动地。砰！砰！砰！神枪飞出，炸开一道虚空裂缝。就算九离道人祭出手中太极神火盘与之抗衡，也无济于事。咔！眨眼之间，九离道人手中的太极神火盘瞬间被神枪洞穿，利刃不止，紧接着强势绞杀。啊！一声惊天惨叫响彻云霄，九离道人的身躯直接被绞杀出了一片窟窿，他脸色惨白，满脸惊恐，周身血水流淌。给我的神皇鼎做养料吧！陈清河一手伸出，摘星手，无垠大手直接抓住了九离道人的身躯，将他丢入了上方的巨大青铜鼎中。堂堂大圣9重巅峰强者，连一道悲鸣都来不及发出，就已经被伟地法器顷刻间炼化。至尊竟然如此恐怖，快逃命吧！不，我不想死啊！无数大圣强者看到这惨绝人寰的一幕，再无反抗之心。连大圣巅峰的九离道人都无法抵抗，他们哪里还有胆子再拼死下去？逃！所有人脑海之中只有这一个念头。众人已经心生悔意，他们后悔自己的鲁莽举动，后悔惹怒了一位至尊大能，就不该有抢夺神皇鼎的心思，更不该小瞧长生陈家的底蕴，悔不当初啊！但如今后悔也没有用了，一些大圣已经被锁神之链拉入了青铜鼎中炼化，无数人想要逃离此处，陈清河怎么会给他们机会？一手托举神皇鼎，单手镇压，至尊法身降临天地，一时间天崩地裂，恐怖的威压让人只觉得四肢酸软，头皮发麻，有些修为稍弱的瞬间跪倒。柳秋水不住飞掠，想要逃离，美妇回头望去，却看到了此生最难忘的一幕。天骄至尊一脸阴森，冰冷的眼神紧紧盯着自己。他要杀我！柳秋水美眸惊恐，陈清河终于要算账了。蓝雪莹悔婚一事，今日就要了解。他圣丹门首当其冲，一个都逃不掉。无垠大手镇压而来，柳秋水美眸闪烁，身姿颤抖，死亡的气息将他彻底笼罩。美妇已经绝望了。师尊！忽然耳畔响起一声尖叫，柳秋水急忙望去，却见到爱徒手握青天造化炉飞掠而来。轰！轰！轰！摘星手直接被少女手中的神炉震碎，所有人目光惊疑，一些大圣认出了那位白裙少女，圣丹门大弟子蓝雪莹。她手中所持的青天造化炉，便是圣丹门老祖数千年前亲手打造的一件正宗神器。伟地法器啊，又是一件伟地法器！太素圣地上空居然同时出现了2件地器，伟地法器也算属于低等。陈清河，你仗着身份，竟敢欺压我太素圣地各大丹门！我蓝雪莹当初真是瞎了眼，
还认为你是什么浩然君子。看来我当初悔婚的决定果然是对的。蓝雪莹俏脸满是怒气，手握青天造化炉，借助地气之威抵挡在了众人面前。陈清河神色复杂，没想到啊，师徒二人都送上门了，双喜临门啊！地气，好好，这是我的了。想不到圣丹门藏的挺深啊，竟然也有一尊伪地法器，正好一块收了。呵呵，你这贱人自以为手持地气就可以与我抗衡吗？你一个个区区涅槃境的蝼蚁，玩什么地气啊？陈清河懒得跟这贱人废话，一帮大圣都被自己杀得哭爹喊娘，你一个涅槃境的废物也敢冲过来找死？手持地气怎么了？靠着地气就想与我抗衡？笑话！蓝雪莹没有料到眼前的男人竟然如此蛮横，丝毫不讲道理。他难道没有一丝怜悯之心吗？非要杀光太素圣地所有人吗？这个男人真是个混蛋，幸亏我蓝雪莹眼光雪亮，不然差点就成为了这个混蛋的女人。蓝雪莹心中暗想，美眸之中神采奕奕，手握青天造化炉，地气神威耀眼，炉中香火蔓延而出，将她护住。今日有我在，你休想胡作非为！蓝雪莹大义凛然地喊道。哈哈，那我就先杀了你师徒二人，再屠了圣丹门。陈清河阴森恐怖的冷笑在虚空中盘旋，托举神皇顶蛮横杀去。一个涅槃境也敢玩地气，那不纯找死吗？你堂堂至尊大能，却对我等痛下杀手。我知道你气愤我当日的悔婚之举，可难道就没有一点错吗？蓝雪莹银牙紧咬，看着眼前的男人，心中隐隐有些惧怕，但还是倔强地拦在对方面前。你既然这么强大，为何不早点出世？你陈家贵为先族，难道还要跟我们这些普通势力斤斤计较吗？难道非要闹到这种地步吗？蓝雪莹喋喋不休，说的大义凛然，字字直指陈清河。陈清河眉头一皱，啊，这女人还把责任都推到自己身上了。好，你这么搞是吧？气煞我也！正当他准备出手镇压，身旁一道香风扑来，却是慕云舒来到了身旁。美妇俏脸寒霜，冷笑一声，伸手指着对面的蓝雪莹。好一个伶牙俐齿的丫头，满嘴仁义道德，却是颠倒黑白。慕云舒一反常态，美眸紧紧盯着眼前的少女，神色冷淡。今日之事，分明是尔等觊觎我雀丹阁的神皇鼎，不惜毁约也要抢夺。若不是陈公子及时赶到，恐怕我雀丹阁今日便要门庭尽毁，再无传承。可笑的是，你竟然还大言不惭，指责陈公子恃强凌弱。慕云舒一身大圣气息，气势上便占了7分，此刻怒斥眼前的少女，更加盛气凌人。反观蓝雪莹，则是背对的有些不知所措，美眸之中闪过一丝慌乱。还有，你也配在陈公子面前讲道理？长生仙族何等尊崇，你圣丹门仗着崛起之势，却要上门悔婚，做出这等蠢事。当日仙族陈家没有当庭镇杀，已是格外开恩。你这贱人反而洋洋得意，自以为身份尊崇，无视陈家威严。圣丹门悔婚在先，又对我雀丹阁虎视眈眈，今日不杀你们，天理难容。可怜我这弟弟要承受你这贱人的侮辱，本座今日就带我这弟弟出手，将你这贱人镇杀在此。慕云舒越说越气，容颜之上寒意勃发，青丝飞舞，衣袍猎猎，大圣仙子动了怒火。砰！慕云舒朝着蓝雪莹一掌镇压而出，恐怖的气势让得少女心中一颤，连忙动用手中的青天造化炉抵御。但她修为低微，不过是区区涅槃境，即使手握地气，如今也难以抵挡。娇躯瞬间被一掌拍飞，就连手中的地气也差点失手。慕云舒毫不留手，大圣手段何等恐怖，瞬间出现在蓝雪莹的面前，对着少女的俏脸就是狠狠一巴掌。啪！清脆的响声在虚空响彻，蓝雪莹的娇躯再度飞出，她满脸震惊，捂着自己的俏脸，那里已经红肿一片，嘴角血水淌出，披头散发的模样十分狼狈。你竟敢打我！蓝雪莹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的慕云舒，这个女人竟然敢打她！啪！慕云舒俏脸寒霜，美眸之中杀气满溢，再度出手扇了一巴掌。蓝雪莹根本无法抵抗，娇躯再度飞出，撞在了师尊柳秋水的怀中。如今的她，两边的俏脸高高肿起，红色的掌印异常显眼，嘴角血水不住流出。你这个女人，贱人，你凭什么打我？蓝雪莹疯狂的嘶吼，躺在师尊柳秋水的怀中，谩骂着慕云舒。慕云舒冷笑连连，不屑道：你们师徒俩还真是一对蠢猪，圣丹门毁在你们的手中，倒也是情有可原。柳秋水堂堂大圣，昔日在太素圣地威名远扬，见到任何人都是一副仙子傲气，从来不将旁人放在眼里。更别说慕云舒这个女人了，两人早就看对方互不顺眼了。平日里，柳秋水仗着圣丹门的强势，没少贬低对方，可此刻却紧咬红唇，与爱徒相依在一起，面对慕云舒的嘲弄，却不敢发出半点声音。不远处，
陈清河正阴冷地盯着他们师徒二人。慕云舒打了2巴掌，再见到师徒二人那狼狈的模样，只觉得心中舒畅极了。美夫倒也不急着动手，反而来到陈清河的身边，微微一笑道：“弟弟不会怪我吧？”慕云舒眨眨美眸，有些扭捏地说道：“论年龄，更是不知大了对方几百岁，跟太清宫的龙雪薇可是同辈，此刻却在一个小子面前摆出一副小女儿的姿态。”陈清河饶有深意地看着眼前的美妇阁主，不得不说这女人很会抓住时机。只是那一声声弟弟叫的实在有点太过亲密了。不过陈清河倒也不计较这些，很显然慕云舒这番举动是在表忠心。陈清河微微一笑，语气温润道：“慕姐姐做得不错，小弟很满意。”“那倒不会，我和那贱人可没有什么旧情。”陈清河摇摇头。一众在场的胜强者看着两人在那调侃，一个个脸色铁青。柳秋水美眸含煞，银牙紧咬，暗暗拿过蓝雪莹手中的地契。“慕云舒啊，慕云舒，你这女人平日那般高傲，想不到也有这般下贱的模样。”柳秋水突然发难，怀中的蓝雪莹已经昏死了过去。祭炼神魂！柳秋水娇斥一声，不惜引动精血，催动地气。青天造化炉猛地爆发出璀璨神光，瞬间破碎虚空，朝着慕云舒袭杀而来。找死！陈清河大手挥出，一只无影大手从天而降，直接抓住了青天造化炉。砰！至尊紫气放出，恐怖的威压朝着柳秋水师徒二人碾压而去。锁神之链将柳秋水和蓝雪莹师徒二人直接拖进了青铜鼎身之中。轰隆隆！远处仙山突然爆发出一道巨响，仿佛有人破关而出，一道神光飞速而来，恐怖的气势震得天穹欲裂。白芒神光刺眼无比，仿佛议论烈日当空，神威浩荡，气势磅礴，宛如天神下方。陈家小子，莫要欺人太甚！苍老阴冷的声音在苍穹上空回荡，宛如煌煌道韵，响彻云霄，其中杀意弥漫，让人不寒而栗。在场众人慌乱间抬头望去，却见一位仙风道骨的老者矗立苍穹，踩踏云霄，一身蓝衣长袍咧咧作响，白发飘扬。这气息是至尊，是圣丹门的老祖，我们有救了！在场有人认出了眼前这位散发至尊系的大能，正是圣丹门中一直闭关的一位老祖。陈清河定睛望去，却是不屑一笑，还以为是什么不出世的老怪物呢，原来虚惊一场，不过是半步至尊而已。他当即站出，将一旁的慕云疏护在身后，冷声说道：“原来是圣丹门的杨老祖。怎么，你今日出关是为了报仇吗？”陈清河直截了当的表面立场。杨老祖面色铁青，没想到这陈家小辈竟然丝毫不给自己面子。小子，你虽是至尊，莫要太过狂妄，想要将我太速生的赶尽杀绝，那也要看你有没有那个能力。陈清河闻言，顿时感觉有些好笑，这老头未免也太高看自己了，就凭他那点实力，也配在自面前狗叫。找死！太速圣地又如何？今日我陈清河就要血洗这里，谁若是敢阻我，死！不过是一个个半步至尊，连至尊境都没有踏入，就敢出来与自己叫板，简直是找死！小子，今日就算你陈家大能出手，老夫也要拿下你！杨老祖彻底暴怒，一指点出，眨眼间，无数琼光汇聚，化作箭雨飞射而来。琼光箭雨几乎遍布苍穹，以凌厉无匹之姿，朝着陈清河震杀而来。箭雨遮天蔽日，洞穿虚空，封锁了全部出口，所有人都被杨老祖这随手一击惊得冷汗直流。那恐怖的箭雨，但凡是大圣强者，也只能含恨而死，一触即亡。陈清河面对满天箭雨，却毫无所动，眸子眯起，只是抬起左手，还以为对方能拿出什么惊天动地的手段，没想到却是如此垃圾。班门弄斧，一道冰冷的声音响彻苍穹。砰！言出法随，一瞬间，所有箭雨竟然鬼一般的顷刻崩毁。下一刻，虚空陡然扭曲，陈清河的身影已经出现在了杨老祖的身后。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这诡异的一幕简直骇人听闻。明明一丝波动都没有，可陈清河只是一句话就将那箭雨化解，一丝丝空间破碎的迹象都没有出现，对方就已经出现在了杨老祖的身后。这到底是多么强大！想到此，所有大圣强者都不禁倒吸一口凉气。原来这家伙之前都一直从未正真出手，仅仅只是催动地气，就已经杀得他们哭爹喊娘。若是陈清河动用全力，只怕所有人都会瞬间被震杀。这到底是怎样的妖孽啊！杨老祖陡然一惊，猛地察觉到身后一阵寒意，慌忙飞掠躲开。砰！陈清河矗立虚空，只是一指点出，至尊紫气瞬间就炸开了一片苍穹。怎么可能？你小子怎么会这么强？杨老祖震惊无比，怎么自己刚上来就吃瘪了？老夫闭关拜年，才参悟到了一丝至尊契机。按理来说，就算这小子已是至尊，可自己一只脚也踏入此列，不可能差距如此之大。
陈清河面无表情，淡淡道：“你不过是半步至尊而已。你不入至尊，见我如井底之蛙望明月；你入至尊，方知自己是一粒蚍蜉见青天见青天。”霸气的话语传荡诸天，犹如道音一般，在众人耳畔炸开。杨老祖更是满脸的不可置信，这句话对他的打击太大，甚至颠覆了他对至尊的认知。正好，那你祭炼神皇鼎。陈清河托举神皇鼎，阴冷的笑道。他并不想过多的暴露自己至尊的实力，所以一直都用地气来镇杀。此刻也是一样，这种垃圾不值得他动用至尊实力，手中的地气就可轻松斩杀。猖狂！杨老祖大喝一声，奋起神威，周身爆发一声声震耳欲聋的炸响，恐怖的神光汇聚全身，一步踏碎虚空。砰！朝着陈清河斩杀而来。地气神威！陈清河托举神皇鼎，周身紫气氤氲，全部聚集在了神皇鼎之中。砰！他一把甩出神皇鼎，强大地气神威竟然直接炸开了天外天，紫气神芒飞出，数百道锁神之链瞬间缠绕住了杨老祖的身躯。什么？杨老祖大惊失色，可任他如何挣扎也无济于事，身躯硬生生的被拽入了神皇鼎中。青铜鼎中发出一道道刺耳的惨叫，陈清河目光阴冷，周身紫气不断涌入镇压。啊啊啊啊！一道道惨叫宛如鬼哭狼嚎一般，响彻云霄。所有人都不禁打了个寒战，在场的大圣强者们简直我都快要吓尿了。大圣说杀就杀也就算了，连半步至尊也是抬手镇压，太恐怖吧！伴随着惊天的惨叫，神皇鼎的青铜鼎身一阵剧烈晃动，最终趋于平静。一位半步至尊被炼化了。然而陈清河并没有停止的打算，反而目光阴冷地盯着一众大圣。现在没人了吧？没人了，就到你们喽，都来我这神皇鼎中一聚吧。话音刚落，无数至尊紫气加持的锁神之链从神皇鼎之中飞出，一道道神芒带着无匹的威压，朝着一众大圣强者飞扑而去。不要啊，陈公子饶了我吧！不，我还不想死啊！快逃，快逃啊！我错了，求陈公子饶命啊！无数大圣强者发出震耳欲聋的惨叫，求饶，可迎接他们的只有死亡。一道道身躯被无情地拖入神皇鼎之中，伴随着刺耳的惨叫声，一位位大圣强者就那么被活生生地祭炼了。整片太素圣地之上，哀嚎不断，响彻云霄，残阳如血，天穹崩裂，神威金光缭绕。整座太素圣地各大丹门仅剩的一些强者，如今全部聚集在了雀丹阁。一番惊天动地的血战，随着数百尊大圣的身死，彻底尘埃落定。陈红，你我好歹同出仙族，你们陈家这么做，未免太不厚道了。陈清河杀了数百尊大圣，我等给他一个面子，可你们竟然妄想将整座太素圣的吞下，简直欺人太甚！这太素圣地之中的各大丹门，咱们仙族都有所涉猎，你们陈家吞得下吗？雀丹阁大殿之中，数十道气息浑厚的身影矗立，他们身着华贵，气态非凡，举手投足之间自有一股仙家风范。陈红不厌其烦，抬手示意众人肃静。诸位，这太素圣地之事不是我说了算，我家少主已经明确说过，今后各大丹门一切事务全部由雀丹阁代劳，由雀丹阁阁主穆云舒统领太素圣地。陈红有些无奈，在场众人可都是各大仙族留守在太素圣地的强者，彼此同为仙族，他也不敢怠慢。但少主之前已经放出狠话，他也只好遵照行事。关于太素圣地之事，实在牵扯太大，各大仙族的代表前来，无疑是要陈清河给出一个满意的答复。这地方是东玄玉灵丹首座，就算仙族也要由此收拢灵丹。本来大家一人一块地盘，各自守着规矩，结果你陈清河倒好，一来就灭杀了各大丹门的首脑，还要彻底将太素圣地握在你陈家手中，连吃带拿，这吃相未免太难看了一点吧？真当我们各大仙族都不管吗？陈红，你少在这里废话，让陈清河出来见我们。我林家可不会给他面子，太素圣地之事，你们别想染指。我叶家的地盘就那么大，几大丹门都是我们的附属，其他的我们不管，但我叶家的丹门，你们最好别打主意。陈红无奈，这种牵扯到几大仙族的事，他可不敢轻易开口。诸位稍等，我家少主一会儿就到，一定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说法。雀丹阁阁主仙台，你要将神皇鼎留在这里？那怎么行？神皇鼎留在雀丹阁，只会招来他人的觊觎，搞不好其他仙族还会把主意打在我的头上。仙殿之中，水汽氤氲，穆云舒身着一件紫衣轻纱，坐在一旁的水池边，一边为池中的男人揉捏着肩膀，一边埋怨道：呵呵，穆姐姐这是什么话？有地气坐镇，这可是其他势力都极为眼红的，你却不要。放心，从今往后太素圣地各大丹门唯雀丹阁马首是瞻，我都想好了，由你出任太素圣地第一位圣主。陈清河悠闲地躺在水池边，享受着身后美妇的水疗揉捏，眯着眼睛说道。
圣主，我……扑通！美妇突然有些激动地跳入池水之中，身上本就通透的紫衣轻纱瞬间被池水打湿，紧紧地贴在了丰满的娇躯之上。她不顾自己此刻的风光半露，反而有些激动地搂住陈清河的脖子。好弟弟，这可是你说的，绝对不能反悔。陈清河眯着眼睛，被美妇的举动吓了一跳，只觉得脑袋陷入了一片棉花糖一般的柔软之中，鼻尖还有着浓郁的奶香。水池之下，2天光滑的玉腿时不时蹭在他的大腿上。要知道，他现在可是身无一物，纵使自己已经脱离至尊处男，但还是经受不住这种强烈的诱惑。可是那些丹门背后的仙族会答应吗？他们可不会眼巴巴看着各大丹门被你陈家控制。慕云舒绝美的容颜不知为何爬上一抹红晕，高昂的天鹅脖颈上潮红一片，上面挂满了密密麻麻的水珠，似是感受到了一些不适。他搂着陈清河脖子的双手想要本能松开，向后游去，却被对方一把紧紧搂住了纤细的腰肢。陈清河一把将美妇搂在了怀中，池水氤氲，雾气弥漫，姐弟2人互相对视。原本就温热的池水在此刻更加灼热。慕云舒明显感觉到小腹有些不适，想要逃离，却被对方搂得更紧了一些。潮红的面容不自觉的低垂，却被一只大手蛮横地托起下巴，鲜艳的红唇异常惹眼，湿润紧贴的紫衣轻纱更是带着极致的诱惑。慕云舒美眸闪烁，不敢直视那道戏谑的火热目光。姐姐不就是想要这样吗？怎么不愿意？陈清河低下头，靠在女人的耳畔，悠悠说道。慕云舒娇躯一颤，紧咬红唇：“你这朝明之体倒是不错，是个双修的好好炉鼎。你之所以这般亲近我，是想要借助我至尊精气，助你突破大圣桎梏吧？算盘倒是打得不错，不过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吗？”男人语气生冷，慕云舒面对这个比自己小了不知几百岁的男人，却一时间不敢说出半句话，娇躯都开始有些颤抖。陈清河的左手一直都在水下，2人之间水波荡漾。慕云舒猛地瞪大眼睛，潮红的面色掠过一丝慌乱，双手急忙抓住陈清河水下的左手。你既然都看出了我的目的，为何？慕云舒惊慌失措。呵呵，陈清河看着女人惊慌的神色，脸上露出一丝邪笑。啊，等等！男人猛地从水池中站起，一把将慕云舒抱起。你本就是我的，却丹阁如此，太素圣地也是如此。慕姐姐既然想要突破大圣桎梏，我依你就是。陈清河抱起怀中湿漉漉的娇躯，从水池中走出。空旷的大殿内，男人抱着怀中的家人，一步步向着内殿的床榻走去。你不会嫌弃我人老珠黄吗？慕云舒靠在男人的胸膛，有些紧张地问道。陈清河没有说话，用行动回应了他。陈清河坐在床边，跪下。男人冷漠的声音传来，慕云舒不敢抬头，只能遵照行事。跪在玉石地板上，有些凉凉的。他低着头，不敢去看眼前的男人。啊！陈清河一把抓起慕云舒的青丝，强迫女人抬头看着自己。慕姐姐不是想要我的至尊精气吗？乖，吃下去就可以了。吃这个真的可以？慕云舒瞪大美眸，欲言又止，鲜艳的红唇微微张开，缓缓靠近。温热的香气从唇间吐露，看着慕云舒恭顺的低下头，陈清河十分满意，不由自主的倒吸一口凉气。慕姐姐可要好好努力，我这至尊精气一般人可没有机会得到。抚摸着柔顺的发丝，一只手则是撕开了那湿漉漉的紫衣轻纱。慕云舒有些惊慌，但却不敢抬头。陈红，你家少主为何还不来？怎么？难道是怕了？让陈清河出来，给我们一个说法。几大仙族的强者已经在大殿内足足等了4个时辰，可依旧不见陈清河的身影。这他娘的茶水都快喝饱，也不见个人影，就连缺丹阁的木阁主也不知跑哪去了，总得给个说法吧。陈红默不作声，坐在一旁事不关己的一副模样，面对几人的斥责，直接选择了无视。呵呵，诸位久等了，在下和木阁主有些事要处理，有所耽搁，各位多多包涵。大殿内2道身影从中走出，陈清河一袭白袍，脸上带着温润的笑意，身旁的慕云舒换了一身紫衣宫裙，清丽的容颜略有红晕。仔细看去，美妇的脖颈上还挂着一层细密的香汗，美眸流转间带着一股成熟的妩媚风情。紫衣宫裙轻纱摇曳，走动间修长的双腿若隐若现，紫色的蚕丝绣袜时不时的隐隐露出。玉足之上则是踩着一双红色的水晶高跟，艳丽的红宝石异常显眼，上面还转着淡淡的灵气。慕云舒跟在陈清河的身后，对着众人微笑示意，可眉宇间却透着一丝疲惫，高挑的身姿走动间有些怪异，好似有些不适。慕云舒秀眉皱起，只觉得一双玉足有些黏糊糊的，十分不舒服，嘟起红唇，美眸白了一眼前方的背影。也不知道这小子哪来的奇怪癖好，难道至尊大能都这么变态吗？感觉脚趾之间都快溢出来了。2人一同出现，倒未引起众人的疑惑，
此刻也没人在乎慕云舒那细小的变化，全都将目光集中在了陈清河的身上。众人盘坐在大殿内，身前的桌案上摆满了鲜酿珍馐。慕云舒挑了个靠后的位置坐下，陈清河则是坐在了大殿上首。诸位前辈来此，不知所为何事？陈清河淡淡开口：“陈公子，大家都是同出仙族，你在我等面前便不要装糊涂了。”叶盛率先开口，他所代表的自然是长生叶家。这太素圣地历来是咱们仙族各家同长，你杀了那么多大圣，我们自然不会计较。可你却放出话，要各大丹门由雀丹阁率领，更是推举什么太素圣主。老夫敢问一句，陈公子是要将整个太素圣地都纳入你陈家之手吗？大殿一片寂静，几位仙族强者都在等待着陈清河的解释。慕云舒贵坐在一旁，有些心不在焉，反正也不关自己，这个臭弟弟自然能够办好。挪了挪娇躯，丰满的娇躯微微扭动，身后想要脱去那双红色水晶高跟，黏糊糊的，实在有些难受。却不料刚一抬头，就看到陈清河正看着自己，立马乖乖坐好。这可是陈清河给他的任务，必须穿着，不许脱掉。呵呵，叶老前辈说的有理。陈清河瞥了眼美妇，做出警告后，这才开口回应。但那又如何？太素圣地现在是我说了算。陈清河猛地气势一变，对着仙族众人冷冷地说道。众人一愣，完全没有反应过来。你小子就不解释解释？不是，你这话什么意思？太素圣的你说了算？你是根本没把我们这些仙族放在眼里啊？陈清河，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林硕猛地站起，怒声指责。这太素圣地大家心照不宣，你现在说这里由你说了算，你小子可想清楚了，得罪我们几家，你陈家承受得住吗？作为林家族人，他早就不满陈清河的做法。这陈家小子实在猖狂，连圣丹门的老祖都给斩杀了。要知道圣丹门的背后可是他们林家，这无疑是打他们林家的脸。可对方是至尊，他们也不好发作，只能忍着。虽然少了几个大圣，但丹门还在，各大丹门依旧可以源源不断的供给灵丹。可陈清河这么一说，就彻底掀桌子了。这无疑是想要将整个太素圣地都纳入他们陈家版图。陈公子，话可要讲清楚，你身为陈家少主，得考虑清楚了。叶盛目光一凝，语气不善。叶家自然不可能眼睁睁看着陈家胡来，好大的口气，我王家可不会放任你胡来。王家大圣出口威胁，语气生硬。陈公子此事可非同小可，你还年轻，不意气用事啊。龚家老者双目沉着，劝慰道。几大仙族一时间将矛头都对准了陈清河。我说了，从现在开始，太素圣地我说了算。几位前辈不满，可以如实回禀仙族。陈清河端坐在上首，神色冷淡，面对几大仙族的威胁，丝毫不慌。好好好，陈公子既然如此大言不惭，那老夫就只好请族老亲自前来了。林胜豁然起身，一甩衣袖，转身离去。好好好，陈少主既然这样说了，我林家奉陪到底。我倒要看看，这太素圣地到底是不是你说了算。林硕愤然起身，要不是他只是大圣境界，此刻恐怕已经气得出手了，无奈只能撂下一句狠话离开。龚家老者微微叹息，看了一眼稳坐钓鱼台的青年，也只好转身离去。慕云舒坐在角落，身为雀丹阁的阁主，此刻的他却丝毫不慌，看着场中的变化，内心还无波澜。拿起一颗葡萄放入红唇之中，却不咬碎，也不吞下，反而含在嘴中。臭小子，怎么教的来着？哦，旋、挑、碾、吸，是吧？好难。红唇蠕动，尝试了一下，却将葡萄咬得稀碎。汁水从唇间溢出，慕云舒连忙伸出香舌舔舐干净，差点忘了，还有一滴都不能流出来。太素圣地一事牵扯太大，整个东玄仙族都被陈清河那狂妄的言语所触动。长生玉，仙族林家，他真这么说了？林笑然语气阴森，冰冷的目光让跪在下方的林硕冷汗直流，面对家主的至尊威压，大气都不敢喘。属下所说句句属实，当时几大仙族的代表都在场。陈清河大言不惭，妄想独吞太素圣地，一统各大丹门。林笑然大怒，周身元气一滞，身前的盘龙金雕玉案被他一掌震得粉碎。这陈家小子还真是胆大包天，灭了楚家和太行宫也就算了，还把矛头对准了我们仙族。他不过刚入至尊，竟敢如此狂妄。林笑然略微思索，有些摸不着头脑。按理说陈家虽然出事，但也不该如此锋芒毕露。陈清河最近的种种举动已经开始触动到了各大仙族的利益。灵儿和徐明长老的事调查的如何了？为何还没有消息？林笑然又问道。站在角落的林从连忙汇报，我们放出的暗探禀报，当时南域除了徐明长老，就只有陈清河这一位至尊。而且在四宫莲花大会上，灵儿公子还和陈清河有过冲突，随行保护的3位大圣都在冲突中两死一伤，后来徐明长老亲自出面才息事宁人。
不过当晚太行宫爆发了一场大战，种种迹象表面是至尊大能所为。虽然当事人有意抹平大道因果，但被昊天神图推演而出。林从手中神光一闪，一道金光璀璨的神图浮现，飘向林笑然的面前。林笑然神魂探查，面色猛地一变。斩神图，陈清河，是他！林笑然面色大变，从昊天神图推演而出，竟然发现了斩神图的气息。那可是陈家的仙图法器，绝对不会错。果然是陈清河。灵儿与虚名长老的死，一定是这家伙所为。林笑然面色铁青，内心惊怒交加，看来林家的秘密已经被陈清河知道了。陈家身为仙族，实力和底蕴都不可小觑，若是双方一旦开战，林家还真没把握。不过太素圣地之事，看来老夫需要亲自出面一趟了。林从通知族老开启神煞大阵，随时备战。林硕，你去古之禁地。看来雪儿该出关了。林笑然目光阴冷，双目之中煞气弥漫，周身至尊紫气已经转变为了暗黑神光。只要雪儿出关，一切都不在话下。陈清河，那不过是我儿的垫脚石而已。至尊天骄，呵，正好可以拿来为玄儿滋养神魂。万年来，这东玄域也该是变天的时候了。陈清河正躺在温香软玉之中，丝毫不担心各大仙族的动作。穆姐姐，这都好几天了，为何你的大圣至骨没有丝毫突破的迹象？怀中的丰满娇躯微微扭动。闻言，慕云舒抬起美眸，白了对方一眼：“你真以为突破大圣至骨有那么简单啊？虽然有了你的至尊精气，可还需要一丝契机，这可记不得，不然稍一出错，别说是触摸至尊境界，搞不好可火走火入魔的。”慕云舒伸了伸懒腰，依偎在男人坚实的胸膛上，面色潮红的画着圈圈。啪！陈清河突然伸手拍了一掌，声音清脆异常。慕云舒痛呼一声，感觉一阵火辣辣的疼痛。姐姐这么说，是在怪我喽？看来我这至尊精气还是少了。既然如此，那就多吃些，才好助姐姐突破啊。陈清河微微一笑，抓住美妇的青丝，向下缓缓挪去。哼，你倒是会作践我。慕云舒冷哼一声，却没有抗拒，反而是双手盘起发丝。今天本阁主是要榨干你。绝美的容颜爬起一抹红晕，美眸火热地盯着床榻上的男人，随后顺从地低头。少主，叶公子来了。大殿外，陈红的声音突然传来，让他候着。陈清河倒吸一口凉气，心不在焉地吩咐了一句，随后看着兢兢业业的慕云舒，伸手捏了捏美妇的细腻脸庞。好姐姐，你可要来快点啊，不然让叶家公子等急了可不好。本阁主，3分钟拿下你。慕云舒努力抬头，美眸之中渐渐翻起了白眼，断断续续地说道。陈清河说不出话，不断道吸凉气。1个时辰后，陈清河才来到大殿。慕云舒说的3分钟简直就是个笑话，美妇嘴都酸了也没用，最后只好亲自动身。经过一番激烈大战，最后慕云舒不断求饶之下，陈清河才放过了他。大殿之中，一名身着黑金大袍的青年矗立。青年剑眉星目，风神俊朗，神态非凡，身后还跟着叶盛以及另一位大圣强者。小弟叶枫见过陈哥。叶枫脸含笑意，急忙迎了上来。陈清河却丝毫不给这位叶家神子面子，只是淡淡瞥了一眼，便来到了大殿上首。叶枫被这般无视，略有尴尬，却没有发作，反而开口说道：“陈哥，咱们同是仙族，这太素圣地之事，可否卖小弟一个面子？”叶枫倒也实诚，直接摊牌，他来此就是为了太素圣地之事，代表着叶家的利益。不过显然，他并没有谈判的底气。面对一位天骄至尊以及其身后的陈家，同为仙族的叶家显然颇有忌惮。陈家避世300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其中的变故，各大仙族却不好揣摩。如今陈清河至尊身份曝光，几大仙族都为之一振。光是陈家3大长老便已是老牌至尊，这等实力在几大仙族之中已是不可小觑。如今又多了陈清河这么一位天骄至尊，各大仙族只要不傻，都不会与陈家闹得太僵。叶枫来此，主要还是希望缓和一下两家的关系。至于太素圣地一事，能谈最好，谈不好，最起码也要保证叶家的利益不受侵害。但面对叶枫的刻意讨好，陈清河却神色冷淡。叶枫，就凭你也配与我谈判？叶枫，就凭你也配与我谈判？陈清河语气生冷，不屑说道：“什么叶家神子，一个区区乾坤境的小子，也配跟自己在这谈判？老子都是至尊啊！你什么身份，什么地位啊？强者为尊的世界，拳头才是硬道理。各大丹门的大圣老祖，我都是抬手灭杀，你在这摆什么谱啊？灵儿我都敢杀，我还在乎你这神的身份？”叶枫脸色僵硬，没想到陈清河上来就这般强硬，一下子打乱了他的计划。本想靠着仙族神子的身份，对方对半会给自己一个面子，可没想到这家伙竟然不讲道理，明显是拿实力压制自己。陈少主，老夫劝你
莫要太过嚣张。我叶家神子亲至，给足了你面子，你还要怎样？莫要把事做得太绝，到时候只怕你不好收场。林胜自然不可能眼睁睁看着自家神子吃瘪，立马站出来大声斥责。这陈清河实在是太过嚣张了，简直辱人至极。我叶家神子何等尊贵，按地位可是与你同级，你小子竟然如此狂妄！陈清河冷笑一声，看着大殿中的三人，不屑道：“我早就说过，太素圣地，我说了算，你们何必自找没趣？叶枫，念在你我同出仙族，你还是速速离去吧。”陈清河直接下了逐客令。叶枫神色复杂，堂堂叶家神子也有吃瘪的一幕，这让他心中不是滋味，却又不敢发怒。对方可是至尊，就凭他们三人，完全不是对手。陈哥，你可要想清楚了，太素圣地不只有我叶家，林家、龚家、王家，还有陆家，他们可不会眼睁睁看着你胡来。你做这么绝，难道是要与整个东玄仙族为敌吗？恐怕到时候你陈家未必承受得住各大仙族的怒火。叶枫冷冷地说道，威胁意味明显。你陈清河再强再嚣张，能敌得过几大仙族吗？陈清河笑了，好好好，威胁我是吧？我陈清河刚放出狠话，就不怕你们人多。叶枫，你还没资格跟我谈话，你算什么身份？就你爹来跟我谈？叶枫脸色铁青，人都麻了。他堂堂叶家神子，何时受过如此轻视？你陈清河简直欺人太甚啊！叶枫紧握双拳，眼神之中怒火燃烧。不行，这小子可是至尊，我要忍！陈清河，你竟敢对我叶家神子出言不逊！突然，一直跟在叶枫身后的大圣老者暴喝一声，这一举动可把叶枫和一旁的叶盛都吓了一跳。扩造！砰！陈清河神色阴冷，大手一翻，一道恐怖的威严瞬间蔓延大殿。叶枫一惊，周身神光暴涨，身体之中隐隐有道韵流传而出。叶盛向前一踏，大圣气息弥漫，替自己和叶枫抗住了那恐怖的至尊威压。至尊又如何？你欺人太甚！大圣老者硬生生抗住了至尊威压，神芒大放，直接抬手朝着陈清河杀去。叶枫被这举动差点惊掉了下巴。不是，这老小子脑子秀逗了是吧？人家骂的是我，你搁这激动个什么劲啊？我得没发怒，你先动手了。你可真是我的好护卫啊！叶枫有些欲哭无泪，面对一位天骄至尊，他都不敢有丝毫的不敬。这老小子竟然还敢动手，找死！陈清河目光漠然，一指点出，金光聚散，虚幻神光飞速射出，直接撕破虚空。什么？大圣老者悚然一惊，那一指指时在太快，就连他也反应不及，眼睁睁看着神光射来。轰！大圣老者直接被一指震飞，身躯宛如一道流光飞出了大殿之外。这就是叶家族人，未免太不知礼数了吧？陈清河的目光落到大殿之中的叶枫身上，叶枫不敢去看对方阴冷的神色，低着头默然不语。这个时候自己但凡说错一句，搞不好就会被当场格杀。我叶家可不是你陈清河得罪得起的。殿外传来一声暴喝，大圣老者带着无匹的杀意再度杀来，只是此刻的他着实有些狼狈。坡头散发，衣衫褴褛，空荡荡的右臂血流如注，显然刚才陈清河只是随意一指，就已经废了他的一只胳膊。大圣老者出生叶家，也是老前辈了，从小看着叶枫长大，仙族叶家的神威在整个东玄域都无人敢触。你陈清河虽然是陈家少主，但也实在是太过狂妄了一点，不把我叶家神子放在眼里也就算了，竟然无视我叶家，老夫就不信你今日敢杀我！大圣老者奋起神威，周身璀璨道纹流转，准备殊死一搏。轰！出手了！大圣老者毫无保留，直接朝着陈清河蛮横杀去。找死！陈清河目光阴冷，杀意弥漫，虚空一阵扭曲，下一刻已经出现在了老者的身后。砰！血花喷洒，大圣老者的脑袋直接被他一拳轰爆。慢着！叶枫刚想开口，但已经为时已晚。大圣老者的神魂飘出，想要逃离，被陈清河一把抓住顷刻炼化，直接丢入了神皇鼎中。他自己找死，与我何干？陈清河面对叶枫的怒视，轻笑一声，无所谓道：好！陈清河你有种！叶枫脸色难看，内心几乎爆炸，太嚣张了，太狂妄了，当着自己的面就敢灭杀我叶家大圣，这是完全没把我叶家放在眼里啊！我倒要看看，到时候我爹亲至，你还有什么话说？至尊了不起是吧？等我爹来了，我看你怎么嚣张！我呸！狗屁至尊！我叶枫终有一天也会踏足至尊境界，到时候第一个灭了你陈清河！叶枫心中不住怒骂，可脸上却依旧保持着微笑。他现在还是非常惧怕陈清河的，只能表面笑嘻嘻，心里麻麦批。好走不送！陈清河懒得再理会，叶家他还没放在眼里。叶枫神色难看，带着叶盛转身离去。
没想到来一趟还损失了一位大圣强者。赶走了叶枫几人，陈清河没有了再去灌满慕云书的想法，而是略微思索着今后的布局。从他出世以来，一路横推而过，先是拿西荒楚家开刀，又对太行宫动手，期间还杀了灵儿和徐明这2位林家之人。可显然，林家到现在好没有出现丝毫的动静。自己在太素圣的闹得这么大，其他几大仙族都还在观望中，但以林家的尿性，他们绝对会出手。他与徐明的大战痕迹，肯定是无法彻底掩盖的。至尊气息存留天地，林家身为仙族，定然是有法器能够窥探推演而出的。按理来说，灵儿和徐明之死，林家那边应该是要开始动作了。陈清河喃喃道：“这是他心中最大疑惑，堂堂仙族怎么会和天煞有染？难道至尊感悟之中的倾轧大事真的快要来了？”不过眼下也不是考虑这些的时候，还是得防备一下林家的动作。陈清河猛地想起神皇鼎、青天造化炉这2件伪地法器可都在自己手中呢，何不趁着这个机会炼化一番？大殿之中道音弥漫，2道金光璀璨的地气漂浮而出，浓郁的地气神威一瞬间充斥在天地之中。若是有人在此，一定会被这等景象惊得目瞪口呆。要知道，地气可是只有大帝才能够炼制而出的无上法器。东玄域中，只有顶级势力和几大仙族才有这等无上神器，借助地气之位，几乎可以横扫一切势力，简直就是异世合武。这也是为何几大仙族之间一直都互有默契，不敢做出太出格的事情。大家各自手握合武，一旦开战，搞不好整个东玄域都得完蛋。仅仅是一件地气，就足以让各方势力胆战心惊。而此刻的陈清河可是足足拥有3件地气啊！这是什么概念？这也是他敢于强势对应几大仙族的底气。3大地气在手，谁来都得掂量掂量啊！至尊紫气不断从陈清河周身蔓延，神魂飘然而出。以神魂祭炼，就可以打上我的至尊烙印了。成功后，这2件伪地法器便是我的本命法器了。陈清河灌输神魂，不断捶打着2件伪地法器。他这番举动倒是有些夸张了。2件伪地法器虽然相比真正的地气还略有差距，但却依旧不可小觑。面对地气，旁人都不敢有丝毫的炼制心思。大地神威太过霸道，一般人可承受不住，更别说是炼制成自己的本命法器了。那可是一招不慎就会爆体而亡的。陈清河小心翼翼地催动神魂，不断捶打。不知过了多久，终于2件地气之上凝结出了一大大的尘字。轰！地气一阵巨颤，恐怖的神威几乎要将整座大殿压垮。成了！陈清河心中一喜，从今往后，这2件伪地法器可就是自己的本命法器了。想想就激动。别人的本命法器也就是个天地级别就已经顶天，他直接拿伪地法器作为本命，到时候一旦发生火拼，自己往那一站，一人祭出3件地气，估计对面脸都憋成茄子了。突然，陈清河猛地朝后看去，大殿之内空空荡荡，一掌探出，恐怖的至尊气息威压而至，直接冲向了大殿之外。虚幻掌硬凭空出现，虚空一阵颤抖，寸寸碎裂而开，一道裂缝横亘撕裂，幽暗的深渊之中，一道灰袍身影从中走出，周身淡淡紫气萦绕，头顶之上还有着氤氲的道光流转。陈清河看着来人，瞳孔骤然一缩。叶凌风，叶家家主。哼，贤侄倒是谨慎，没想到竟然能够探查出老夫的气息。叶凌风微微一笑，步入大殿之中，好整以暇地看着陈清河，细细打量着这位神秘的陈家少主，心下不得不感叹，果然是英雄出少年，如此年纪已经是天骄至尊，这等天资，放眼整个长生仙族都是相当炸裂的存在，怪不得能让风儿都不敢轻举妄动。叶凌风来到大殿中央，身后凭空浮现一道金光神翼，自顾自地坐下。陈清河脸上浮现笑意，微微拱手，原来是叶伯父，清河失礼了。面对这位叶家至尊，陈清河也是收敛了一些傲气，以晚辈之姿相待。叶凌风刚想开口，却察觉到了陈清河身后的2件伪地法器，不禁眯起了眸子。以他的眼光，不难看出，那2件伪地法器已经被神魂炼化，大大沉悬浮在2件法器之上，异常显眼。这小子倒是好手段，炼制2件本命地气，再加上他陈家地气，那可是足足3件地气在手啊！叶凌风神色复杂，不得不重新审视这眼前的年轻人。看来太素圣地之事是没得谈了。叶凌风也不想在一个后辈面前失了风度，堂堂叶家家主，老牌至尊，自然不是那些目光短浅之辈所能比拟的。太素圣地虽然重要，但对比一位潜力无限的年轻至尊，显然已经明朗。更别说陈清河还是仙族陈家少主。陈清河见对方开门见山，倒也不好再搪塞，面色沉重说道：“晚辈还是那句话，太素圣地，今后我说了算。”叶凌风闻言点点头，没有发怒，
反而非常欣赏眼前的年轻人，有实力，有气魄。那老夫就卖你一个面子，太素圣地之事，我叶家不再掺和。不过这今后的灵丹供给于叶家，照旧。陈清河见好就收，既然对方明面上已经做出了退让，那自己也得给出表示。同为仙族，真撕破脸了，对双方都不好。好，一言为定。叶凌风轻笑一声，满意的点点头。不过我要提醒你一句，我叶家大度，却不代表着其他几家能够眼睁睁看着你胡来。你可有所把握？叶凌风忽有所感，皱眉问道，神色怪异。自然，陈清河刚要说话，忽然心中一沉，一股恐怖的威压自天穹之上传来，囊括整片太素圣地。陈清河，给老子滚出来！叶凌风坐在大殿之中，目光深邃，盯着殿外的动静。恐怖的威压不断席卷而来，整座太素圣地都是一阵巨颤，所有人都被惊觉。暮云书本在修炼，却被惊动，急忙跑出来查看。天穹之上，一对黑渊护卫矗立，黑金神甲，神光流转，气态非凡。前方一名身穿金甲的青年，乌黑青丝飘扬，负手而立，那双阴翳的眸子正死死地盯着下方。林家神子林玄。陈清河踱步到殿外，看着天穹上气势汹汹的人马，不禁皱起了眉头。没想到林家动作这么快，竟然把林玄都给拉出来了。之前听说林玄一直都在闭关，看这架势，这小子竟然也突破至尊了。公子，林家看来来势汹汹啊！陈红早就组织好了一众陈家护卫，这时来到陈清河身边，担忧地说道。天穹之上那道身影的威压实在强悍，周身紫气蔓延，一身金甲宛如盖世战神，阴翳的眸子之中杀意弥漫。跟随而来的一众黑渊护卫全部散发着大圣气息，这等恐怖的实力也只有仙族才能拉出。呵呵，不用怕。陈清河瞥了眼远处洞府之中的慕云舒，美妇正担忧地看着自己。陈清河点点头，示意对方不用担心。至尊吗？谁不是至尊啊？砰！至尊气息爆发而出，一道道神纹流转，映照诸天之上，周身璀璨金光，刺眼无比。至尊紫气散发而出，与天穹之上的至尊紫气互相吞噬。林玄眯起眸子，陈清河所展现而出的实力让他心中一惊。虽然早就知晓这家伙是天骄至尊，但是没想到这家伙威势竟然如此强大，恐怖的至尊余波让他都是一阵心颤。陈清河，今日就是你的死期！林玄阴翳的双目死死盯着下方的陈清河，冷冷地说道。二弟和徐明长老就是死在了这家伙的手中，今日他一定要对方血债血偿。什么狗屁陈家，都避世300年了，还敢跳出来狗叫！区陈清河，老子今日就将你斩杀，扬我林家神威！林玄冷笑一声，猛地踏出一步，金光伏魔掌，没有丝毫的废话，直接大招起手。林玄已经不想跟陈清河再浪费丝毫口舌了，两家已经到了不死不休的地步。陈清河肯定已经知道了他林家的秘辛，无论如何都得死。两家大战已经无法避免了，直接杀就行了。砰！恐怖的元气波动一瞬间席卷天地，雄厚的元气波动宛如潮水一般不断拍打而下，天穹不断发出震耳欲聋的爆响，大地开始不断摇晃，整座太素圣地都被一股恐怖的威压所笼罩。即使是大圣强者都是呼吸一滞，嗡！仿佛神明降世，一根巨指撕裂云层，从虚空之中垂落而下。那巨指足足横亘千里，遮天蔽日。嗡！2根，嗡！5根巨指全部出现，形成了一道巨大的手掌。乌云滚滚，雷鸣交接，紫气蔓延的巨大手掌遮天蔽日，从天而降。所有人都察觉到了一股浓厚的窒息感，望着虚空之中恐怖的景象，感觉头皮发麻。太素圣地之中的一些大圣强者感受最是激烈。慕云舒瞪大了美眸，看着那蛮横的至尊一击，简直不敢相信，这就是至尊正真的手段吗？感觉整片天地都无法承载这种能量啊！那巨掌仿若远古降世的大地，其中蕴含的恐怖能量，好似顷刻间就可以摧毁整座太素圣地。几乎整个太素圣地都被这般举动所惊惧，所有人抬头望天，看着天穹之上的巨掌，神色震惊不已。陈红站在陈清河的身旁，面对风暴中心那巨掌之上的压迫感，就连他升起了一丝逃跑的心思。骄傲如他，也不得不承认，这个林玄太强了，这种程度的攻击，就连他也无法阻挡，可能瞬间就会被绞杀。陈红面色惨白，这还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感觉到如此的绝望，感觉自己离死亡是如此的接近。他缓缓转头看向一旁的少主，陈清河面色平淡，神色自然，只是嘴角挂着一丝冷笑。什么狗屁金光伏魔掌，就这？你林玄好歹也是踏入至尊境的天骄了，就那这种武学糊弄人，在别人面前装逼可以，在我面前装逼，找死！大慌！
求天指！陈清河周身金光璀璨，面对威压而下的巨掌，毫无惧色。轰隆隆！随着陈清河一指点出，天穹瞬间崩裂，无尽虚空蔓延。在那巨掌之上，虚空崩碎，一道巨大的金光巨指猛地炸裂而出。天崩了！这到底是什么神通？天穹竟然碎了！无数人惊呼，就连大圣强者们也在此刻彻底炸裂。那一道巨掌已经足以震撼人心了。谁能想到，天穹之上炸裂而出的巨指，竟然比那巨掌还要恐怖？天地的所有元气疯狂聚集，近乎狂暴一般，朝着天穹裂缝而去。恐怖的元气风暴直接撕裂了穹顶之上的滚滚乌云，璀璨的金光闪耀诸天。轰隆隆，震耳欲聋的炸醒不断响起，整片天地剧烈抖动，发放就连天地法则都无法承受这巨指的降世。什么？这怎么可能？林玄瞪大了眼睛，惊疑地看着那道横亘苍穹的金光巨指，其中散发的恐怖威压，就连他都感觉到了一股浓厚的死亡气息。这个家伙的神通竟然这么恐怖！是地威？他怎么可能凝结出地威啊？林玄阴翳的眸子之中满是血丝，他察觉到了，察觉出了那金光气息，内心已经彻底疯狂。地威！砰砰砰！天穹终于承受不住了，开始崩塌。巨指降世，狠狠镇压而下，林玄的巨掌直接被一击点破。轰！恐怖的能量爆炸开来，天地巨震，元气肆虐，整座太素圣地都被笼罩其中。所有人都是倒吸一口凉气，这小子竟然凝结出了地威！一直坐在殿中观望的叶凌风也终于坐不住了，猛地出现在大殿之外，望着天穹之上，金光巨掌直接破碎了林玄的巨掌，就连他也被震撼了。地威，这小子当真是不简单啊！这不可能！林玄瞪大了眼睛，简直不敢相信眼前见到的一切。这个混蛋竟然只是一指就震碎了自己的神通！好，这么玩是吧？地威都老子整出来了。不过，你陈清河难道就这点依仗吗？我林玄一生不弱于人，我为至尊当镇压世间一切敌。呵呵，看来我是小瞧你了。我承认，现在的你可以作为我林玄的对手了。林玄冷笑一声，看着下方依然一脸淡定的陈清河，表情有些狰狞。这小子好像有点太狂了吧？大家都是至尊，你摆什么谱啊？但如果你只有这点实力的话，就准备受死吧。林玄一身金甲光辉耀眼，宛如一尊绝世战神，手中神光闪现，周身八柄光轮闪耀着淡蓝色的神光。叮叮叮，一道道清脆悦耳的脆响在虚空之中传来。神兵，是至尊神魂祭炼的神兵，而且还是八柄啊！林玄不愧是林家少主，这等恐怖的实力可丝毫不比陈清河差啊！如此看来，二人之间究竟谁胜谁负，还未可知。据说林玄闭关突破，如今已是踏入至尊五重巅峰，这等实力，即使是仙族之中的老牌至尊，也要忌惮3分啊！惊呼之声不断在太素圣队传出，无数双眼睛震惊地望着天穹之上的至尊战神陈清河。今日我便拿你是剑！叮！天地之间，剑意锋芒毕露，强烈的剑气瞬间充斥整片天穹。在林玄周身，八柄散发着蓝色神光的神剑漂浮。林玄眼中寒煞，冷笑一声，一把抓起悬浮身边的一柄神剑。轰！气息猛然炸裂，一步踏碎苍穹，恐怖的威压犹如潮水一般呼啦啦的席卷而下。砰砰砰！至尊气息携带着恐怖的剑气镇压而来，整座太素圣地不断震荡，宛如山崩海啸一般。所有人全都躲入各大丹门的护宗大阵之中，生怕被溢散而出的至尊气息波及。林玄手持神剑，战神金甲光辉耀世，带着无匹的威势，强势镇压而下。周身悬浮的7柄神剑各自散发出无上剑气，几乎封锁了陈清河的所有退路。陈红首当其冲，瞬间感觉头皮发麻。作为陈家4杰之一，本就是绝顶天骄之列，虽然比不得陈清河这位至尊天骄，但陈红依旧心生高傲，俨然不把东玄天骄放在眼里。他也不过20多岁，已经快要触及大圣9重巅峰了。原本心性高傲的他，此刻却生出一股浓浓的无力感。林玄那无敌的气势和恐怖的实力，当让他心头棒喝，有种无力追赶的颓败感。此刻更是生不出丝毫的抵抗之心。不是怕死，而是对手太强了，强的变态，强的无敌。陈红，不可乱了道心。陈清河察觉到身旁陈红的状况，看着对方惨败的面色和震惊的目光，其周身的道韵不断颤抖，显然道心受到了极大的冲击。陈清河仔细地审视了一眼林玄镇压而来的身影，精神战，是精神战。好家伙，怪不得连陈红都差点道心不稳。光是这股舍我其谁，
吞天噬地的恐怖气象就已经足以让敌人胆战心惊。你退下。陈清河冷冷开口，一旁的陈红只能点点头，这不是他这个级别所能参与的战斗。精神战，你林玄也不过是装腔作势而已，那我就让你看看，什么才是镇压世间一切敌的气魄。陈清河清脆的声音传荡诸天，无数目光紧紧盯着他的身影。大言不惭，煌煌剑诀！林玄大喝一声，已经杀到了陈清河的面前。屁砰！整座雀丹阁丹门大殿都在此刻被那股蛮横的气势镇压得摇摇欲坠，山峰青峦更是出现了即将碎裂的迹象。林玄神剑开道，一剑斩出，斩断空间，斩断虚空，斩断苍穹元气，斩断陈清河所有退路。剑气纵横千里之遥，400里剑气巅峰轰杀而至，整片天穹被这一剑斩裂，一道巨大的遮天蔽日一般的蓝色剑痕在天穹之上浮现。叮！剑声清脆，所有人都感觉到耳膜欲痛。死！大神通，绝对是大神通，这可是至尊神兵挥出的一剑啊！此等剑气，闻所未闻，此等攻势，世间罕见啊！这一击恐怕就算是我们整个太素圣地也能劈开吧？何止，我估计整片地狱都能一剑劈开了。这等至尊之威近乎无敌了。陈家少主虽然也是至尊，能抗得住吗？林玄战意澎湃，气势如虹，那股镇压诸天的威势，怕是无人能敌啊！一道道惊呼响彻，所有人看着林玄的身影，都带着浓厚的崇拜之色，那是对于强者的敬意。那股气势，吞天噬地；那股威严，镇压世间。世间天骄，何人能与之比拟？陈清河吗？可是，所有人都不禁怀疑，陈家这位天骄至尊，能够与林玄一敌吗？慕云舒矗立在远处山巅，一双美眸并没有去看那位天穹战神，秀眉皱起，反而一脸的担忧，眸子紧紧盯着那道白袍。叶凌风坐在了大门大殿，悠哉悠哉地看着2个天骄至尊的决战。这林家小子倒是气势十足，气魄之甚，战意之强，不愧是精神战。光是这等浩大气象，一般人就已经被震慑，输了一半了。陈家小子，你能行吗？深邃的目光凝视着那道白袍身躯，连他也不得不怀疑。陈清河能够扛得住吗？林玄嘴角噙着一丝冷笑，这就是无敌之姿，这就是无上至尊。我林玄一生不弱于人，区区陈清河也只配是我征战路途之上的垫脚石而已。我林玄注定是要镇压当世，横推万古的无上战神。轰轰轰轰！神剑剑气纵横，剑光肆虐，青天造化炉。陈清河一声轻语，嗡！璀璨道纹乍现，丹香流转天地之间。至尊祭炼，伟地法器，地气，青天造化炉。神炉犹如万丈金光，纵使剑气纵横3万里，却依旧被神炉顷刻间化解。林玄，看好了，这才是至尊之威，这才是至尊之威。青天造化炉飞出，无上神威直接将那无匹的剑气瞬间击溃。地气威势蔓延诸天。地气，你竟然祭炼了一尊地气，这怎么可能？林玄牙刺欲裂，手中握着的一柄神剑已经片片寸裂，彻底报废了。这种普通的神兵又怎能抵挡得了地气？林玄呼吸一滞，身躯飞退，周身仅剩的7把神剑全力抵御着青天造化炉的攻击。可恶！煌煌剑诀，斩灭世间！林玄暴喝一声，周身环绕的7把神剑不断凝聚，蓝色的神光无比耀眼，一声声脆响在天穹炸响。叮！7柄神剑融合，形成了一柄晶莹剔透的至尊法器。淡蓝色的光芒照耀诸天，那柄晶莹剔透的至尊神剑竟然一剑击飞了青天造化炉。如果你只依靠着地气，今日可胜不了我。林玄傲气十足，一身金甲，青丝飘摇，战神之威震天射地，所有人都被他的气势所吸引。强大的神威，甚至让人生出一股想要膜拜的心理。至尊神兵，这家伙竟然也祭炼了至尊神兵。不过很可惜，与陈小子相比，倒还是差了一些。毕竟地气可不是凡物。叶凌风叹息一声，砰！嗡！嗡！轰！突然，所有人瞪大了眼睛。那道白袍终于动了。林玄，你这精神战确实不错啊。陈清河轻笑一声，周身道纹流转，金光璀璨。轰隆隆，大地崩裂，一道道紫光法轮从他身后浮现。砰！陈清河一步踏出，瞬间出现在了虚空之中，身后一道道法轮旋转，至尊紫气弥漫而出。恐怖的神威一瞬间爆发而出，好！血红色的兽影从大地中崛起，滚烫的熔岩之中，血兽冲天而起。
好！天穹撕裂，一条数百丈的金龙虚影降临而下。异象，至尊异象！所有人激进疯狂。嗡！还没完，一道金光大道铺洒而开，金光一路蔓延，直接扑到了林玄的面前。金龙虚影盘旋在陈清河的周身，血兽发出一声嘹亮兽吼，来到了陈清河的一侧，乖顺的臣服。这时众人才发现，那尊血红兽影竟然是麒麟，上古麒麟，还是最为纯正的血麒麟。金龙围绕，麒麟臣服，身后至尊法轮流转。陈清河踏上金光大道，盯着林玄，冷笑一声，声音冰冷：太古之后，至尊至此，我为最强，我得窥天道，悟得终生。这至尊意象，你可有？何为无敌？我为至尊，当镇压一切敌。你林玄也只配跟随我的脚步。不过现在，我不会给你追赶的时间了。咔，咔，咔！每当陈清河在金光大道之上踏出一步，一道黑金篆刻的神纹甲胄就会浮现在他身躯之上，直至彻底附着在了他的身躯。林玄，就凭你也配在我面前耀武扬威？你也太过高看自己了。陈清河矗立金光大道之上，一身黑金神甲，长发飘摇，身后至尊法轮光辉耀眼，不断旋转。左侧金龙虚影盘旋，右侧麒麟虚影嘶吼。这就是大异象，古今未有的大异象，所有人都疯了。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啊！至尊异象，这可是只有上古卷轴的记载之中才会出现啊！异象，至尊异象，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看着虚空之中的陈清河，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没有人敢再议论，只是透仰望着那道至尊神威，他们要将那道身影牢牢地印在脑海之中。林玄表情错愕，满脸震撼，看着眼前的金光大道，再看看屹立苍穹的至尊天骄，林玄再也忍耐不住了。假的，一切都是假的。什么至尊异象，我怎么从未听过？搞这么一套花里胡哨的东西，就敢出来丢人现眼？假的，都是假的！该死，该死啊！陈清河，我今天是要杀你！林玄怒吼一声，手持神剑，脚踏金光大道，带着满腔怒火震杀而来。陈清河笑了，明明是你小子先玩精神战的，怎么你先破防了？你不这么搞，我会放出至尊异象吗？怎么？只允许你一个人玩精神战士吧？你不是逼哥很牛逼的吗？什么绝世战神，镇压诸天，甚至还叫嚣着要镇压世间一切敌。你搞神威无敌那一套的时候，不是很嚣张吗？怎么到我这了，你就开始破防了？这么搞是吧？来啊，那就手下见真章！陈清河冷笑一声，眼神之中杀意浓郁。今日我便拿你这位至尊开刀，你自己找死，我便成全你！陈清河的身躯猛地踏出，砰！虚空剧烈摇晃，金光大道有些不稳，恐怖的气息在天穹之上爆发。拿命来！林玄暴喝一声，手持神剑，一剑斩出，无数剑气充斥天地，其中星河悸动，竟然有道法蕴含。无数剑气充斥天地，宛如一张天罗地网，纵横交错。砰！陈清河眼神凝重，散发无上战意，一拳轰出，血红拳影庞大无比，几乎照映苍穹。身后至尊法轮旋转，一道道至尊之威与拳影相合。好！血红拳影破碎苍穹，其中隐隐传来一声低沉兽吼，无数蛛网一般的纵横剑气直接被轰得粉碎。砰！然而下一刻，林玄不知动用了何种秘法，瞬间出现在了陈清河的身后，空间扭曲，一道寒意剑光迸射而出，气势之盛，足以斩裂苍穹，就连天地之间的元气都在此刻轰然压缩，瞬间爆裂。陈清河目光阴冷，猛地转身，他早已察觉到了不对，在挥拳的瞬间就已经做出了判断。砰！一拳挥出，直接击打在了右侧一处扭动的虚空之中。那里本是空无一物，可却传来一声闷哼，哗啦啦，空间碎裂，一道身躯略显狼狈的飞出，鲜艳的血水在虚空之中绽放，异常耀眼。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这两位至尊交手太快，又近乎是肉搏一般，根本无法看清二人的动作。所有人屏气凝神，紧紧盯着二人。噗！林玄狼狈飞出，本想压制一下，但还是没有忍住。一口血水再度从口中喷出，陈清河那一拳蕴含至尊神威，即使他也难以承受。陈清河，今日不杀你，我林玄自解于此！林玄大喝一声，脚踏金光，周身元气暴涨而出，恐怖的怒吼几乎撕破苍穹。黑发飘扬，嘴角血水流淌不休，一身黄金战甲，犹如盖世战神。他不相信自己闭关100年，苦修一世，突破至尊，竟然会败在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子手上。威压百世，盖世至尊，绝对不会止步于此。砰！砰！
砰！整座天穹震荡不休，仿若天道崩塌。至尊战意充斥在天地之间，让人头皮发麻。那股崩天之势，即使大圣强者也是胆战心惊，一个个躲在大阵之中，不敢有丝毫露头。苍天啊！东玄域300年来，可从未爆发过如此惊天动地的大战。整座太素圣地都被2大天骄至尊的战火波及。天穹之上，虚空碎裂，满天星河倒悬，无数至尊紫气震撼苍穹，天外天都快要被2人轰碎了。金龙盘旋9天，宛如盖世龙神，龙威遍布，惊动山河。麒麟矗立苍穹，上古神威奔腾勃发。2大异象坐镇诸天，可谓声势浩大。金光大道直垂天际，一眼望不到头。陈清河面对凌玄的暴怒，神色肃穆，深邃双目之中一片寒霜。什么狗屁天骄！世间天骄见我，犹如皮肤见青天。凌玄，凭你也配与我叫板？你苟活一世，闭关100年才突破至尊。哼，这等天赋，还自称什么天骄至尊？老子今天拉爆你！陈清河矗立苍穹，手持一柄黄金神枪，犹如绝世战神。那等生机勃发，无上神威，比之凌玄还要耀眼。他平日里待人温润，脸上时常挂着笑意，今日却一改面貌，那股睥睨天下的无上战威，让所有人都头皮发麻。3000道，天外天，谁敢与我战诸天？五大域，中神州，天骄见我如青天，你不见我，如倾覆于沧海，睥睨无知。你若见我，便是大道至苍穹，浩瀚无边。我敢站在这里，就不怕你们人多。你林家来一个，我杀一个；来2个，我就杀一双。我看五大域，谁敢与我叫板？陈清河清脆的声音回荡在诸天，至尊道运加持之下，甚至传到了北海，传到了西玄、北玄、南玄、中神州，五大域所有仙族之内，陈清河的道音不断流传。无数隐世老祖、闭门至尊，皆在此刻抬头望天，遥望东玄。世间至尊，从未有过如此狂妄之辈。吼！金龙狂吼于诸天，沉浮万载，龙威耀世。麒麟神威飘摇，永世相伴。什么是至尊？这才是至尊。什么是天骄？这才是天骄。林玄瞪大双眼，他万万没有想到，陈清河竟然狂妄到了如此地步，甚至敢叫嚣五大域和中神州。狂妄之辈，今日我就叫你知道我林家神威！轰！苍穹撕裂，林玄猛地踏出，手持神剑，奋勇杀来，手中神剑光威浩荡，与林玄身上的黄金战甲交相辉映。在他周身，元气奔腾，宛如实质一般。恐怖的力量瞬间击溃天穹，爆发而出的威压，使得下方大地山呼海啸。一道金辉法盘自林玄身后冉冉升起，金光浩瀚，宛如出阳招生。至尊法盘，大日照诸天。那轮法盘不断流转，一道道金黄的神芒朝着陈清河爆杀而来。咔咔咔！虚空已经无法承受林玄所携带的无上神威，一道道恐怖的深渊裂缝在天穹之上蔓延，苍穹空间寸寸炸裂。原本隐藏在虚空之外的天外天，也被那大日照诸天的神芒直接崩碎，恐怖如斯。太素圣地的所有人都望着天穹之上的景色，原本的天穹已经崩毁了。2大天骄至尊的大战何等恐怖，世人瞩目，永生难忘。面对林玄爆杀而来的压迫，陈清河面色平淡。砰！青天造化炉飞升而起，地气神威爆发而出，一道道璀璨星光激射而出。轰轰轰！璀璨星光崩碎了时空，与大日照诸天的黄金神芒喷撞在一起，恐怖的能量波动直接撕碎了整座天穹。苍穹之中，大片的深渊浮现而出，那黑暗雾霭的深渊犹如一道巨大的黑洞，吞噬着诸天苍穹。陈清河手持黄金神枪，长发飞扬，黑金神甲之上，一道道篆刻铭文不住流转，身后法盘扭动，2大神兽虚影爆发出滔天嘶吼。砰！一步踏出，已是百里苍穹之外。杀你！手到擒来！寒冷的目光射出，嘴角便狂妄的话语犹如一道惊雷，在林玄的耳畔传荡。2人杀意十足，战意滔天。轰隆隆！万众瞩目之下，黄金神枪与金银神剑碰撞在一起，恐怖的能量波动蔓延数万里之遥，震耳欲聋的炸响，直接使得整片太素圣地涅槃境以下的强者全部神魂震荡，有的修为弱，瞬间就被2大至尊的能量挤压得爆体而亡。天穹剧烈颤抖，波及了整片东玄域，整座大域都在此刻剧烈摇晃。至尊之战，恐怖至极！砰！林玄战意勃发，犀利的寒眸死死盯着陈清河，身后金光璀璨，法盘倒悬，一身神威。左手一拳轰出，空间扭曲，元气爆发。陈清河冷笑一声，同样一拳轰出，至尊紫气蔓延。神枪与神剑对撞，
双双全猛地爆轰在一起，苍穹炸裂，恐怖的能量一瞬间直接炸裂而出。太素圣地摇摇欲坠，大地崩裂，山河倒灌。哼！林玄闷哼一声，身躯不断倒退，划破天穹，暴退千里，嘴角血花飞溅，脸上神色更是惨白一片，面容惊愕之余，还带着一丝不可置信。两人全力对拼，法器对法器，神威战神威，肉搏厮杀，可他却还是败了，胸中凝滞，一口血水再也压抑不住，喷了出来。轰！陈清河一步杀来，又是一拳轰出，拳罡撕裂虚空，元气猛烈爆发，隐隐有龙威流传。什么？林玄周身神芒大放，抬手阻拦，却被一拳轰得砸向天外天。咔！一声脆响，林玄身上的黄金战甲在这一拳之下直接爆炸开来，彻底报废。轰！又是一拳。啊！林玄根本已经无力抵抗，即使身后发盘不断流转，大日照诸天不曾停歇，可还是无力抵抗。他发出一声惨叫，直接撞破了天外天的壁垒，空间扭曲，最终坠落在太素圣地的神山之中。前前后后仅仅3拳，林家神子败。轰隆隆，苍穹斩裂，至尊神威横亘苍穹，整片诸天只有一位至尊矗立。陈清河，林玄，你就这点本事吗？那真是让人失望啊！陈清河冷笑一声，寒冷的双眸盯着下方，已经整个身体都被一拳镶嵌在了大地之中的林玄。后者面如金纸，胸膛之上凹陷了大半，筋骨断裂，丹田破碎，大片的血水不断从林玄的嘴中涌出。原本凌厉傲视的天骄至尊，此刻已经沦为了废人。3拳干碎你的天骄梦！林玄双目翻着白眼，显然整个人的神色都已经模糊了。凹陷的胸膛剧烈起伏，有气出，无气进，周身的至尊神威已经消散，大日照诸天彻底消弭。林玄披头散发，身体抽搐，这也太强了！林家身子竟然被3拳干废了，这明明都是至尊，为何差距如此之大？陈清河果然非凡啊！这就是至尊之间的大战吗？过瘾啊，过瘾啊！老夫一生悟道，观今日神采，不枉此生啊！太素圣地的所有人看着那镶嵌在大地之上的林玄，一个个面露震惊。明明上一刻林家身子还是神威盖世，战神无敌，可仅仅不到半炷香的时间，竟然就成了废人，太恐怖了！堂堂至尊天骄竟然也会落败，而且还是败得如此彻底。好小子，好小子，英雄出少年，不枉老夫亲自走一趟啊！叶凌风坐在雀丹阁丹门大殿外，亲眼目睹了先祖2大天骄至尊的惊世一战。同为至尊，他更能够深切感受到两人的实力是何等恐怖。尤其是陈清河，这小子简直就是变态啊！全力3拳就干废了林玄，这让叶凌风这个老牌至尊都是一阵心悸。这等实力，在天下至尊之中已是顶尖了。陈家不愧为陈家啊，即使300年前遭遇大劫，可依旧能够出现如此亘古未有之天才。叶凌风很庆幸自己这次亲自前来绝对是最正确的，不然以这小子的实力和心性，搞不好他叶家日后也没好果子吃啊。只是叶凌风皱眉，看着陈清河一身神威走到了林玄的面前，这小子该不会真的要下死手吧？叶凌风疑惑，甚至有些担忧。陈清河看着早已没有了神智的林玄，全力3拳之下，这小子被自己彻底干废了，一身修为报废了778，神魂受损严重，眼看是要成为白痴了。可怜啊，是我没有收住手，让你成了这副模样，怪我。陈清河摇摇头，有些无奈的叹息道：林玄翻着白眼，嘴中血水流淌，咿咿呀呀的乱叫着：你别怕，我好人做到底，绝对不会让受苦。陈清河冷笑一声，手掌一翻，神光闪烁，嗡！神皇鼎。陈清河自从上次借用这件地器镇杀数百位至尊之后，突然发现这玩意似乎还挺好用啊，杀人锁魂，完美至极。嗡！神皇鼎此时只有巴掌大小，鼎身金光流转，符文篆刻不断倒悬，一道绿色神芒飞出，缠绕住了林玄的躯体。锁神之链，哗！神光呼啸，锁神之链拖拽着林玄的身躯进入了神皇鼎中。嗡！嗡！嗡！一瞬间，鼎身剧烈颤动，爆发抖动，地气神威一震，陈清河险些掌握不住。奇怪，他仔细观察着神皇鼎之上的符文，原本鼎身雕刻的半残符文篆刻，竟然开始慢慢的修复。这是在祭炼，原来如此啊！哈哈！陈清河轻笑出声，神皇鼎不但能够炼制天地神丹，竟然还能炼化人。之前数百位至尊被拖拽其中，神魂躯体都被炼化，却丝毫没有动静。可林玄这位至尊强者刚被祭炼，
神皇鼎就开始自我修复。它本是伪地法器，与真正的地器相比还有些差距。可要是炼化至尊强者不断弥补鼎身之上的符文篆刻的话，毫无疑问，日后的神皇鼎将会成为真正的地器。陈清河心中舒畅大喜不已，哼，看来日后只要与至尊强者对战，就可以拿出神皇鼎了。一想到此，陈清河笑容更加阴冷，眼中闪过一抹厉色。轰隆隆！突然，天穹之上虚空撕裂，一道庞大的法相降临此处天地。陈清河，你竟敢杀我爱子！一声暴怒传荡九霄，至尊法相高大万丈，矗立苍穹，恐怖的威压爆发而出，整座太素圣地都开始出现了崩毁。滔天的怒意在苍穹之上弥漫，那双硕大的冷漠双瞳杀意浓郁，死死盯着下方的青年。哦，你说林玄吗？他在这里面。陈清河抬头望天，看着那天穹万丈的至尊法相，毫无惧怕，反而冷笑一声，一手指着自己手中的神皇鼎，嘲笑道：“来人正是林家家主林笑然。”从林玄战败那一刻，他就已经察觉到了爱子的气息已经变得十分虚弱。他连忙撕裂虚空，可终究还是晚了一步。林玄可不同于林晨，林晨身为二子，即使死了倒也不太严重。林笑然虽然心中悲痛，但也不至于彻底暴怒。但林玄不同啊，他可是林家少主，林家真正的天骄，一世天资卓绝，闭关100年，终于踏入至尊。可以说林玄就是林家未来的依仗啊。可是就这么死了。林笑然法相暴怒，恐怖的能量朝着陈清河不断暴涌而去。2个儿子都死在了这个家伙手中，今天他无论如何也要将此子碎尸万段。陈清河面无表情，一手托举神皇鼎，周身神芒大放，至尊紫气蔓延，身后至尊法轮徐徐升起，周身金光大放，长发飘扬，淡漠的双目盯着虚空之中的至尊法相，面容毫无惧色。一步踏出，脚下浮现金光大道，一路蔓延而上，直达苍穹。黑金神甲光芒大放，天骄至尊脚踩黄金大道，一步一步登天而上。儿子死了，老子来，那就来吧。正好，我送你们父子2人相见。至尊战意弥漫苍穹，即使林笑然身为老牌至尊，还是林家家主，陈清河依旧丝毫不惧。就如他先前所说，你林家来一个，我杀一个；来2个，我杀一双。猖狂！林笑然眼中怒火中烧，实在没有想到眼前的陈清河竟敢如此嚣张。他林家千年世家，长生仙族，何时遭受过如此重创？2位神子尽皆身死，甚至还扬言来一个杀一个，简直是找死！至尊法相终于出手了，高达万丈，遮蔽苍穹的庞大法相一掌拍下，绵延万里之遥，恐怖的威压直接搅碎了虚空。狂妄之人终将受到天罚。冷漠的声音回荡在天穹，没有丝毫的感情。高大的至尊法相宛如天神一般，那种镇压一切、俯视苍生的威严，让芸芸众生生出一种顶礼膜拜之感。至尊的强大太过恐怖，巨掌遮天蔽日，甚至毫无边际。遥望虚空尽头，威压倾迩下，恐怖的能量在虚空之中颤抖。咔！一道道空间被扭曲、挤压，直至破碎。剧烈的罡风搅动着大地，太素圣地摇摇欲坠，近乎要崩毁。嗡！天穹之上，一道道护宗大阵闪烁神光，自发启动了。那是至尊之力的裹挟之下，无数丹门的大阵感受到了灭顶之灾，自发开启了护宗大阵。可见这一掌的能量是多么恐怖！大地之上，山河崩裂。陈清河矗立虚空，脚下的金光大道似乎不断摇曳，耀眼的金光不住闪烁。就连身旁2侧的身后虚影都感受到了危机。吼！金龙发出一声悲鸣，昂起龙头，不断发出震天嘶吼。那道天穹之上的黑暗巨掌宛如死神一般，恐怖的窒息感，就连他也感受到了。血麒麟悲鸣一声，赤红的身躯开始不断耀眼，火红的神光竟然在此刻更加炽烈，通红的身躯仿佛血水浇筑。陈清河面色严峻，盯着那镇压而下的巨掌，眼神之中掠过一抹厉色。林笑然身为林家家主，老牌至尊，千年修为何其恐怖，单是这简简单单的一掌镇压，就比林玄还要强出100倍。呼！陈清河感受到了心悸，冷恐怖的能量连他也察觉到了一丝危险。这还是自己出世以来第一次有如此浓烈的危机感。没办法，对方实在太强大了，千年至尊足以傲视诸天啊！小子，你已没了退路，今日老夫是要杀你！林笑然语气冷冽，高悬9天的法相身躯犹如上古天神，一双虚无空洞的双目之中，凌厉的杀意让人遍体生寒。他身为林家家主，无论如何都要灭掉陈清河。一旦让这小子发育起来，日后他林家可就没好果子吃了。就算拼了老命，他也要陈清河死。
呵呵，人都老了，还出来抢天下？陈清河轻笑一声，眼神之中满是嘲讽的意味。嗡！突然，陈清河大手一挥，手中神皇鼎飘飞而出，恐怖的能量猛地朝着林笑然镇压而去。轰！青天造化炉猛地出现，瞬间变大，璀璨的神光耀眼无比，地气神威浩瀚无垠，奔腾滚滚的天地元气瞬间被抽掘一空。轰！又是一道神威闪烁，陈清河的身前浮现出一道耀眼金光。嗡！道音又有流转，神威光芒万丈，直冲天际之上，恐怖的能量瞬间搅碎苍穹。轰隆隆，三件地气同时出世，强烈的地威传荡诸天，一道道神芒蔓延苍穹，古老的上古神威仿佛要苏醒一般。青天造化炉与神皇鼎中间，则是陈家先祖遗留的地气。那是一件周身璀璨金光环绕，地气神威蔓延，看不清具体样貌的地气，一眼望去只是一片金光璀璨，但其上散发的地气神威却让人不敢有丝毫的怀疑。地气，最纯正的地气，比之青天造化炉和神皇鼎这两件伪地法器，可是强上数倍的存在。林笑然瞪大了眼睛，看着陈清河一口气掏出了3件地气，连他都不禁有些心悸。2件伪地法器也就算了，没想到这家子连陈家地兵都随时带在身上。不是，谁出门在外把地兵带在身上？这可是正宗的地兵啊，只有长生仙族才能够拥有的地兵。我们几家哪个不是放在族里恭恭敬敬的供着？你小子倒好，起手就是地兵是吧？轰隆隆，咔！3件地气冲破苍穹，庞大的地威瞬间爆发而出，璀璨的金光，刺眼的神芒，一瞬间就将那道巨大的法相巨掌崩裂。不好！3件地气余威不减，崩碎了至尊法相巨掌，朝着林笑然镇压而去。感受到那浓烈的地气神威，林笑然神情巨变。3件地气，其中还有一件可是长生陈家老祖的地气，那庞大的大地威严不断袭来，即使是至尊也得掂量掂量。这个小混蛋竟然不按常理出牌，林笑然也是服了，你他妈最起码上来就轰一下也好啊！起手即使地兵，还他娘的足足3件地气，这怎么打？即使老子千年至尊也招架不住啊！咔！虚空扭曲，3件地气震杀而来，这等大手笔、大气魄、大神威，恐怕放眼5大域也没有哪个至尊敢硬碰。林笑然也是运气好，这3件地气，其中2件陈清河刚刚祭炼不久，3件地气如今同出一脉，与他神魂相连，完全能够使出全部的地气能量。正好林笑然杀了过来，这下就可以试一试3件地气同时出手的能量了。操！这陈家小子疯了！3件地气镇压，不行，这样下去东玄玉都得被他打崩了。一直观战的叶灵天此刻神情大变，3件地气同时出手，这等惊天动地的壮举可从未有过啊！地气神威何等惊世骇俗，仅仅是一件就足以引发一场滔天大战。如今3件齐出，这陈清河明显是要掀桌子啊！这样下去，恐怕东玄玉都得完蛋，即使是大玉也承受不住这么玩啊！林家老狗！陈清河严重闪过一抹决绝，周身神芒大放，一步踏出，直达天际。3件地气环绕周身，盯着林笑然那惨白的面容，阴冷地说道：“老不死的，今天你林家一个都别想活了！”杀！杀！陈清河一声大喝，3件地气携带威严，一步踏出，轰碎大片虚空，地气威压蔓延，诸天摇摇欲坠，苍穹倒悬。林笑然面色惨白，堂堂千年至尊，竟然被3件地气压得喘不过气，心中恼怒不已。若不是他没有随身携带林家地兵，尤其会如此狼狈。砰！陈清河借助3件地气，打得林笑然抱头鼠窜，原本高达万丈的至尊法相更是直接崩裂。2道身影在苍穹之中大战，轰！恐怖的余波让分胆战心惊。天骄至尊和老牌至尊的大战还是十分罕见的，更何况还是天骄至尊压着老牌至尊暴打，神光闪烁，战意滔天。一时间，林笑然竟然被陈清河压制到了极点。面对3件地气，他竟然毫无还手的机会，只能被动挨打。而陈清河更是杀得兴起，无数神芒绽放，大神通更是不断爆发，一道道恐怖的神通朝着林笑然倾斜而去。大黄求天指，摘星手，你他娘的不是很狂吗？我呸！什么狗屁千年至尊，你林家算个什么东西？若不是万千年黑暗动乱爆发，各大仙族受创，那里你林家崛起之势？真以为你林家只手遮天？我陈清河压根就没把你这老逼灯放在眼里，老子今天就打得你满地找牙，让5大域的仙族好好看看你们所谓的林家神威！砰！林笑然暴喝一声，耳边的辱骂不断回荡。陈清河一边狂暴输出，一边嘴巴不听，小嘴一张 ，RPA 开始。
林笑然何等受过这种侮辱，周身至尊紫气不断爆发，引发诸天震荡，双眼一片血红，显然是被刺激到了极点。可陈清河依旧不依不挠，不断辱骂，下手更是疯狂。嗡！3件地气爆发无尽神威，不好！林笑然猛地察觉到了一丝危机，心悸不已，顾不得太多，手中捏碎一道至尊命牌，砰！瞬间，一道湛蓝神光爆发，耀眼的神芒十分刺眼。陈清河一阵恍惚，定睛看去，却发现老逼灯已经撕裂了一道虚空。老子让你走了吗？想跑？留下吧你！脚下一踏，一道金光神芒扑洒而开，3件地气镇压而去。咔！空间碎裂，林笑然的身躯竟然瞬间消失在了原地，就连至尊气息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时空扭曲，老东西竟然还留了一手。陈清河一愣，看着空荡荡的碎裂空间，连他也没有料到林笑然竟然如此果决，打不过就直接跑了，还是不顾一切的跑，连头都不带回的。这老小子有点东西啊，不像他那2个傻儿子，过不得人家是家主了。跑路是有一套的，小子，他日老夫亲自到陈家拜访。悠悠苍穹，阴冷的声音传荡，林笑然临走时还放了句狠话。陈清河不屑一笑，果然是反派嘴脸的标准模板，只是没有料到这老东西竟然跑得这么快，连他都没有想到林笑然竟然在如此关头选择了逃跑。上一刻还喊着要为爱子报仇，要手刃自己，下一刻直接跑路了，也是挺无语的。陈清河无奈一叹，收起3件地气。事已至此，太素圣地之事也就完了。至于林笑然所谓的亲自到访陈家，呵呵，随他去。我敢站出来，就不怕你林家报复。再说了，真到了我陈家地盘上，那还不得随便玩死你啊？真当我陈家3大肠老是吃干饭的，打你就跟打小卡拉米一样。随着林笑然的落荒而逃，这场大战终于迎来了短暂的停歇。而林家家主的狼狈离去，也意味着从今往后，太素圣地已是成为了陈家的囊中之物。陈清河倒也不急着去追杀林笑然，毕竟林家可是同为仙族，真要他孤身一人打上林家，现在的他还真没那个把握，指不定那林家族地内就藏了几个老不死的。剩下的事还是交给3大长老去办好了，有他们3个老家伙在前面顶着，陈清河暂时也不担心林家敢有太出格的动作。叶伯父可还看得过瘾？让陈清河诧异的是，叶凌风竟然还在雀丹阁的大殿前。之前一番大战，他无暇他顾。看叶凌风的样子，显然一直都未曾离去，也算是给这老东西开了眼了。凭借自己刚才的神威，估计他心里也该有数了，日后与我陈家接触，多少也会收敛一点了吧。贤侄真是惊世骇俗，老夫自愧不如啊！如此神威盖世，当真是让人羡煞。叶凌风微微一笑，看着眼前的陈清河，是越看越喜欢。一表人才，风流倜傥，还他娘的是天骄至尊，关键是这小子战力不低，愈强越强，战力不详的那种。叶凌风已经开始改变了对陈清河的看法，之前他对这小子还是保持着一丝不满，现在则是完完全全的打心眼里欣赏了。叶伯父过奖了，与您相比，清河还差得远呢。面对堂堂叶家家主的夸奖，陈清河倒是罕见的有些谦虚。贤侄，老夫还有些事，暂且就先离去了。你若日后有空，可来叶家一叙，老夫定当扫榻相迎。叶凌风微微一笑，撕裂虚空离去。清河有幸。陈清河微微拱手，送走了这位叶家大佬。扫榻相迎，老东西还挺会说话。不得不说，叶凌风一番恭维，倒是让陈清河感觉不错。看着老家伙的态度，日后2家可以好好合作一番。长生仙族之间可要多为走动，其中利益来往牵扯甚大，这对2大顶尖家族老说都是好事。你可有事？一直躲在一旁的慕云舒终于跑了过来。刚才陈清河与叶凌风谈话，他不好插嘴，只好站在远处等待。此刻叶凌风一走，美妇立马扑了过来，一把将陈清河揽入怀中。温热的奶香味在陈清河鼻间回荡，美妇一脸担忧，检查着陈清河的身体。穆姐姐是在担心我。陈清河摊开双手，示意自己没事，反而打趣道：“你说呢？”慕云舒微微一笑，绝美容颜足以让人神魂颠倒，丰满的娇躯更是让人浮想联翩。走吧，太素圣地还有许多事要和穆姐姐商议呢。陈清河挽着美妇的娇躯，笑意盈盈地说道。慕云舒被男人看得心慌，脸上闪过一抹红晕。我这次可不吃了。美妇娇羞地说道。啊，姐姐在说什么？你要吃？要吃什么？前方高能，爽爆拉满。明月高悬，月影稀疏，清风叠嶂的山峦，细雨朦朦胧胧，秋风微微吹乍。金顶屋檐的廊桥之下，雨水敲敲打打。幽密寂静的大殿，清清冷冷，冷风夹杂着雨水的雾气，轻轻袅袅地飘入其中。宫殿之中的月明灯闪烁着微弱的蓝光，整座大殿之中都有些昏暗，
只有一点点蓝光飘荡，冷得异常，静得突兀。太清宫已经好久没有下雨，尤其还是夜雨。宫门之中寂静无声，弟子们早已歇息。悉悉索索的呢喃从殿中突然响起，似是极度压抑，但仍旧不堪地发出了声响。白色的轻纱袍子被微风吹起一角，掀起的裙摆飘飘荡荡，白色的轻纱之下，银白一片。一双玉足白里透红，银白的足趾上甚至还点缀着鲜艳的红妆。修长的肉腿不算纤细，反而有些丰腴，长腿蜷曲，微微抽搐着，一抖一抖的。玉足忽的弓直，白袍娇躯轻轻扭动，貌似有些慌张。还是不行吗？清冷的声音悠悠响起，龙雪微轻叹一声，神色落寞，有些无奈。银白的神光在娇躯之上微微闪烁，神圣而高洁，不可亵渎。绝美的孤高容颜，时刻都是那副带着些漠视的冷漠表情，秀眉微皱，似是有些难受。难受极了，高昂的洁白脖颈布满了一层密密麻麻的香汗，就连额头之上也是汗水密布。仔细看去，就连那丰腴娇躯之上的白袍轻纱也被汗水打湿了。原本宽大的袍子紧紧贴附在娇躯之上，丰腴的娇躯，任何人见了都会沉迷其中。巧手之上，青丝并非如瀑一般垂下，而是被女人略微盘敷在了脑后，像是妇人一般的梳妆。用一根晶莹剔透的玉簪扎着，没有过多的首饰，如玉人一般清清冷冷。哗，洁白的神光闪烁，有些耀眼。龙雪薇紧咬红唇，轻哼一声，声音难掩其中的难耐。巧手之上，斑斓的珊瑚状龙角终于浮现了，五彩琉璃，晶莹剔透，甚至光滑无比，只有一只手掌大小的长度。龙角，龙族特有的特征，但龙雪薇显然十分不喜欢，甚至有些唾弃。她平日里从来没有用这种面貌示人，谁也不会想到堂堂太清宫公主，大圣强者，竟然会有一双龙角。而且准确的说，这龙角还是残品，若不是今日乃是秋雨入夜，月华淡薄，导致她清心诀失衡，否则也不会压制不住龙角，原形毕露。这可是她心中的一根刺，是她的耻辱。要知道，龙族在化形之时都是褪去一身旧形，转化人族，而最艰难的便是头上那对龙角。很显然，龙雪薇的化形是十分失败的，只因为当时的她身受重伤，遭遇龙族浩劫，导致她化形时受创严重。即使最后成功化形，可头上这对龙角却一直伴随，再也无法消散了。在龙族之中，化形之后还伴有龙角的，则是一为失败；而化形之后还存有龙角的话，从他们的审美来看，无疑是十分丑陋的。龙雪薇自此之后，游历五大域，修为不断提升，可终究无法解决自己这块心病。她也从未让世人发现过她龙角的秘密，这是她的耻辱。可无论她用过多少方法，不论秘法还是灵丹，却都无法让头上的龙角消失。就算是大圣修为，也无法化解。所以，每当她清心诀失衡之时，都会选择闭关一段时间，为的就是掩饰自己龙角的尴尬。该死，偏偏这个时候功法失衡，看来只能选择闭关一段时间了。龙雪薇银牙紧咬，红唇轻启，有些纠结。眼下太清宫得到了仙族陈家的庇护，爱徒白灵素更是成为了陈清河名义上的妾室。一时之间，太清宫在南域可谓是风头无两，扶摇直上，隐隐已经坐上了4大宫首位。这个时候，公主选择闭关，对于蒸蒸日上、事务繁忙的太清宫来说，无疑是有些困难的。都怪那个混蛋，丢下这么大一个烂摊子，就跑去太俗圣地厮混，连灵素也不过问一下，甚至就连飞烟那边也没回个话。看来当时真是高看他了，天下男人果然都是一个样。龙雪薇有些气愤，嘟起红唇不满地说道。她似乎忘了自己这样直言不讳地谩骂一位至尊，实在是有些大不敬。陈清河心里自然不满。谁？猛地，龙雪薇娇躯一颤，白色的瞳孔骤然一缩，脸上甚至有些惊慌。嗡！大殿之中，空间一阵扭曲，紫气蔓延。陈清河到了，你难道不知道，轻易咀嚼一位至尊强者，可是会有大因果的？陈清河一步踏出，轻笑着说道。刚刚赶到，就听到这女人在悄悄埋怨自己。天大的冤枉啊！我在太素圣地可是去办正经事的，几番大战，还有要忙里偷闲，对慕云舒做教培指导，简直累得要死。还不容易抽空回到太清空一趟，还正好听到自己被这女人非议。啊！陈清河刚踏出空间，眼神骤然一变，原本到嘴的话硬生生憋了回去。眼前的女人，那还有昔日身为太清宫公主的清冷孤高。此刻的她，白衣已被汗水打湿，浑身宛如水中捞起，玉鬓云姿香汗淋漓，面色红晕，一双丰腴肉腿修长，从裙摆之下露出大片的雪白。尤其是那对龙角，这还是陈清河第一次见到龙角，宛如大海之中的珊瑚一般，五彩斑斓，晶莹剔透，光滑的不像话啊！瞬间，陈清河瞪大了眼睛，
被龙雪薇此刻虚弱柔美的神态深深吸引，目光落在龙角之上，久久没有挪动。太美了，这龙角，这女人！陈清河眼睛都看直了。你看够了没有？龙雪薇俏脸绯红，感觉自己仿佛被看光了一般。自己这狼狈的一面，可从来没有人见过，就连大长老苏飞烟以及爱徒白灵素都不曾知道。可眼下却被一个毛头小子撞破了，他近乎羞愤的想要找个地缝钻进去。你看够了没有？龙雪薇羞愤不已，望着陈清河傻乎乎的盯着自己翘手上的一对龙角，眼神都不带眨一下，想死的心都快有了。情急之下，双手想要捂住，可又怎么可能？那焦急又羞愤的样子，红晕的容颜，实在有些可爱。陈清河眼神怪异，龙族一些传闻他知道不少，只是连他也没有想到，龙雪薇竟然连龙角都没有褪去。不用遮了，反正也遮不住。你闭嘴！龙雪薇急得伸手指向陈清河，看着男人邪笑的样子，心中更加羞愤了。我倒是好奇，龙公主平日难道一直都在运用功法遮掩吗？那样的话，你的消耗岂不是很大？陈清河倒是有些疑惑，这女人一直用功法遮掩龙角，那元气消耗可是十分巨大的。这种先天特征可不是简简单单的障眼法就能管用的。即使大圣强者，这种元气消耗恐怕也不好受。要你管！闭上你的嘴，滚出去！龙雪薇此刻从慌张中回过神来，情绪逐渐冷静。不对啊，这里可是自己的寝宫，他大晚上突然过来，是要他就不怕被人看到说闲话吗？是个混蛋！陈清河无所谓的摊摊手，反正这女人也赶不走自己。瞥了眼一旁摆放的蒲团，便走过去坐下。我来此还是为了与你商议龙族一事，时间紧迫，万寿国那边不太老实，我得赶紧行动。你想清楚了吗？还是上次的话题？陈清河觉得这段时间这女人也该想通了吧。自己降下屈尊，给足了她面子。目光下移，掠过女人丰腴银白的长腿，陈清河目光一滞，慕云书所在的下方摆了件黄色的蒲团，显然是他之前做的。蒲团没什么问题，就是被汗水打湿了，边上还流了不少汗水啊，都快成小溪了。龙雪薇察觉到男人的目光，白瞳冷冷看去。陈清河连忙移开目光，目不斜视。啪！玉足悄悄伸出，将黄色蒲团踢到了身后。即使龙雪薇可以控制力道和动作，但在这寂静和清冷的大殿之中，除了二人浓重的喘息声，任何声响都逃不过两人的耳朵。陈清河倒是学奸了，装作没听到。龙雪薇看男人表情毫无变化，心中暗暗放下，幸好，差点就被发现了。右手一招，神光闪烁，一道蒲团重新落在脚边。龙雪薇盘腿坐下，动作轻柔，身姿优美，雍容之中带着些慵懒。本宫早就说过，龙族之事面谈。龙雪薇冷着俏脸，淡淡道：“还是那般漠然。龙族之事与他早已漠不相干，他绝对不会回去，就不能好好谈谈？”陈清河皱眉，被女人无情的拒绝，实在有些不好受。自己给足了他面子，也该上道了吧？我一个仙族至尊，就剩下求你了，你还不满意？条件你随便提，我陈清河给得起。陈清河开口十分大度，杀人放火，法器灵丹，想要什么尽管开口，就没有他拿不出的。你滚吧！龙雪薇冷冷地说道。今天心情实在有些糟糕，本就被龙角牵连，搞得自己十分虚弱，又被眼前的臭男人发现了自己隐藏数百年的秘密，心里也是憋了团火。你要知道，太清宫现在是我陈家附属，你也一样。陈清眼神冷漠，没有人可以拒绝他。呵，龙雪薇冷笑一声，脸上闪过一丝不屑。你算什么东西？也配让本宫做你的附属？龙雪薇险些气疯了。附属？什么附属？本座可不是任何人的附属。至尊又如何？我纵横东玄域数百年，杀人无数，那至尊身份就想压我，未免太小看我龙雪薇了。陈清河羞得站起身，眼神阴翳，神色冷淡。东西？我不是东西，那你又算什么东西？一个太清宫公主的身份就让你这般孤高，别说你太清宫，就算是灭了4大宫，在我眼里也不算什么。怎么，不服？我说的有错吗？你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自傲？我给足了诚意，你就得受着。大圣的身份在至尊面前就是个屁。龙雪薇白瞳冷冷地注视着陈清河，高耸的胸膛不断起伏。你住嘴！陈清河慢慢向他走来，神色冷漠。你有什么身份在我面前装高？若不是看在你曾经是白龙族公主的份上，我都懒得理你。你这样的货色，老子随手一招能从东玄域排到中神州。你……砰！龙雪薇再也按耐不住心中的愤怒。叱咤东玄域几百年，还从未有人敢在他面前如此不敬，更别说陈清河的话字字珠玑，
让他再也无法承受。滚滚运气奔腾，一掌拍出，毫无保留，显然是动了真怒。陈清河却毫无动作。咔！空间封锁，毫无道理，只是一个眼神，扭曲的空间就已经化解了龙雪薇的攻击。什么？龙雪薇不敢置信，自己怎会连他的空间都无法突破？女人忘了，自己现在可是最虚弱的时候。哼！陈清河一手探出，宛如铁钳一般，紧紧握住女人洁白的脖颈。砰！龙雪薇呼吸一滞，被男人掐住脖子，狠狠地撞在了大殿之中的圆柱之上。尽管自己非常虚弱，甚至感受到了一丝疼痛，但她仍旧紧咬红唇，没有发出一丝痛哼，反而倔强地盯着男人的眼睛。白色的瞳孔之中毫无色彩。陈清河神色冷漠，一手掐着女人的脖颈，一手放在那柔软的腰肢之上。龙雪薇白瞳一缩，奋力挣扎，却无可奈何，想要大叫，却发现自己发不出一丝震惊。男人邪笑一声，紧紧挨了上来。两人目光对视，龙雪薇连忙撇开俏脸，男人火热的眼神看得她慌乱不已，耳畔间传来一丝湿热感。瞬间，龙雪薇感觉酥软无比，白瞳一滞，神色慌张不已。我能帮你消除龙角。男人的话在耳畔回荡，湿热感侵袭全身，软红耳畔还有这一丝丝疼痛。龙雪薇娇躯悬空，脸上神色挣扎。呼！二人灼热的气息不断回荡，两人的脸都已经贴在了一起。师尊，您在吗？师尊，您在吗？大殿之外，法阵飘荡，殿中的男女二人皆是一颤，两人身躯几乎贴在了一起。陈清河的嘴唇还在龙雪薇的耳畔吹着热气，他能明显的感觉到女人的娇躯在发抖，站立，随后紧绷。两人目光对视，那双白瞳之中闪过一抹慌张的神色。娇躯开始挣扎，想要开口说话，可陈清河却加重了手上的力道，大手在龙雪薇的纤腰之上狠狠一捏，柔软的腰身柔腻嫩滑，即使隔着一层轻纱，也能感受到触手可及的弹性。男人无情的蹂躏让龙雪薇发出一声痛呼，呼吸瞬间浓重了起来，二人鼻息相贴，气氛异常火热。龙雪薇心中怒火中烧，被一个男人如此轻薄，这还是头一次，想要奋力挣扎，使尽全力，却还是逃不出陈清河的魔爪。师尊！殿外，白灵素一袭白裙，俏丽在月光之下，清冷的容颜闪过一丝疑惑。难道还在闭关吗？可一个时辰前他才来过一次啊！大殿之中传出一声轻咳，声音细微。陈清河松开了掐住脖颈的大手，给了龙雪薇一丝喘息的机会。原本清霜白嫩的容颜也在这段时间红晕遍布。龙雪薇大口的喘息，高耸的胸膛极力起伏，两人紧紧贴在一起。陈清河目光冷淡，低头看着他。龙雪薇不敢抬头，低着翘首，一时间二人都陷入了沉默，只有不断高低起伏的胸膛和男人近在耳边的浓重喘息。龙雪薇每吸一口气，都是男人那炙热的雄性气息。渐渐的，就连他也开始软了下来，没有挣扎，就那么瘫软在了陈清河的怀中。这一变化，连陈清河都有些惊讶。这个狗男人把自己辛辛苦苦压制的淫欲挑逗了出来，这本就是他最虚弱的时期。而龙族体内特有的基因则是蠢蠢欲动，尤其是此刻，这种从未有过的肌肤之亲，以及男人那近在咫尺的雄性气息，就像是春药一般，不断挑逗着龙雪薇的神经。这可是上古祖龙遗留下来的美好传统，几百年来也没有哪个不长眼的敢对他起色心。陈清河可不在乎他的身份，也不怕他，至尊的实力在那摆着，这女人也奈何不了他。本来就是想出口气吓吓他，谁知道这女人好像来感觉了。师尊，白灵素有些焦急，为何师尊还没有回话呢？大手也不再老实了。龙雪薇瞪大眼眸，这男人疯了。龙雪薇气急，更多的则是有些羞恼，刚要推开男人，却被陈清河一把抓住了两只玉手，狠狠地禁锢在了头顶。你要做什么？怎么，你也有怕的时候？白瞳之中渐渐浮现一抹水雾，龙雪薇娇躯越发酥软，头上的龙角闪烁着妖异的神光，五彩斑斓的奇异色彩瞬间吸引了陈清河的目光。师尊，您在吗？大殿外，白灵素皱着秀眉，缓缓向着法阵接近。这会让他误会的。龙雪薇心中又是羞愤，又是焦急，甚至隐隐还有些刺激感。这可是爱徒名义上的夫君啊，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的？龙雪薇已经陷入了内心的复杂清晰之中，全然没有在意到陈清河。陈清河看着那对龙角，竟然情不自禁的想要伸手触摸一番，腾出左手，女人的娇躯软软的靠在了怀中。别摸！龙雪薇终于察觉到了男人的企图，急忙出声制止。绝对不能摸！陈清河没有理会龙雪薇的制止，大手直接触摸了上去。入手一片冰凉，五彩斑斓的珊瑚状龙角摸起来十分光滑，
犹如玉石一般。龙雪薇娇躯一颤，瞬间压抑到极致的嘶吼了一声，整个身躯都在颤栗，翘首扭摆，想要脱离陈清河的大手。白瞳之中水雾氤氲，甚至流淌出了一道晶莹的水花。极力的压抑之下，龙雪薇紧咬红唇，最后实在忍耐不住，直接张嘴咬在了陈清河的肩膀上。这女人疯了，还敢咬自己！不要不要！龙雪薇大脑一片混乱，感觉神魂出窍了一般，声音嘶哑的不断摇头，发丝凌乱飘摇，红唇又咬在了陈清河的肩膀上，这次更狠，因为刚才的疼痛直接让陈清河大手抓紧了那对龙角，可见女人有多疯狂。陈清河懵了，瞬间瞪大了眼睛。师尊！白灵素缓缓靠近大殿，少女蹙起秀眉，似是察觉到一股奇怪的气息，涩涩的浓浓的气味。出去！殿内师尊的声音响起，冷淡异常。白灵素已经走到了殿门，可里面漆黑一片，似乎还布下了屏障，以他的实力根本无法洞察。不过这都已经无关紧要了。美眸闪烁，少女抿了抿红唇，瞥了眼大殿深处，转身离去。听得出来，师尊似乎呼吸不畅，气息轻浮。这种情况白灵素倒是了解一些，师尊每隔一段时间都会闭关，再次时机，修为一落千丈，虚弱至极。今日如此，也无怪乎。他也是担忧师尊的情况，特地赶来查看一番。不过既然师尊没事，那就不用担心了。殿内月光飘洒，少女的身影在月光的衬托下宛如仙子一般，俏立在殿门之时，大殿之中的陈清河大气都不敢喘，生怕被发现一丝端倪。即使他布下了屏障，知道少女无法探查，但那近在咫尺的身影仍旧让他紧张不已。龙雪薇更加不堪，整个娇躯都靠在了陈清河的怀中，不住地抽搐着，翘手靠在陈清河的肩膀上，白瞳之中水雾飘散，现出了粉色心形的道纹。哒哒，大殿内水珠坠地的声音异常清脆。陈清河不敢有丝毫的动作，只能双手拦着龙雪薇的娇躯，防止她瘫软倒地。女人则是大口地喘着粗气，整件宫裙都被汗水打湿，发丝凌乱飘散，胸膛不住起伏。龙雪薇心中无暇他想，只想这么静静地休息一会儿。刚才实在太过刺激了一些，从未有过的这种奇妙的感觉，尤其是看到那近在咫尺的爱徒，整个人瞬间就到达了巅峰，神魂出窍一般的奇妙感觉，既羞愤又刺激，大脑都感觉被排空了。一双玉手自动揽住了陈清河的脖子，娇躯软绵绵地靠着。龙雪薇一点都不想动了，只想就这么舒舒服服地歇着。红晕遍布的绝美容颜露出一抹满足感。死吧死吧！龙雪薇心中无暇他想，只想这么静静地休息一会儿。龙雪薇啊龙雪薇，你怎能如此堕落？不行，我要远离他。好舒服，真的还舒服。靠在男人的怀中，龙雪薇的神情纠结不已，心中不断的来回拉扯。可她没有发现自己搂住男人脖子的双手更紧了，整个娇躯不断的向着陈清河的怀中扭动，恨不得融为一体的。起伏的高耸胸膛更是狠狠碾压着男人的前胸。陈清河默不作声，这个时候他也不也好开口。完蛋了，这下连他也不好收场了。二人就这么彼此紧紧抱着对方，默契十足的都没有开口说话。直到浓重的喘息声响起，陈清河低头一看，龙雪薇已经昏睡了过去，顿时有些哭笑不得。这女人消耗太大了，抱起柔软丰腴的娇躯，将其放在了床榻上。陈清河则是来到了龙雪薇寝宫之中的水池，下半身的衣袍彻底湿透了，只要轻轻一捏就能淌出水来，特有的仙子体香更是十分浓烈。陈清河苦笑一声，憋了500年也是不容易。龙雪薇迷迷糊糊间睁开美眸，映入眼帘的是一副健硕的身躯，棱角分明，肌肉琼起。她瞬间惊醒了过来，爬起床榻，定睛看去，整个大脑都是嗡嗡作响。哎，师尊，你醒了啊！男人的一侧，爱徒白灵素只是披了件轻纱，迷迷糊糊从床榻爬起，嘟囔道：“显然还没有睡醒。这是怎么回事？”龙雪薇惊慌失措，发现自己竟然和灵素一样，不着一物，只是披了件轻纱。自己的修长双腿上竟然还穿着一双红色的蚕茧丝绣袜。她想要寻找棉被遮掩自己的春光，却发现床榻上那还有棉被啊！忽然感觉侧身一软，回头望去，一名姿色美艳的女人躺在自己的身侧，丰满的娇躯披着一件蓝色轻纱，柔美的面容满是红潮。木鱼叔，你怎么在这？龙雪薇大脑宕机，感觉这个世界已经疯了。雪薇，你终于醒了！一道柔媚的笑声响起。龙雪薇转头望去，发现大长老自己的好闺蜜苏菲嫣正笑盈盈地走了过来，丰满的娇躯异常美艳，美妇坐在床边，笑盈盈地看着龙雪薇。怎么，都折腾了一晚上了，还没要够啊？苏菲嫣语出惊人，龙雪薇面色惨白，却又羞恼至极。
他这才看清躺在自己和林素中间的男人，竟然是陈清河。男人还在睡梦之中，毫无察觉。龙姐姐，你醒了吗？哎呀，再睡一会嘛。一旁的暮云舒翻了个身，不满地嘟囔了2句，又陷入了沉睡之中。龙雪薇整个人都疯了，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师尊羞羞，昨晚就你叫的最大，吵得我和飞烟姐姐都没法睡觉。白灵素笑意盈盈，这清冷的仙子竟然调笑起了自己的师尊。雪薇，我劝你还是再睡会儿吧。苏飞烟俏脸绯红，看着眼前的龙雪薇，忍不住打趣道：别等会这混蛋醒了，又得抓着你的龙角冲锋了。到时候你可别指望我累得要死，可不会再来帮你了喽。看着眼前的一切，龙雪薇简直不敢相信。爱徒、好姐妹，还有那位太俗圣地的仙子，他们4个竟然会，这不可能。看着还在床榻上酣睡的陈清河，龙雪薇紧咬红唇，一巴掌就扇在了男人的脸上。卧槽！你他娘的，睡着了还打人！一声惊呼在龙雪薇的耳畔炸响，大脑陷入了昏迷，又迷迷糊糊地睁开了眼睛。映入眼帘的是那个可恶的陈清河。你个混蛋，你对我做了什么？我杀了你！龙雪薇猛地坐起，看到眼前的陈清河，再一想到刚才的梦境，心中羞愤交加。陈清河觉得这女人真的是疯了，这个疯女人简直不可理喻啊！一边睡觉一边大叫。自己关心他特地过来看一下，结果抬手就被这女人扇了一巴掌。还好他反应及时，这会儿又要扬言杀了自己。看那神态，显然不像是在开玩笑。不是，我也没把你怎么样。你混蛋！一想到刚才梦中的场景，龙雪薇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真是丢人了。怎么会这样的？这实在是太荒唐了。不行，我得小心点。这混蛋一看就不是什么正人君子。龙雪薇心中暗暗下定决心。陈清河没有料到自己在这位太清宫的眼中已经成为了人渣、色狼的代名词。那个，既然醒了，也该跟我启程了吧？陈清河见龙雪薇情绪逐渐平静，试探地问道。昨天夜晚没有得到想要的答复，他自然不肯离开。龙雪薇秀眉微皱，看着眼前的男人，神色复杂，内心极度纠结。只要你肯跟我去龙族，你这龙角，我可以帮你消除。指着女人翘手上的珊瑚状龙角，陈清河低声说道，有些尴尬，似乎是想到了昨夜的场景。龙雪薇俏脸瞬间染上一抹红潮，那羞人的情景不断在眼前浮现。昨夜她似乎在男人的怀中，不能再想下去了。龙雪薇啊，龙雪薇，你可是灵素的师尊啊！这个男人是你爱徒的夫君，你怎么能堕落其中啊？绝对不可以再有那种想法了。可是这个家伙，他不会对我用强吧？龙雪薇脑中胡乱的想着，内心不断的高告诫自己，一定要忘了昨晚的事情。那是错误的，不可饶恕的。龙族那边，据我所知，情况可不妙。陈清河的声音悠悠在耳边响起。陈清河坐在床边，微微挪动，两人的距离又拉近了一些。龙雪薇皱眉看着他，总觉得这男人没安好心。不过看他神色冷淡，一脸肃穆的样子，又不像做作。4大龙族一脉几乎已经凋零殆尽了吧？这一代能出位的也就你了。如今凤族在剑幕大肆招揽4海妖族，更是与万兽国公然联合。凤族神女风嫣然不久前已经突破大胜。凤族与万兽国的崛起正在不断蚕食着龙族的统治。陈清河看着眼前低头不语的龙雪薇，不断谆谆善诱。东海4大龙族示威，早已无力统领龙族一脉。近些年8大蛟龙一脉崛起，逼宫之势越加猖狂。不久之后的龙族大计，恐怕蛟龙一脉已经做好了准备。你若再不出现，到时候4大龙族恐怕……陈清河点到为止，没有多说，只是留给龙雪薇思考的时间。这女人不傻，反倒十分精明，其中利弊相比她比谁都清楚。关键就在于她是否狠心真的跟白龙一族脱离。龙雪薇抬起翘手，美眸闪烁，望着眼前的男人。白瞳之中十分纠结，银牙紧咬红唇，最后还是诺诺的说了句：“随你便。”好。陈清河得到了满意的答复，脸上露出一丝笑意，就要伸手和女人击掌为约。不料龙雪薇就像一只受惊的小鹿，慌忙向着床榻后方退去，抓紧床背，捂住自己的娇躯。白瞳慌张地看着陈清河，貌似十分害怕。你不准碰我！没有我的允许，绝对不许靠近我！龙雪薇俏脸染上一层红霞，脑海之中自动浮现梦中的旖旎景象，绝美的容颜爬上一层柔弱的无助感，白瞳之中渐渐浮现一层雾气。她真的害怕，打又打不过，跑又跑不掉，只能任人拿捏。她真怕到时候变得和梦中景象一样，那样就真的对不起灵素了。这种师徒齐上阵的景象，只是想一想，她就已经羞愤欲死。
尤其还是4个女人一起，这是绝对不可以的。照你这么说，只要你同意了，我就可以。陈清河眼神打量着眼前的女人，似笑非笑的调笑道。龙雪薇瞪大了白瞳，呆呆的看着陈清河。好呀，他真的想要吃师徒盖饭。这个混蛋，人渣，真后悔当初的决定啊！不但把林素搭了进去，难道就连自己也要？不行的，绝对不行的。女人的脑子就是这么奇特。明明陈清河什么都没有做，但在龙雪薇的脑补之中，陈清河就像是一头野兽，任何的一举一动仿佛都在窥视着自己这个猎物。要是外界知道自己和林素被这个混蛋拿下，那我还有什么脸面见人啊？会不会人人都认为是自己在抢爱徒的男人，觉得我龙雪薇放荡不堪？龙雪薇脑中不断浮现那些羞人的景象，她感觉自己好像真的要完蛋了。白瞳闪烁，偷偷瞥了眼前的男人，又迅速的挪开，低着头嘟嘟囔囔的不知道在说些什么。陈清河一脸问号，这女人神神叨叨的，总感觉有点奇怪啊。算了，管她呢，该走了。你干什么啊？龙雪薇娇呼一声，陈清河大手一抓，已经将她拉出了床背。我的龙大公主，既然都决定了，那咱们也该启程了吧？龙族大计还有3个月的时间，再拖下去可就来不及了。东海浩瀚无边，其实早已脱离了东玄域的界域，整片茫茫大海无边无际，纵使至尊横跨虚空，扭曲空间，想要一时半刻到达也绝非易事。而且东海外围有着上古龙族神识照应，就算是至尊也根本无法突破那道屏障，所以此行只能依靠神舟飞渡。尤其是茫茫大海，水晶龙宫飘忽不定，除了龙族能够感应到，旁人根本无法搜寻。时间紧，人物重，陈清河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风嫣然那贱人貌似已经在和万寿国的小冥王举行了联姻，这2位可都是妖族当今最负盛名的天骄，再拖下去事情就不好收尾了。东玄域东海，上古开辟，龙海关大潮，无边无际，是渭海无涯，天无际，祖龙落，万物生，四龙齐出，威震海域。蔚蓝的海域之上，一座巨大宏伟的飞舟飘荡在虚空之中。茫茫大海，一眼望去，空无一物。即使放出神魂探查，依旧是毫无所获。万寿国小冥王，传承金翅大鹏雕一族，时世积累，曾在中州天骄争夺战中夺得3次魁首，一时之间风头无两。就连当时号称仙族年轻一辈第一人的西玄域慕容同皇，都曾惜败此人手中。后来他进入妖族鲲鹏禁地，据说获得了莫大的机缘，至此闭关600年。非洲琼宇金碧辉煌的大殿之内，陈红矗立下手，恭敬的会报道。这么说，这个小冥王看来真的不简单了。中州还有天骄争夺战，我怎么不知道？陈清河坐在上首，若有所思。200年前已经取消了，因为异常血灾。陈清河点点头，怪不得自己不曾听闻，原来那时候自己8字都还没一撇呢。凤族剑木，万寿国2族的联姻的确不容小觑。陈清河皱起眉头，那位小冥王可是大敌。风嫣然已经晋升至尊，怪不得他当初赶上陈家退婚，与其他3女相比，这风嫣然倒是有那个资本。若不是你太过逆天，你还真拿人家没办法。一侧，龙雪薇坐在下手，一身洁白大袍遮掩了丰满的娇躯，身后青丝盘旋，由一根白玉簪子扎着，是标准的妇人形象。他这次举显然是在可以警告陈清河注意自己的身份，不过这点小心思都是他自己脑补的罢了。陈清河懒得理会，也不知道女人的深意。再说了，知道又怎样？真把他惹急了，该睡还得睡。师徒盖饭也不是不行。面对龙雪薇意有所指的嘲笑，陈清河面不改色，挥了挥手，示意陈红退下。你怎么看？目光再次聚焦在龙雪薇的身上，眼神淡漠，毫无波澜。龙雪薇可就不淡定了。此时殿内又剩下了2人，这次只有他一人跟随陈清河前往东海。本来是想带上灵素的，那样这家伙也就不敢对自己动手动脚了吧。刚有这个想法，就被陈清河否决了。然后又想带上大长老苏飞烟，有飞烟在，他肯定也不敢乱来吧。结果也被否决了。苏飞烟自从上次和陈清河双修后有所感悟，又灌满了至尊精华，早就闭关了。陈清河哪里料到，这女人现在完全不像表面那样冷淡孤傲，满脑子都是自己色狼的想法。这要是让他知道，一定会大喊冤枉。他可完完全全没有那心思。一切都是误会，误会。看着男人的目光瞥过来，龙雪微下意识挪了挪娇躯。在他看来，这家伙的目光简直侵略性十足。恨我能怎么看？你陈大公子坐镇，那些家伙好能翻了天不成？内心害怕，但表面却还是那番清冷孤傲的神态。雪白的下巴扬起，眯着美眸哼哼道：“
别提有多傲娇了。陈清河无奈摇摇头，他是真拿这女人没办法。动粗不好，动强更不行，那不是禽兽不如了吗？只能先受着了，毕竟有求于人。那还有多久到达龙宫？咱们可都快飘了半个月了。龙雪薇扬着下巴，似乎这样才能显得自己不会惧怕眼前的男人。快了，嘟囔一句，这句话你都说了3次了。反正就是快了。那你就每个准话。那龙宫我也100多年没来了。所以龙雪薇皱起美眸，有些不好意思起来。所以呢？你忘了？你别跟说你真的忘了。陈清河站起身，来到女人的面前。这可把龙雪薇吓了一跳，还以为这男人又要乱来。你别乱来，不然我就告诉林素你。龙雪薇立马威胁道。砰砰砰！忽然非洲一阵剧烈摇晃，陈清河立马感受到了一股强烈的气息。飞身而出，陈红率领护卫已经出现在非洲甲板，正严阵以待。哗哗哗！海水奔腾不休，巨浪翻滚如潮，100丈高的海浪不断翻滚，一浪高过一浪。轰隆隆！原本晴朗的天空一阵乌云密布，雷霆响彻，晴天霹雳不断响彻。一时间，整座海绵波涛汹涌，天空之中暴风肆虐，雷霆不断落下，卷起一阵惊雷刺耳。少主，貌似有些不对啊！陈红目光如炬，观察着周围虚空之中的情况。轰！突然，非洲不远处一道高大100丈的巨浪腾空而起，犹如水龙卷一般朝着非洲袭来。呵！陈红大喝一声，周身元气暴涌而出，一身神光，威势惊人，直接朝着100丈海浪扑去，手中神枪闪烁，一击挥出，砰！巨浪轰然炸裂。吼！一声惊天嘶吼响彻，奔腾四散的海浪之中，居然跃出一道庞大的龙躯。通体漆黑的龙躯足有100丈，黑鳞遍布，头角峥嵘。黑蛟！陈清河一眼就看到了100丈黑龙头顶的龙角，是一只黑蛟。蛟龙一脉，陈红直接被蛟龙一击甩尾，轰入了波涛汹涌的大海之中。这一招出其不意，且十分迅速，大意之下，陈红才落了下风。何人胆敢闯我龙族海域？黑蛟盘旋虚空，黑色神光一阵闪烁，最后显化人形。身着一身黑金大袍，头顶黑蛟角，青年之姿却气态不凡，一神色孤傲。左手中黑色神光闪烁，托举着一道青铜神台，貌似不是凡物。在下仙族陈家陈清河特来龙族拜访。陈清河踏上虚空，看着眼前的青年，表情和煦。陈清河，仙族陈家，妈的，你这狗东西还敢来我们龙族！砰！青年猛地大喝一声，一手托举神台，一手显化出一只黑金3叉戟，嘴中大喊：你们仙族当年杀我龙族无数，今日我就替先辈报仇雪恨！即使我龙傲一手托举神台，依旧无敌于世间。龙傲大吼一声，带着滔天杀意，神色狰狞，怒杀而来。周身气息浓厚，大圣3重的实力显露无遗。啪！一声巨响，陈清河随手一挥，龙傲直接被一巴掌拍入了海底。你他娘的一个大圣3重，就敢在老子面前叫板？你们龙族一直都这么勇的吗？陈清河转头问向下方的龙雪薇。龙雪薇神色尴尬，抿着红唇，默然不语。面对陈清河的调侃，龙雪薇罕见的没有出言反驳，反而端着架子，神色无常。海浪波涛翻涌，一道黑色神光冲天而起，浪潮直冲天际，四海翻腾，如云卷大潮，整片海面肉眼可见的迅速升高。一声嘹亮的嘶吼响彻苍穹，庞大的蛟龙身躯跃出水面，一道道璀璨的神光庇护其身。蛟龙遨游天际，爆发一声嘶吼，庞大的身躯朝着非洲俯冲而下。龙雪薇站在一旁冷眸寒光，无动于衷。唉，当年四海龙族竟然没落至此，可悲可叹。陈清河有些苦笑的摇摇头，没想到连黑蛟一族都敢在东海耀武扬威，昔日的龙族神威，如今看来已经荡然无存了。既然你执意找死，那我便成全你。陈清河目光冰寒，整个人的气势猛然一变，高贵的威严感让人不寒而栗。大荒求天掌！面对俯冲而来的蛟龙，他只是淡漠地抬起一只手掌。天际之上，苍穹撕裂，一道古老磅礴的气息蔓延而出。咔！天穹崩毁，空间扭曲。龙傲目光惊诧，只觉得一道恐怖的威压向着自己逼来。一瞬间，他的身躯竟然停留在了虚空之中。紧接着，一道金光璀璨的巨掌从天而落。这道自远古而来的手掌，仿佛蕴含了大道法则，让整片天地都在刹那间停止了逆转。巨掌一把握住了虚空之中的黑色蛟龙，两相比较，身达100丈的蛟龙竟然在巨掌之中宛如泥鳅一般。这是至尊！
你竟然是至尊！龙傲神色大变，瞬间感觉到了那股压迫感十足的至尊气息。庞大的威压接踵而来，即使身为黑蛟一族的少主，此刻的他也是遍体生寒。他远远低估了此人的身份，更低估了对方的实力。至尊之下，皆蝼蚁。一个区区大圣3重的实力，在至尊面前不过是抬手可杀。嘎嘎！龙傲整个身躯都开始了剧烈的扭曲，巨掌狠狠一握，一滩血水在天际之中飘散，漫天血花飞舞。堂堂黑蛟一族的少主，竟然直接被硬生生的一掌捏爆了，不知死活的东西！陈清河冷笑一声，收回右手，大荒求天掌随即从虚空之中消失。他那风轻云淡的神情，终于让一旁的龙雪薇忍不住了。你就这样杀了他？黑蛟一脉虽然是8族之中的末尾，但你杀了龙傲这位少主，他们也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龙傲的死活，龙雪薇不管，但他们此行来的目的可是整顿龙族，一统东海的。陈清河初来乍到就这般行事，未免太过霸道。这在8大蛟龙眼中不免有些挑衅的意味。陈清河闻言轻笑一声，挥了挥袖袍，仰望远方天际。东海水域乃是龙族之本，只要8大蛟龙愿意，任何风吹草动都离不开他们的眼线。咱们大摇大摆的来这里是为了什么？我要怕他们，也就不会孤身带你前来了。陈清河的话在龙雪薇耳畔回荡，美妇望着眼前的男人，目光复杂。你就不怕8大蛟龙一起反水？龙雪薇有些担忧的说道。毕竟在东海，8大蛟龙一脉和4大龙族已经有了分庭抗礼的资本，他们一旦联合起来，实力相当恐怖。那就让他们一起来吧，这样也节省大家的时间。陈清河蛮不在乎的说道。别说是8大蛟龙了，就是再加上4大龙族，在他看来也不过是抬手镇压即可。龙族毕竟不比以前了，仙族也不再是曾经的仙族。陈红吃了败仗，神色有些不善，陈清河倒是没有计较，反而安慰了一番。之后这个家伙便识趣的离开了船首，特地为2人留下了空间。龙雪薇坐在船首之上，静静的坐在那里，吹着海风。白色的发丝轻轻飘舞，冷傲的清冷容颜永远是那种冷冰冰的淡漠神色。白色的瞳孔之中无悲无喜，似乎世间的一切都与他毫不相关。陈清河坐在他的身旁，海风吹过，女子的特有体香在他鼻间缭绕。他筹措了一番言语，盯着一旁的龙雪薇，轻声道：如果到了白龙一族，你要怎么做？这句话听起来有些无头无尾，莫名其妙，旁人根本不知道其中意味着什么。但龙雪薇却明白，自己曾经的往事根本瞒不了这个家伙。他娇躯微微一颤，原本淡漠的神色露出一丝复杂的表情，红唇微抿，秀眉皱起，似是心中十分纠结。往事一幕幕，不堪回首。如果你下不了手，我可以代劳。你只要开口，龙驹我也为你杀的。男人坚定的话在耳边回荡，一瞬间，龙雪薇只觉得放心一颤，整个人和大脑都彻底空白了。500年来，还未有男人对她如此关心过。她侧头望着眼前的陈清河，看着男人英俊的面容，他的那抹轻笑，时时刻刻都让人感觉心安。你真的愿意为我杀了龙驹？龙雪薇不知道自己是以一种怎样的心情说出这句话的，她只觉得自己一瞬间心脏都在剧烈的跳动，感觉身体都有了些燥热。那叶2人之间尴尬的举措和旖旎的画面再次在脑海之中回荡，尤其是那晚的梦境，似真非真，早已让他的道心紊乱。区区龙驹，就算你想灭了白龙一族，我也可以为你效劳。陈清河微笑道，语气诚恳。龙雪薇轻哼一声，美眸微眨。她虽然知道男人不过是在讨她开心，但心里还是有些欣喜，红唇不自觉的微微翘起。2人不再说话，而是默默的四目相望。突然，远处天际传来一阵剧烈的炸响，紧接着整个非洲都开始摇晃起来。龙雪薇没有坐稳，朝着一旁倒去，陈清河连忙将她搂入了怀中。我当是谁胆敢来闯我东海龙族？原来是你这个妖女！万丈波涛汹涌，数十道气息强悍的身影从海面之中跃出，这些人物皆是头生独角，气宇轩昂，倨傲至极。白龙圣女，没想到你这贱人还敢来我龙族！一位蛟龙大声嘲笑道。突然，陈清河面色冰寒，一手搂着怀中的龙雪薇，一手伸出，神皇鼎飘飞而出。他竟然直接祭出了地冰！你的话很难听，我很不高兴，所以你们都去死吧！阴森的话音在天际传荡，地冰神威降世。